你个偷奸耍滑的妇人，不干活不说啊，还偷鸡摸狗，偷一家人的口粮给这个赔钱货吃啊！我们宋家是留不得你了，赶快收拾东西，给我滚出去！也是啊，三弟妹，你怎么能偷东西呢？平时瞧着你老实本分的，却做出这种下作的事情出来，连带着一家子跟你一起丢脸。娘，大嫂，莲儿在病中好几天没有吃饭了，要饿死了。我也是没办法，才从厨房里拿了点吃的，就那么一点，够撑住她一点气息了。我会努力干活补上的，我求求你们不要赶我走。呸！真是好笑！我们宋家生的儿女娶的媳妇儿，从来都是手脚干净的，怎么就出你这么一个败类啊？老宋家的名义都被你给毁了，我颜面无光啊，愧对列祖列宗啊！你快给我滚！从哪儿来的，快滚回哪里去！呸！娘，莲儿要死了，莲儿真的快要不行了。那个做母亲的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女死掉呢？我就拿了这一次，也只有这么一次。我会多干活，等我的腿脚好了，让我干多少的活都可以。哼，郎中已经说过了，你这条腿废就是废了，好不起来了，以后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。哎，本来想着你毕竟是嫁到宋家的媳妇儿，是三弟妹，我们挤出一口粮食来养着你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哪里想到你直接偷吃啊！庄稼人一口吃的都要平分的，偷吃就是不对。你不管我们死活，良心都被狗吃了。哎呦喂，老三媳妇不做人了，还说就偷这一次，平时不知道偷了多少呢。乡亲们都来评评理啊！这样的人还能留在宋家吗？留着他当家贼吗？我们宋家可承担不起啊，那么多嘴巴等着吃饭呢。哎呀，可怜是有点可怜，但偷东西就是不对。那宋莲儿生病要吃的，直接跟宋婆子开口就是了，自己偷偷的拿，不是做媳妇的道德呀。是啊，宋老婆子不可能不管自己孙女的死活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偷呢？怕是自己贪嘴。哎，有道理。想不到乔氏平时看起来安守本分，却是个心思不正的。哎呀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娘，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！我是嫁进来的媳妇，怎么就这样把我赶走呢？我们宋家生了2个孩子，他们从小就没了爹，可不能没有娘啊！哼，你放心，你走了，宋莲儿让你大嫂家抚养，宋瑞儿让你二嫂家抚养。你这种小偷小摸的，不配做他们的娘，免得教坏他们2个。娘站起来，不要求他们，他们不配。嘿，你个死丫头，乱说什么呢？你娘偷东西给你吃，犯下弥天大错，你会不知道？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吃到肚子里去了啊，有力气了啊，开始埋汰家里人了。我娘为什么要到厨房里拿吃的？因为我生病这些天，每一顿只有2分饱，还是我娘舍下了自己的全部口粮。我娘饿着肚子，自己上山拔了野菜，不敢用家里的油柴，直接捣碎了酒水生吃下，要不然她早就倒下了。可我娘顾不了这些，只希望我的病好，只希望我吃顿饱的。她3番5次跟宋老太恳求，多给我一点吃的，甚至跪下了宋老太都不愿。我娘只能到厨房里拿。大家只知道，自从乔氏摔断了腿，用处不大了。宋家对他的确是冷淡了不少，但也不至于苛待到如此地步吧？你住口！谁叫你这个毛头丫头说这些的？这些年来，我娘辛辛苦苦地给这个家当牛做马，任劳任怨，春耕秋种，耕地上山，我娘是干活最多的那个人。就半个月前摔断腿，宋家就开始给脸子看了，完全无视我娘这些年来的付出。别说我娘只是拿了一个馒头，她端一锅排骨，端一碗鸡汤，都是她该得的。哎，他方才说的啥？说乔云妮偷吃馒头。
就一个馒头啊？是啊，我还以为偷啥了不得的，就偷个馒头。谁说不是呢？哎呀，宋家的，为个馒头，你们至于吗？是啊，宋婆子，你这就过分了，一个馒头不至于叫偷吧？你看乔是哭的，算了吧。人乔氏平时干活那么卖力了，你们家啥活不是人家干的呀？你这就赶人家走啊，过分了吧？就是太过分了。是又怎么样？偷一个馒头是偷，偷一锅肉还是偷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偷东西都是一样恶劣。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乔氏都得被休了。是啊，虽然这一次只是偷了馒头，但是偷东西的人一定不只是偷一次，说不定啊，平时偷了更多的东西呢。三弟妹不仅仅要赶出家门，还要好好的搜一搜她的房间。大嫂，除了这个馒头，我没有拿过任何东西，你不要冤枉我。哟呵，冤枉你？你这么有自信，怕是偷了也藏起来了，保证让我们找不到。人在做天在看，没有就是没有。宋家要休掉我不是不可以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你们要好好的对待我的莲儿和瑞儿，不要委屈了他们，他们两个都是乖巧懂事的。哭哭啼啼磨磨唧唧的，他们两个自有人养，你是被弃出家门的，从此以后你跟他们两个就再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了，你不能再说是他们的娘。我有2个儿子，正好缺一个贴心的女儿，二弟有2个女儿，正好缺一个儿子养老送终。你放心，他们姐弟都会好好的。莲儿、瑞儿，娘要走了，以后莲儿就管大伯父、大伯母叫爹娘，瑞儿就管二伯父、二伯母叫爹娘。娘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你们不要念着娘，也不要去找娘，好好跟着你们二伯、大伯过日子。娘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东西给你收拾好了，快拿着走人吧。哭啼啼的，哎呀，别把煤气留家里，老大不小的一个人了，当这么多人的面哭个没脸，哼，滚，快点给我滚！娘，我跟你走。莲儿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我要跟娘走，娘去哪里我就去哪里。莲儿，莲儿，娘什么都没有，跟着娘你会挨饿受冻，在路上遇到匪贼或者吃不饱肚子，都有可能丢掉性命。你有这样的心意，娘已经很高兴了，真的，娘很满足。你就好好留在宋家，服侍你的大伯父和大伯母。哎不，他们现在是你的爹娘了。娘，你说的我都知道，娘在哪里哪里才是家。就算没有房屋，没有土地，也是天为盖，地为床，世间万物里有吃的。娘，我不怕，我只要娘，而且我已经长大了，我要保护娘。死丫头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？跟着你被扫地出门的娘，没有上顿也没有下顿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豺狼给拖走吃了。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就算被豺狼拖走了吃了，我也要和我娘在一起。你不是我娘，要你管。你别想得太轻巧简单，你娘的身上就只有这个行囊，没有1文钱，要怎么活下来都是一个大问题。你跟着你娘走是自寻死路。我娘给你们当牛做马这么多年，你们一个铜板都不给她，好生绝情。所以我更要和她走，我娘能依靠的人只有我。你放肆！你是我宋家的孙女啊，是你想走就能走的，我们不放你走，你就走不了。哼，死丫头，再养个2、3年就可以换彩礼了，
怎么能放走这个香饽饽呢？莲儿，你是宋家的女娃，被踢出家门的是娘，不是你。你就留在宋家，等再过3年，你奶奶、你爹娘会给你说一门好亲事。跟着娘，娘只会拖累你，娘能给你什么呢？娘，我听到奶奶跟大伯他们商量，等到我及笄了，要把我卖给50、60岁的员外做小妾换银子，给大堂哥和二堂哥娶老婆。什么？我去求你奶，你是他的孙女，好好求他，他不会这样做的。娘没用的，奶真要有良心，你刚才跪他，他怎么就不见一点心软？就把他当面硬下来，2、3年后翻脸不认，到时候我能怎么办？我喊天天不应，叫娘可能也不在了。娘你放心，我有生存之计，你相信我，带我走。你这个小贱人，都被赶出家门了，又要回来抢女儿，简直无耻至极！我告诉你啊，宋莲儿是我宋家的姑娘，你休想带走！我让你妄想，看我不好好教训你！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跟我娘走。宋家人偏要拦着我，我就一头撞死。我死后也要化作厉鬼，扰得你们家宅不宁，让你们一个接一个的倒霉。嘿，你，哎呀，没天理了！乔氏偷东西倒打一耙，还要跟我抢孙女儿，我孙女也魔怔了，还咒我们全家呢！没天理啦，没天理啦！奶奶、大伯，你们就让我姐走吧。啥？好你个臭小子啊！胳膊肘往外拐了是不是？难不成你想跟他们走啊？奶奶，离开了家，外面辛苦，没有吃的住的，我娘腿脚不好，绝对活不了多久的。到时候我姐姐受不了苦，会自己回来的。现在我姐姐不懂事，一意孤行，还用死来威胁宋家，强留她绝不是办法呀。让她自己去外头见识一下，她就知道错了。到时候会更加听奶奶和大伯、大伯母的话的。瑞儿，你姐姐不是不懂事，她是心疼娘。你就留在宋家，跟你的爹娘过日子，娘在外面会为你祈福的。乔氏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不管什么原因，偷东西的行为就是不对。宋家没有把你进猪笼，已经是开恩了。姐姐还要跟你走，是你没有教好姐姐。等姐姐在外头吃了苦，就会迷途知返，你就没有什么改正的机会了。我不要你给我祈福，你已经不是我娘了。我现在有我自己的爹娘。瑞儿，你喊我什么？一日为娘，终身为娘。就算你做了二伯父、二伯母的儿子，娘仍然是你的娘。你身上流着娘的血，永远都不要想摆脱。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也可以对娘尽孝了。就算娘被赶出宋家了，你以为你逃得了吗？从来没有见过认了心的爹娘就当自己的亲娘死了的，这样做的人天理不容，死后是要下地狱的。嘿，你不要脸！前面才同意把宋瑞儿跟我们养的，现在又想抢人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二伯母说的不算哦，亲娘就是亲娘，不光有血脉在，县衙里还登记着亲子关系呢，一去查就知道。我们母女俩在外流浪，要是实在挨不住了，回来找宋瑞儿要一口吃的，宋瑞儿也不能不管哦。莲儿，我们断亲书，嘿，这就写一份断亲书，你们母子断绝关系，永远不要再有任何交集。上钩了，二伯父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？宋瑞儿可是我娘的亲儿子，我的亲弟弟，是我们母女以后的倚仗，你这是要断了我们的生路啊！不写这一份断亲书，以后宋家就永无宁日。娘，这断亲书得写，断得干干净净，明明白白，不要给他们母女一点机会。大明小明，你们去把赵李正
宋家族老和王秀才都请过来，告诉他们，我们宋家要写断亲书。你们好无情呀，一个个天打雷劈的，罔顾人伦。宋瑞儿，就说你真的不要娘和我了。乔氏不是我娘，你也不是我姐姐，我的爹娘现在就在我的身边。我的姐姐一个叫宋大花，一个叫宋小花，我们才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。瑞儿，你个死丫头，你要走是吧？成，我放你走。但是我相信呐，你早晚会回来求我们宋家的。哼，只怕到时候啊，不会轻易让你进我们宋家门。不过呢，你现在马上道歉认个错，不要瞎折腾，我们还可以考虑原谅你，不然的话有你苦头吃。是，我好怕呀。宋瑞儿无情无义，我无非是痛斥他没有良心罢了。既然他这么不做人，我也只当没有他这个弟弟。还有，既然把我娘赶出宋家，也该给他一份和离书，和离书上写上我和我娘走，断亲书上把我的名字加进去。和离书？想得美！你娘偷了东西，还想要和离书？这样的好事也想落到她的头上？多少高门贵女都拿不到的和离书呢？可真会痴心妄想。哼，没错，别说和离书了，休书你娘也别想拿到。你们听好了啊，你娘是被赶出家门的，不是一般的休妻啊，还想拿休书找下家，没门儿！乔家人来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啊？这光天化日的，反了不成？哼，不给和离书，就要把我的女儿赶出家门，没有这样的道理。没错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心思，不过是不想让我女儿另嫁罢了。你们抛弃我的女儿，还要阻断她的前路，简直是比那山上的豺狼虎豹还要狠毒。就说你们乔家人不要太过分啊！不管偷了什么东西都是偷，是违法犯罪。没错，哼，瑞儿说得好，没把乔氏进猪笼，你是天大的恩赐了，还光是赶出家门而已，又没要他性命，这样的宽容哪找去啊？哼，你们还想拿和离书风风光光再嫁？我告诉你们，没这样的好事儿。瑞儿，这话是你说的？不可能！就在前些天，我的外孙还在我的膝下撒欢呢，怎么可能对生养自己的娘亲说出这种狠毒的话？哎呦，怎么就不可能了？现在宋瑞儿已经不是乔氏的儿子了，干嘛还要对他客气啊？乔氏已经被赶出家门了，宋瑞儿就由我们抚养，以后给我们养老送终，传承香火。宋瑞儿，你亲口告诉我，你是这样对你母亲的吗？我的母亲是陈氏。我打死你这个无情无义、没有孝道的东西！你娘白生白养了你，一番心血竟教出你这个混账！二弟，你冷静点。大哥，你别拦我，我非要教训这个白眼狼！给我住手！爹，这样的兔崽子还有必要留在这个世上吗？哼，宋家已有决定，人家也心甘情愿认别人做父母，也不是我的外孙你的外甥了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训人家？哼！你呢？是跟你大伯父大伯母？外公，我的母亲是乔云妮，这辈子都不会改，我要跟母亲走。只是在离开宋家之前，要拿到母亲的和离书，以及我们和宋瑞儿的断亲书。好孩子。哼，断亲书可以写，和离书不行，休书更不行。
哎呦，不行，那就要问问我这手里的鞭子同不同意了。别仗着你们乔家人有些手脚功夫就想欺压人啊！我们已经让大明小明去请了村长、族老和王秀才，给不给和离书啊？不由你们说了算。那我们就还在这里等了，我倒要看看这世间到底是还有没有天理了。你们要这么对待我妹子？等一下，既然要请族老，只请宋家的族老怎么行？乔家的也要请，这样结果才公正。没错，大猛小猛，你们也去请乔家的族老来。哼，请吧请吧，请多少人来都行，让你们请个够。要是理不清，再把官府请过来，我倒是要看看媳妇儿偷东西被赶出家门，还想另嫁，合不合理？都吵什么呢？哎呀，偷东西可不是小事儿啊！常言道，左防右防，江洋大盗、毛头小贼都比不过家贼难防。乔氏偷东西虽有隐情，但偷就是偷，洗不清也洗不白。赶出家门已经是轻巧，如何还能奢求太多呀？再说这种有劣迹的媳妇儿，也没有人家肯要。拿了和离书又有什么用呢？啊，倒不如不拿。若是被人欺负了，报一报宋家的名头，或许别人也会给2分面子。哼，一个母亲为了重病垂危的女儿，3番5次求婆母，却得不到允准，最后只能自己去拿吃的，还只是一个馒头。因为这个把人赶出门，宋家也不知道丢人，十里八村知道了都要戳你们的脊梁骨。是啊，先把人逼到不得不为的路，再用这样的理由把人逼向更绝望的路。为了逼走我乔家的女儿，你们宋家还真是费尽心机呀。就因为我的女儿腿瘸了，干不了活了，你们便这样嫌弃她。可她的腿分明是为了救自己的婆母才被滚落的石头压到。天地良心，你们是一丝人性也不存在了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？她作为媳妇儿，救婆母本是应该的事情。别说瘸条腿了，就算丢了性命，也是他乔氏的职责。可偷东西，却万万不该呀！哼，他几次求我是没错，可我是灵儿的亲祖母，我能让我自己孙女去死吗？只不过这丫头吧，平日有些不安分，我就想着给孩子一点教训，最后还是会给吃的。不至于把自己孙女饿死吧？这婆娘却耐不住。要我说呀，说不定她自己想偷吃呢。娘，你没事吧？梅子，别哭，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没什么好留恋的。嫂子，我没事。你们还不按手印吗？我有我的爹娘要孝顺，你们2个被赶出家门的，不要把人生寄托在我的身上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不可能。是你像狗一样抢屎抢得快，就是我不想爱了，以后指不定谁求谁呢。乔家妮儿，过去的事就当过去了，你还有个女儿呢啊！妮儿，老大，快把你妹子扶回去，快去！妮儿啊，苦了你了。还有和离书，王秀才，写吧。哼，还想笑想和离书，没门儿！我宋家家教严格，乔氏偷东西没有道德，没有妇德，是不可能给他再嫁机会的，算对乔氏的惩罚。你放屁！嘿，你凶什么凶啊？哎呀，乡亲们呐，
乔家要打人了，你们看到了吧？啊！宋家欺人太甚，这是当咱乔家没人了，怎么跟他们拼了？都冷静一点，把人打伤或者打死了会有牢狱之灾，不至于，到这一步真不至于。那就给我们乔家人一个说法，因为一个馒头把乔家女儿赶出门，还不给和离书，我们不依。没错，那你们想怎么着啊？那我们就还在这里等了。哎，你们还讹上我们了是吧？就说你们乔家人不要太过分啊！你别拦我！该怎么着啊？还要动手是吧？给我住手！来呀，你来呀！安静！你们双方的需求我都会考虑，尽可能给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。要不这样吧，不写什么和离书，写休书就好了嘛。拿着休书也能另嫁，宋家做一点让步，乔家也见好就收。不行，不行，我娘没有任何过错，要拿就拿和离书。大人们商量事情，你不要插嘴。赵叔叔，不如我和你交换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有办法抵御村里的水患。大田村几乎年年水患，能解决早就解决了。你一个小丫头能有什么办法？我知道你很想为你娘拿到一份和离书，可是也不该口出妄言，耍弄这些欺骗的招数。赵叔叔，您是理政，我一向是敬慕您的，哪里能要耍您？水患不是小事儿，我就当你是真心想要为大家排忧解难，一时言语不当，年纪又小，就不跟你追究了。我保证我能做到，如果我做不到，就收回我娘的和离书；如果我做不到，就让我被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赵叔叔，我从3年前就开始关注这件事情，为了治水患，我旁听学堂学习了一些知识，去镇子上的时候又到书馆查了相关资料，制定了一个计划。上次去赶集，我正巧遇到一个从京城公布下来的官员，就大着胆子跟他请教，把我的计划说出来，他也说可行。你说说，你要怎么治理水患？我规划好了一座稳固的桥梁，至少可以抵挡50年，最多可以抵挡200-300年。至于具体能够支撑多少年限，就要看施工队的水平了。不过全按照我的想法来，不会有多大的问题。款项方面可以请求县衙拨款，这个赵叔叔比我上道。那不如等大桥建立起来，确定能够抵抗洪水了，再给你娘和离书。大桥建立耗费的时日长，宋家这样对待我娘，不知道这一段时间会不会对我娘做出更过分的举动。因为只是赶出家门，我娘还顶着宋家媳妇儿的身份，这不公平。赵理正，有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这么多人作证，如果乔梁真不顶事儿，我们乔家愿意交出和离书。没错，我们乔家人一言九鼎，说到做到，从来没有食言的时候。是啊是啊，反正可以收回去，那就先给吧。宋家人也太不做人了，万一又起什么坏心思，到时候谁来负这个责任啊？是啊，闹了这么久了，这事儿也该结束了，让云妮儿回娘家好好休息吧。会写2个字而已，这村里头会写2个字的人可不少，难道站出来说会造桥梁，赵理正你都要气一通？和离不是小事儿，造桥梁也不是小事儿，还是先有了成效再说和离的事儿吧，这样对双方都公平。那好啊，那就设计把洪水引到宋家的田里，牺牲宋家，造福整个大田村。好啦，可以写和离书，但还要写一份证明文书。如果乔梁不中用，那就把和离书收回来，乔氏仍然还是宋家被赶出门的媳妇儿，除了宋家，任何人都不能管。哼，一个丫头能造什么桥？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，到时候翻脸不认人的。
可有一份文书在，这么多人作证，他能耍什么花招呢？到时候乔建不成，把和离书收回来，这乔氏腿脚也长差不多了，直接拿去卖。就他那个年纪和那个脸蛋儿，年轻着呢，能赚不少银子。哼！哎呀，乔云妮呀，乔云妮，你拿过我宋家和离书的女人，必须受到严重的惩罚。哼，写吧写吧，快点写，写好了各自散了，吵吵闹闹的让人心烦。娘，怎么就同意了？你给我闭嘴！哼，还有1个月，最多1个月。还有1个月到雨季，老婆子是等着1个月以后桥梁没有建好，或者被水冲垮了，到时候收回和离书，任意处置乔氏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回去了，这个地方晦气。是啊，当心沾染了霉运。小妹嫁到这里来都这么倒霉了，其他人呢可要离远一点。等等，啊，老婆子，还有啥事儿？既然是和离了，那当初给妮儿的陪嫁是不是也得都要回来呀？那3两银子的陪嫁呢？交出来！什么陪嫁呀？乔氏自己用光了，没看到？没有。笑话，我妹妹是什么样的性子我不知道，但凡她的陪嫁还留在手里，都绝不会为了莲儿能填饱肚子去拿馒头。而在以前，她是用不到陪嫁的，不会乱动，必然被你们宋家全拿走了。没错，交出来！没有的事，你们少血口喷人了啊！都拿断亲书和离书了，赶紧给我走！我们宋家和你们乔家没有关系，别赖在这里，滚！不给？行，咱们今天带来这些家伙也不能白带了，总要有发挥上用处的时候。走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哎呀，你们住手！都住手！哎，那是我的，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出去！哎，抢劫了！哎，滚开！哎呀，都住手！住手！你们是强盗吗？这是强盗干的事儿啊！哎呀，赵立正，你还管不管了你？宋家的和离是要归还陪嫁，你们宋家也不该霸着人家的东西。哎呦，这话怎么说的？那合不合理还不一定呢。这话说挺早的，这万一乔不管用的话，那还不是要不合离的吗？大不了到时候把3两银子也归还回来，不就是了？来，大家看好了啊！我就只拿这3两，没有多拿。哎呀，没天理啦！乔家抢钱呐！你们是强盗吗？你们是要遭报应的！而乔家这边，闺女啊，就剩这么一间了，好在是比较宽敞，够你们母女2个住了。好孩子，你也不要有什么想不开的。你是我乔家的血脉，身上流着乔家的血，你一辈子住在这儿都成，娘家永远是你的后盾。妹子，就算以后莲儿要嫁人，你还有哥几个的娃儿养老呢，这辈子不怕没有依靠啊！是啊，我就算嫁出去了，也会照应夏小姑的。就是啊，小姑本来就是一家人，我们不照顾，谁来照顾呢？谢谢你们。我和娘跟宋家已经没关系了，所以我决定，我要改姓乔。莲儿，你是说要跟我们姓乔？是的，娘带着我从宋家和离，和宋瑞儿写下了断亲书，我和娘又回到乔家，和大家一起生活。我为什么要顶着宋这个姓氏，住着乔家的房子，吃乔家的饭？我爹没有养过我一天，是我娘怀胎10月生下我，是她辛辛苦苦的把我拉扯长大。好，那就改了以后，
你就不再是我们乔家的外孙女儿，而是正儿八经的孙女儿了。正好赵立正就要去县城里，我去找他，跟他说明情况。等到了县衙，让他顺便给你重新落户到乔家。以后你不叫宋莲儿，就叫乔莲儿。到了傍晚，莲儿等轮完三房，又从大房轮回来，最后才到你们母女俩。好，奶奶。那该叫我什么呀？爷爷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听，就叫爷爷，也应该叫爷爷。妮儿啊，莲儿，吃饭啦。奶，让娘好好休息吧，给娘留点饭，到时候我热一热。成，你娘啊，这就是操心太过了。遇到这种事情，没个10天半个月是缓不过来的。妮儿啊，以后咱回家了，就再也不用受苦了。山上猎的差不多了，最近几次也没有打到猎。等过些天天晴点儿，去深山碰一碰运气。咱乔家人多力量大，不怕。我还偏不信了，那些狍子、野兔子、山鸡全都死光了，哼，肯定是往深山跑了。下次非要打上1、2只，给小妹和侄女打牙祭。山林危险，最多去到雷公山，再深就不能去了。要不然的话，我用棍子打花你们屁股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齐家小梁吃菌子中毒了，要死了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就算是穷的活不下去了，也不能吃那些毒菌子呀！吃土都比吃毒菌子好。哎呦，也不知道是吃了什么毒菌，有的毒菌有救，有的毒菌没救啊！这小梁，小梁，娘，你坚持住，好孩子，你坚持住。娘就你这么一个孩子，小梁。唉，没救了，准备后事吧。乔家人也是默默无言地回到院子里。都看到了吧？谁也不准打山上那些菌子的主意，就算1天死不了，过几天还得死。何以解忧，唯有君子呀。第2天起来，莲儿，我和你一起去。这各种能吃的菌子多数都有，然而这其中啊还夹杂大量有毒的菌子，和这帮可食用的混在一起，难怪乡亲们不敢吃啊。要是能吃就好了，又不能吃，还长这么多，还把小梁弟弟毒死了。哎，快找野菜吧，回去赶得上早饭。莲儿，你在做什么呀？这可是毒菌。你也看到小梁弟弟被毒死了，你还找这些菌，是不是要把全家都毒死？二堂姐，你冷静一点，你看清楚一点，这不是菌子，这是野菜的一种，一个像扫把一样，一个像鸡蛋一样，跟那些菌长得一样吗？可是每年这2样都是和毒菌一起长的。那是正好赶上这个时候，世间万物物种那么多，凑在一个季节长得太多了。比如你刚才挖的马齿苋，主要就在这个时候长，难道你要说是菌子啊？可是也没人吃这2样啊。那是因为大家都跟你一样，误认成毒菌啦。这2样东西比你找的野菜好吃多了。野菜就不找了，再逛逛山上，看有没有蕨菜什么的。不知为什么，莲儿虽比自己小个2岁，可总感觉莲儿的身上藏着一种大人的力量。这真的是毒菌了吧？正因为是毒菌，我要拿去晒干了磨成粉，撒在墙根，药老鼠。莲儿和芝芝到家的时候啊，小妹，还有好几天才轮到你们呢，现在你不用这么忙，而且你腿脚也不方便。三嫂，主要还是你忙，我给你打打下手，其他的活我做不了。
闲着也是闲着，都是庄稼人，只要有一双手能动，哪里能等着吃呢？三婶娘，我们又找到2种能吃的野菜。哎呀，这不是毒菌吗？哪里是毒菌，长得都不一样，只不过碰巧在这个季节生长出来而已。我们在山上遇到别村的人，说是能吃，这种野菜他们已经吃了几年了，只是偷偷藏着掖着，不想让别人知道。恰好被我和堂姐撞到了，只好把真相说出来。有这样的好事，谁想告诉别人呢？芝芝啊，真能吃。能吃，还很好吃呢。只是要怎么弄来吃？三婶儿，让我来吧。就这样煮了吃？先煮熟了，再切了炒。三婶儿，就按照平时炒菜那样炒一道就可以了。成，我试试。娘，要不咱再气高一点？行了吧你说你这小子吃的饭还没有老娘吃的盐多呢，气高一点，河水一冲承受不住垮掉塌下来，那会殃及更多的杨苗的。现在只能是不断的加固的结实点儿，尽量多抵挡一阵子，后面再有洪水冲进来，损失也不会太大。这是啥呀？娘，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野菜，芝芝和莲儿他们在山上碰到了外村人，说这个能吃，味道不错呢。来，都尝尝是啥味道。哎呦，脆脆的，滑滑的，还有点苦，好吃哎。是吗？嚯，是好吃啊。这种扫把野菜好像见过呀。是呢，这个季节长的，现在山上还有很多，想吃多少都有。这么好吃，怎么就没人发现呢？白白浪费地长了这么多年。乔老太下地干活前呢，见背篓中还有好几斤中午吃的那种野菜，想跟吕氏说油再少放点，省点用。可看向瘸腿的女儿，再看看孙女瘦不拉几的，真是不争气。5、6天你都没下一个蛋，养着你是白给你吃白给你喝的。跟你说，你再不下蛋，就把你宰了喝汤。莲儿将床底的盆拿出来，她心里想着，很快这个家就会有很多油盐吃了。随后呢，莲儿将门窗关得紧紧实实的。莲儿见此，把窗户门全部打开。哇，什么味道啊？好香啊，比鸡肉羊肉还要香。是啊，不知道哪家在弄好吃的，这种香味啊，还从来没有闻过呢。好香啊，怕是打的什么野味儿吧？莲儿妹妹，你闻到了吗？这是，好好吃呢。莲儿妹妹，你打哪儿弄来的？这又是什么呀？是山里头的一种东西，榨出来很香，今天上山找了一点儿。莲儿妹妹，你怎么能放这么多油啊？家里的油都不够吃了，今天中午你没有看到奶的脸色，奶都觉得油放多了。这个家这么艰难，你怎么能这么任性呢？宋家日子过得好，平时可能大方一些，可是乔家不一样，能吃一口饱饭已经是拼尽全力了。你看看家里的油盐还剩下多少，我的活儿又一时赶不齐，山上也猎不到东西，大家心焦得很。哎呀，你希儿姐，我不是故意要浪费这些油，我是要用这种好吃的东西去换油。你相信我，明天是接天，我能换很多油回来。这东西能换油？要怎么换油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希儿姐，我明白这个家的难处，不会无缘无故的去做这样一件事，我保证明天回来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那这些油还是倒回罐子吧，能填一点算一点，不然等家里人回来看到少了这么多，大家会不好受的。希儿姐，
这些油要倒在这些东西里面，这也是一个妙处。想要换油，就得投入一点油进去。反正用都用了，就当用完了吧。唉，要是不能换回油来，我可不会饶了你。就知道希儿姐最温柔最好了。没个正经，也不知羞。不羞不羞，谁叫希儿姐长得好看？好了好了，我去忙，你自己有主意，你自己来。啊，对了，晚上要怎么跟家里交代，你想好了没？希儿姐放心，我有办法，他们不会发现的。娘，莲儿，回到乔家了，你开心吗？开心。等我把我的姓氏改过来，跟娘一起姓，我更加开心。娘，我给你看过腿脚了，是能自行恢复的。等我看看有没有效果更好的一点药，希望娘能好得更快一点。你说啥？我的腿脚能自己恢复？乔家人都知道，宋家人离娘这么近，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当时娘疼得晕了过去，他们就找人来看过了，他们肯定是心里有数的。要娘的腿脚真的那么严重，30奶，他们是不会让娘动一点的。那宋家为啥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总觉得有更深的原因在。暂且就等着吧，说不定等着等着，真相就水落石出了呢。就算知道了真相，那也必然是最不堪的。娘，我会一直坚强，我相信娘也能做到。有什么，我们母女一起面对，我们的背后是整个乔家，什么都不用怕。好。快到傍晚的时候，哇，好香啊！这是什么味道啊？指不定是谁弄了好吃的呢。莲儿，够了，劈柴让你叔叔哥哥们来，他们力气大，一小会儿就能劈一大堆。好。明天就上雷公山，老三媳妇和小猛在家做饭，妮儿、希儿和莲儿也待在家，其他人男男女女的都进山去。夜渐深，乔莲儿躺在床上，打开自己的空间农场。莲儿将白菜种下，第二天一大早起来，这上山可不能没力气，遇到野兽咋办？家里就剩下10个铜板，要是打不到猎的话，就等着希儿的手活赶出来，下个节天拿去卖，能买一点油盐。莲儿妹妹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山上找点野菜去街上卖，今天不是接天吗？傻莲儿，山上都是野菜，街上就有好多卖野菜的，野菜可不好卖。能换到1-2个铜板也好，碰碰运气吧，我找最鲜最嫩的。等看到清水镇的时候啊，莲儿有些意外了。真想直接扑上去。不急不急，马上就有钱用了。好香呀，简直就是人间最好的美味。姐姐，你在吃什么呀？两个孩子一吃，当即眼珠子瞪大了。姐姐，我还要。再要就要花钱买了，把你们的爹娘喊出来。娘，有好吃的，我们要吃好吃的。天天净想着吃，我看你们2个是饿老鬼投胎。卖吃的人在哪里？娘，就是这个姐姐。小姑娘，你有什么好吃的？夫人，我这拿的是山中珍品，比排骨和鸡肉还要香。刚才小公子和小小姐已经尝过了，夫人也来尝一尝吧。你这东西没问题。夫人，我的家在10里之外的大田村乔家，如果有问题，夫人可以直接让人去找我的家人，我们一家子10几口人呢。夫人尝尝就知道了。这白吃你的多不好意思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把这罐子里的全买下来。多少钱？你开个价。1两。
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2两。只是我家里人口多，这一罐子怕是只够1顿。小丫头，这东西还有吗？你什么时候再来卖？其实都是很多的，只是这种东西制作不易。要怎么制作？就是要用大量的油炸出来，而且炸好之后要用油浸着，放的时间长一点不会变质。我家里没有油，实在是供应不上。要是有油，下一次直接给夫人送5斤来，这罐子里才1斤呢。原来你是在担心这个问题啊！油是小事，我提供给你，你只管炸出来，拿到我这里卖。喏，这里面大概有20斤的油，等到用完了，你再跟我说一声。得赶紧回家去，万一有人惦记自己背篓东西，那咋办呢？爹，真好吃，谢谢你给我买，我还从来没有吃过呢。那你以后长大了要孝顺谁呀？当然是爹和娘啦，我的眼里只有爹和娘。莲儿姐，莲儿姐，你也来上街啊？你挡到我的路了，能离我远一点吗？哎呀，莲儿姐，你在生我的气。我也只是想要一口饱饭吃而已，乔家连粮食都没有啊。我没有怪你，我只是在做对你有利的选择，活着要紧。只是从此以后我们就是2家人了，断亲书也签了，你还是少接近我，免得让你的新爹新娘看到了，心里面多想。姐，我其实是把你当我姐的，我是不想给你和娘添负担，也不想给乔家人带来麻烦，所以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。姐，你别跟我计较。我不计较，你别叫我姐，断亲书不是胡闹。哎，莲儿姐，你这背篓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你都快要走不动路了，要不我帮你拎一包？就是一些木墩子，拿回去打板凳的。七爷爷，我快要走不动路了，能不能搭你的牛车？莲儿啊，看你累得满头是汗，来，快上来吧。哼，不中用。爹，乔家人那么穷，怎么买得起一大块肉啊？他们就算是买肉，也买的是肥肉，一边吃肉一边熬油。嘿，你难道忘记了前天乔家人抢走了3两银子？一下子那么多张嘴，去几次街上就没了，还得意还显摆，看他们得意到什么时候。莲儿啊，可千万不能吃山上的毒菌呐。爷爷，毒菌不吃。爷爷奶，你们咋都回来了？怎么了，爷爷奶？谁知道雷公山上会有瘴气呀？在一处密林看到一头野狍子，你大伯二伯还有大用都追过去，结果他们接二连三都倒下了。什么？当时大家赶紧都闭了气，用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都拖出来，抬到家里，又请了郎中来喂了药，这才慢慢缓了过来。现在这脑子都有点不清楚呢，他们差点就……他们几个是没有危险了，但是以后雷公山也不敢去，近处的山又几乎都裂光了。哎，咱们乔家人该怎么活呀？爷爷奶，我有事情要跟你们说。哎，孩子，啥事儿哟？等进堂屋去。莲儿，你咋说？莲儿，这些东西你都是打哪儿弄来的？这是你去偷的。莲儿，咱们家就是再穷，也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啊。爷奶，这些东西不是偷的，也不是抢的，而是我买的，换来的。随后他把整件事情经过完整的细说了一遍。你去榨干了卖的东西是啥呀？是一种没有毒的菌子。完了，你这是给人家吃毒菌了。等人家有了问题，族人就会找上门来，那可是大户人家，身边背后有的是人。
一定会把咱们家里人全部都抓去问罪，到时候一个都活不了啊！莲儿啊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下面齐小良吃了毒菌吐了之后，看起来好像是好了，可是过了1天又发作了。现在那户人家还好，但是最多不超过3天他们就会发作的。那到时候咱们一大家子就彻底完了。完了，这下子全完了。爷奶，你们不要怕，那种菌子我2、3年前就吃过了，一直好好的，没有事。啥？你说你2、3年前就吃过了？是的，当时我太饿了，就找了一种看起来没有毒的菌子，在山上生火烤了吃，味道居然很香，比肉还要好吃。当时没有让大家知道，是怕爷奶不相信我，怪我乱吃。可家里实在没有油了，也没有支配的银两，我就想到把那种鸡枞菌拿去换油换钱。那你确定找给那户人家的菌子一定都是你吃的那一种吗？啊，山上很多菌子看起来相似，一不小心就会踩到毒菌。现在那一户大户人家等着要更多的鸡枞菌，趁着村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我们尽可能找更多的鸡枞菌，然后榨干了送到镇子上的大户人家卖掉。好，现在这么多人回家了，正好到山上去捡。哎，对了，这种东西只能榨干了吃吗？可以做汤，可鲜美了，跟鸡汤一样，也可以炒着吃，又是一种不同的味道，又脆又香又滑。走，还等啥？这就上山去。哎，老头子，你先别这么着急呀，先跟大家说清楚这事儿。成，我把大家都喊进来，这件事情得偷摸着来，不要让别人知道。莲儿，你真是家里的小福宝啊！你给乔家带来了福音，乔家上下都得感谢你。奶奶，我是乔家人，这是我的一份责任，我不要大家的感激，我只要大家能够好好过日子。都进来吧，等到我说完你们再开口，在我说的时候谁也不要插嘴。好了，有什么要说的现在可以说了。爷爷，现在我们可以上山了吗？还不把背篓和竹筐备好，再弄些用来遮挡的布，悄悄的，别给别人看见。云妮，你生了一个好女儿，你拄着拐杖呢，也别忙来忙去了。莲儿是家里的大功臣，你这个做娘的就好好休息着。我是挺意外的，竟不知道这个孩子竟有这些主见和打算。有啥想不通的？现在这么聪明的孩子，小时候一定也聪明。只是以前在宋家，莲儿觉得宋家做人不地道，所以不想把这些心思拿出来，以免便宜了宋家。等看见乔家人再度上山去。咋，乔大伯乔大娘，你们还要上山去打猎啊？哎，去碰碰运气，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。哎呀，我今天赶集回来，看到宋莲儿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背篓，里边不知道有多少好东西呢。你们还得要上山去找吃的，难道他一个人吃独食啊？是乔莲儿，我已经给我孙女改姓了，别在她的名字前冠上你们宋家的宋字，晦气。这啥？大哥，宋莲这个死丫头改姓乔了？死丫头，改姓是不是你的主意？你这样做对得起宋家的养育？哎呦，你们也太猖狂了！不但给宋莲改了姓，还动手打宋家人，谁让你们这样无法无天的？打的就是你们这帮宋家的狗。等到村长回来，我们就找村长说理去。宋家的人可不是那么好偷的。那你就去说吧，啊，改姓
就是赵立正拿着户籍证明去县衙里改的，已经盖了印，你们再不甘心也变不回来。你们乔家就这么自信，大乔方案能行得通？要是抵挡不了洪水，乔允妮还是宋家的媳妇儿，和离书要归还。那是和离书，莲儿已经跟乔家姓了，到时候仍然还是乔家的孙女，不会跟谁走的。等到大了，乔家会给她张罗亲事。你们宋家就做梦去吧。眼前出现一道比较宽的沟。莲儿不要着急，我来帮你。这里没有，再找找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大家快来看！大家看清楚，这就是鸡枞菌，这是黑的，另有白的，以及还有小朵小朵的鸡枞花。伞盖的形状是这样的，杆可以撕成条缕，比较绵。然后味道大家闻一下，和其他的菌子不同，鸡枞还没有下锅就有香味，别的菌子几乎都没有。这座山上就有这么多呀，那还有其他的山头没找呢。是啊，娘，所以我们要严守住这个秘密。家家户户都是砖石瓦房，唯独我们家是泥墙茅草房。把这些山头上的鸡枞都找去卖，说不定可以盖一个宽敞的砖石瓦房呢。你们一个个的嘴巴给我闭严实点啊！不是我们乔家吝啬，而是家家户户都不缺吃的，房子也都盖起来了。村里最匮乏的就是咱们乔家了，每年水灾受灾最严重的也是咱们乔家。我们指望着上山打猎，那多少次遇到豺狼虎豹、老虎棕熊啥的，差点丧命呢。多少次白白在山里打转，精疲力尽的没收获。遇到这样的机会，都给我把握住了。这个福分呐，可不是老天赐的，那是咱们乔家多了个小福宝。哎呦，你们去山上这是捡了什么来呀？这么神秘啊！就一些野菜，盖着怕蔫巴了。进了院子，用来做汤，味道可鲜美了。成，做来尝尝，让大家图个鲜。好吃啊，真的比鸡肉还好吃。是啊，这么美味的东西，我们居然现在才知道。要是早一点知道，家里就不会这么穷了。天哪，香死人了，好吃的要哭。在山上长这么多年没人捡，简直辜负这样的美味，真好吃。吃好了，乔家又开始炸菌子。吕氏往锅里搁了一勺油，准备下菌子。32不够，这样的话就要分多次炸，要炸很久。多下点油，炸2次就可以了。那要下多少？莲儿接过吕氏手中的勺，那是一勺接一勺啊，毫不吝啬往锅里放油。乔家人睁大了眼睛，那是心疼啊。前面还吃不起油呢，如今这样铺张使用，他们只觉呼吸不顺畅了。莲儿，要不然还是少放一点吧。那不怕，炸过菌子的油用来炒菜很香，又不是会浪费。而且炸好的鸡枞放在罐子里，要用油浸着，这样才能保存得久。这油是人家给我们炸菌的，我们能留下大部分吃已经很好了，得给人家把事情办好。我不懂，你心里有数就行啊，那就怎么方便怎么来。大家尝尝。真香。叶子软香，杆儿有劲道。不吃了，莲儿，剩下的都拿去卖吧。山上都是这些东西，以后想吃多少没有啊。如此，他们待着也安心了。他甚至怀疑，这个女儿是来拯救自己的。娘，这是我在镇上给你买的膏药，3天之后你也好的差不多了，我能挣银子啦。娘就好好养着，不要再劳筋动骨，不然就浪费了这药。
这膏药是多少钱一天啊？一共花去了600文钱，老板抹去了10文。啥？这么贵？哎，不行，明天你赶紧送回去，跟老板退了。家里这个情况，我一贴膏药就要200文钱，要怎么面对乔家人啊？娘，你相信我，我能给这个家挣很多很多的钱。娘的腿脚赶快好起来，才能让乔家人放心。而且这件事情我已经和奶说过了，奶说如果用完3贴不好，再给你买。可是，奶是娘的母亲，不是娘的婆婆。奶，莲儿，你还没睡呢。奶，这个家是你管钱，你收好。哎呀，这个，奶你就拿好吧，家里人人挣钱，人人有份儿。这些银钱是做一大家子的开支，以后大家都要上山，都要付出劳动，一起维持起这个家。莲儿啊，你说你还这么小，这一家子没几个中用的，就指望你的脑子呢，奶于心不安呐。乔家人个个中用，能下地能上山，只是缺一个发财的机会而已。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。奶，我今天走在路上，有人看我背着一个背篓，差点来抢我的东西，还好我搭上了齐爷爷的车。有这回事儿？谁要抢咱家东西呀？就路上的小混混吧，也不知道是谁，反正是摆脱了。不过奶，我年纪小，手上拿着东西是一定会招人惦记的，所以让奶管钱，我放心。莲儿啊，以后上街去外头不能再一个人去了，必须得家里有人陪着你。好。第二天，哎，大成，你背莲儿。好。嘿嘿，莲儿妹妹，你快上来，你这么瘦，我背你跑都行，快上来。大成哥，我还是跟得上你们的，不会拖累你们。大成哥，你还是把我放下来吧，我已经长大了，让镇上的人看到，那还不得笑我呀？莲儿还这么小，就这么要面子了？这谁不要面子呀？到了韩家门口，韩夫人在吗？夫人有事忙着呢，现在没时间见人。去。哎呦，我的儿啊！你从昨晚就昏迷到了现在，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！莲儿，我们快跑吧，出人命了！韩家人吃毒菌子毒发了。哎，不能跑，怕是不能跑。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家卖菌子才发生的，我们要负起责任啊！就算是死，也得要负责的。大哥，要不我去顶罪吧？你能干，莲儿聪明，年纪还小，你们都回吧，我来顶罪。不行，我是大哥，是家里最年长的，让你顶罪像什么话呀？要顶也是我来顶，这才像一个做兄长的样子。不用，我留下，你们快走。我不相信韩家人昏迷是因为吃了我的菌子。莲儿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就不要抱有幻想了。昏迷的下一步就是死啊！不对，我们不用偿命了，因为我们全家都要死了，我们全家都吃了寄送菌。是啊，我们都活不成了，回去吧，回去也是等死，也不怕乔家人找上我们，反正都得死。我说不会死就不会死。莲儿妹妹，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实，不接受也没办法。莲儿，这辈子大哥救不了你，下辈子大哥一定好好保护你。你到山上找到第一朵鸡枞菌的时候，我就阻止你，不再让你犯这么大的错误，都怪我。韩夫人，我是乔莲儿，我来卖昨天的那种东西啦。莲儿，你疯了！这么多的菌子，你是要毒死更多韩家人啊？嘘，
等一下你们两个都不要说话，君子这2个字不要提。不一会儿，韩夫人匆忙从里面出来。韩夫人，这是我的大堂哥和二堂哥。这得有多少斤啊？10斤出头一点，算10斤吧。那真好，一顿吃2斤，可以吃5天。昨天那1斤上桌啊，家里都赞不绝口，今天起来就念念不忘的，就问这乔姑娘什么时候再来卖呢？对了，韩夫人，我看到里面忙来忙去的，又听说有人晕了过去，是出了什么事儿吗？是我家老爷，他出门做生意，舟车劳顿，引得心急复发晕过去，现在郎中在救治呢。那韩老爷可知道了这些东西？吃好饭老爷才回来，说不定今天尝到这样的美味，心情就好了呢。你们俩没事吧？夫人，没事没事，我们都好着呢。今天这价格，乔姑娘怎么算啊？10斤，1斤1两，韩夫人出了油，那就少500文吧。韩夫人还是给了10两银子。谢谢韩夫人。啊，对了，这种东西叫什么呀？叫鸡枞呢，鸡鸭的鸡，宗羊的宗。倒是个奇怪的名字，但是味道好吃就行了。韩夫人，那我们5天后再来吗？3天后来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回去啦。路上走慢一些。啊，乔姑娘，你们等一下。韩夫人还有什么事吗？鸡枞可以存放多久？只要保证油完全进的，存个2年没问题，但1年之内最好，超过1年可能口感会有一些损失。油本来就是可以防腐保鲜的。那这种鸡枞你们还能卖多久？半个月应该是能保证的，长一点的话1个来月吧，或多或少不一定。好，那不用等3天了，你们有多少都送来我这里，我都收下。既然如此，需要用到的油就多了，你们再背20斤回去。韩夫人，我们有钱买油了呢。你们家里应该有不少东西需要添置，就不要把钱浪费在这上面了。我家里的油吃不完，不用跟我客气。这鸡枞啊，用处大着呢。多谢韩夫人，韩夫人是大善人，一定会有大福报。回去吧。回的路上，今儿不是街天啊，你们咋又上街去了？还背了东西回来，这买的啥呀？我说，不会是去捡垃圾了吧？是啊，你倒是提醒我了。乔家人穷的都要揭不开锅了，山上又打不到猎，难道真的是去乞讨捡垃圾了？哎呀，可怜啊！家里个个长手长脚的，却不能发家致富。有的人家命就是不好，再努力也无济于事啊。是啊，刘二伯，我们家是穷的没办法了，你能不能借我们1两2两的，就当是行善积德了。我就算借，你们也未必还得起呀。哦，那就不借了，算我行善积德吧。大哥二哥，咱们家现在才开始赚钱，要低调些，要让村里人知道了，山上咱们就没得赚了。没错哥，财不外露，外露漏财。早上才过去小办。小猛他们回来过？哦，我哥回来一趟，说他找的这部分用来煮汤给大家吃。我可心疼呢，想着还是榨干了用来换钱更好。三婶，咱们卖也要卖，吃也要吃，钱要挣，口福要享，挣钱不就是用来满足肚子的吗？再说这世上很少有东西比我这鸡枞菌更好吃啦。也是，活着就是吃和穿，住和用。莲儿妹妹，想不到这个东西会帮咱们发财呢。他声音并不是很高，但宋瑞儿天生耳力好，换做别人是听不见的，他却听一大概。我也后悔呢，早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的，不然的话，乔家早就该起一个宽敞的大院子了。
那啥，下午不下地了，全家上山找军，老三媳妇小猛也一起去，回来再做饭吃。近处啊，还有好些个山头没有逛呢。鸡枞生得多的地方，大家都记一记，明年在同样的位置还会长。是真的吗，莲儿？因为是长在白蚁窝上的，只要窝还在，就还会长。乔莲儿留下来照看乔云妮，贴上膏药，感觉好了不少，好像灵活一点了，不那么麻，也不那么疼了。是啊，娘，身上有病痛，哪里能不用好药呢？乔莲儿的第六感突然间袭来，眼角的余光往后边的围墙一瞥，飞快判断出来是宋瑞儿的头啊！原来是这小兔崽子呀！娘，待会儿我说什么，娘都不要说话。哎，好。早上找了60斤，下午起码也有40斤，100斤拿去卖，30两银子妥妥的呀！安宁巷的大户人家就等着咱们家拿鸡枞菌去卖呢，买了的都说好吃。什么？找了100斤能挣30两银子？宋家还以为有100两银子的存续都了不起呢。我那白眼狼弟弟也因为那100两留在了宋家，等他看到咱们发财了，不后悔的要死。也真是傻子，这满山遍野的好菌子不知道去捡，还以为是毒菌。这些大朵大朵的菌子比昨天找的更好，那些大户人家不知道看了有多高兴呢。莲儿，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呢？就我那个没良心的弟弟在后院墙上偷窥我们，估计等到明天宋家也要上山找军了吧。宋家又不是没有钱，咱们家里还住着茅草房呢。谁会嫌钱少呢？都是希望越多越好。现在宋瑞儿又是宋家人，哪里会顾及母子和姐弟情分？莲儿，这么说来，我们家找菌子的事情被人发现了，很快就没有赚的了。宋家人挣不了这个钱。怎么说？咱们的菌子是经过了专门处理，韩家人才不知道是山上的菌子，他们就这样拿去卖。娘觉得主人家会怎么想？那真是可惜了那些鸡枞了。你这兔崽子，你把这毒东西拿到我面前做什么？你想要毒死我吗？我就知道不是亲生的不亲，收留你才2天时间，你就想着把我和你爹毒死。我要是生得出儿子，我会要你这个贱人生出的祸吗？娘，你听我说呀，我不是要毒你，我是为了你好啊。你还嘴硬，为我好，你看我不好好教训你。娘，乔家人已经找了很多这种菌子，已经换了不少银子回来。你说啥？宋瑞儿赶紧把前后后说了个仔细。你是说乔家人拿这种菌子去换银子，而且还换到了，卖给了安宁巷的大户人家？他们这2天全家上山，就是为了找这种菌子？是啊，娘，这个来钱太快了。乔莲儿还笑咱们家存的100多两不够多呢，说是马上就能够赶上了。谁不知道山上的毒菌不能吃啊？那些大户人家哪会这么傻呀？谁会愿意花高价钱买下这些菌子？他们不怕死啊？听起来是奇怪啊，可是事实就是这样。娘，你要是不相信，明天就能看到乔家人背着背篓去镇上卖这种菌子呢。好，明天我非要好好看看，要是你有一个字敢骗我，我扒了你的皮。到了傍晚的时候，等明天呢，去远一点的山头找。没错，奶，就让咱们乔家人把这附近山头的鸡枞全都一网打尽。哎，莲儿啊，家里吃的5斤已经捡出来了。大伯母，这里面的不要动，我有用处。莲儿，今天早上你那2个废物哥哥是不是吓着你了？奶奶已经惩罚他们了，你看他们俩耳朵根儿到现在还红着呢，那是被我揪的。再有下一次，我就用棍子收拾他们。奶，没事的，
在大家的认知里，山上的菌子本来就有毒，正好韩家又出事了，他们被吓到也是再正常不过。2个哥哥还说要给我顶罪呢，他们都要被吓死了，还有这样的勇气。哥哥们对我很好的。好丫头，你能这么想真好。他们呢，他是冲动鲁莽了一点儿，但是心眼不坏的。人家既然又给了20斤油，我们也要厚道一点儿，就少要点儿。明天呢，还是你们3个去镇子上，我们继续上山头找姬宗。莲儿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乔莲儿对俩人低语，说明情况。小兔崽子，小姑真是白生养他了，小年纪心眼歪成这个样子，长大也是个祸害。跟和亲娘亲姐断绝关系比起来，偷窥下院子又算什么呢？莲儿，要不然我把你扛在肩头上吧。大哥，还是算了吧，要是被人看到，我不知道要被吓到什么时候呢。你们走慢一点就是啦，山上的姬宗军都是咱们家的，不着急。这有啥呀？我们是你兄长，谁敢多说一句，我打烂他嘴巴。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。反正你们要扛我背我啥的，下次我就不要你们跟着去镇子上了。果然如此啊，没想到这种随处可见的东西居然可以换来银子。这狗屎运居然被乔家人给捡到了。爹，我们也全家出动，找几个背篓去街上卖，这桩好事不能乔家人独享啊。嘿，那是当然，穷破落户想吃独食，怎么可能啊？走，回去。很快的，宋家人纷纷出动。哎呦，你们在找什么呀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这座山是你家开的吗？你就问。哎呦，别装了，知道你们有了赚钱的门路，不想让别人知道而已。这些山头是属于大家的，你们想吃独食，也未免太自私了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，别挡在我们的前头去，不然就别怪我的拳头不客气。乔老大，你拳头再硬，也不能阻止别人找山上菌子吧？又不是你家的。你们找的不就是这种东西吗？就你们找得到，别人找不到；就你们能找，别人不能找。你们能找你们的呀，还专门来我们面前说这个做什么呀？哟，显着你们了是吧？大路朝天，各走各边儿。只是要告诉你们一声，别在心里面偷摸着得意。这钱呀，你们能赚，我们也有的赚。哦，随便你们。你们赚不赚钱，我们才不关心呢。都被乔家人给找光了，咱们家打哪儿去找啊？嘿，跟着他们就是了。对，只有乔家人知道哪些地方找过了，哪些地方没有找过，跟着他们，说不定他们现在心里面嘲笑咱们傻呢。哎，这一窝菌子我们也看到了啊！哎，没错，我们也看着了，见者有份。山头不是个人私有的。难道没人教你们吗？山上的东西谁看到的就是谁的，要不岂不是乱了套了？想抢？看老娘的鞭子大不大呀！哎，反正我们看到了啊，我们宋家人多，眼睛也多呀。那你们至少分个80%出来。仙儿，你背着背篓往后跑，后头那一座山有2房的人在。不，我不走。你们对付大的，我对付小的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女儿，那咱们3个一起收拾这些王八蛋。哎呦，哎呦我呀，哎呦，这口气迟早要出回来，我到时候把乔家人的眼睛都打瞎，都打瞎掉，我就，哎呦，他娘的，乔莲儿改姓的事儿还没有跟乔家人算账呢，他们还敢伤神，咋不上天去？接近傍晚，哎呦，今天收获并不大，我们3房在一处，逛了好些个山头才找到这么一点儿，远山是不如近山长得多呀。才10斤出头，怕是大房3房找到的也不多。
三婶儿，有就不错了，等下了雨还会陆陆续续再生，每天多一点少一点，只要尽力了就好。三婶儿，今天宋家人也上山了吗？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们家找了那种菌子能卖钱，全家上阵，正好碰上你大伯他们一家3口要跟你大伯他们抢菌子，结果被你大伯他们3个打得落花流水。啥？3个打10个，还打赢了？是啊，小姑，宋老大和宋老二一人一只眼睛，还被打瞎了呢。宋老大、宋大明、宋小明一起去镇上卖菌子。小猛哥，我们去镇子上吧。啊？去镇上干啥呀？等一会儿要吃饭了。咱们去捡菌子。啥？镇子上哪来的菌子啊？菌子山上才有呢。跟着我去就知道了，保证满载而归。好，我去。娘，我们去捡菌子。现在都傍晚了，你们爷奶他们就要回来了，明天再去。三婶儿，我们不是去山上，很快就回来。咱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不要让宋家人发现。莲儿妹妹，我们做什么要这样神神秘秘的？有大路不走，搞得像偷鸡摸狗一样。嘘，小声一点。你看到他们背的背篓了吗？啊，看到了。那是什么呀？就是他们上山找的鸡枞菌。可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们的菌子没有像我们一样处理是卖不出去的，到时候我们捡现成的就可以了。他们挑了一户看起来很有钱的，不对，最有钱的人家，也就是韩家。有人在吗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我来卖你们最喜欢的菌子了。你们是何居心？是什么居心？我们是来卖菌子，你们不是最喜欢这种菌子吗？你这就是承认了，想要毒死韩家人，哪里来的乡民呢？好大的胆子！谁指使你们这样做的？这哪里是毒菌呢？你们看清楚一点，这就是乔家人来卖的菌子呀，他们来卖都没有问题，怎么我们来卖就要喊打喊杀的呀？哼，胡说八道！乔家人根本就没有来卖过什么菌子，人家卖的是好东西，而你们却拿毒菌来卖，真是心肠狠毒啊！表面上捡菌子，实际是卖别的，误导他们。见管家这副反应不像是假的，他们是被乔家人耍了。哎呦，那是我们弄错了，对不住，实在是对不住，我们这就回去捡你们需要的那种东西，对不住了。是啊，我们眼睛花了，以为乔家人找的是这种东西，我们这就回去跟他们讨教。对父子3人拳打脚踢的，狠狠教训一顿。这一次先饶过你们的狗命，下次再敢把毒菌背到韩家门口，就把你们扔到乱葬岗去喂狼去。呸！祸害人的东西，差点害我们爷仨丢了性命。哎呀，好了，拿这些狗都不吃的东西泄气有什么用啊？银子没赚到，还挨了打，这肚子又饿。走，回家吃饭去。我们被耍弄、被打，都是因为乔家人的缘故。好好记着这一次，总要加倍的还回去。莲儿妹妹，原来这就是你说的捡菌子呀！咱们真是一点都不费力气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就是，我会让你白来吗？太阳已经落山了。哎呦，家里都摆饭了，还不见你们回去，奶让我们出来找你们。是啊，希儿，都这么晚了，你们去镇上干嘛？哎，背篓背的什么东西啊？我这里面也是。这些是你们去镇子上？大哥，这些鸡枞都是宋家人送给我们的。啊？之后，小猛将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讲出来。难怪刚才我瞧见宋家几个人一个个头破血流的，真是活该。饭菜早已做好了，都开始凉了。哎呀，我去看看。哎呦，你们可算是回来了，
再有啥事儿，以后这么晚了也不许出门了。奶，这一次要是我们不出去，那得少了多少好处啊！乔家人惊讶极了，这从哪儿搞的呀？这下轮到大用将事情经过讲了一遍。我今天就想着他们也上山找君子了，可是他们不会处理呀，到时候要咋卖呀？啊？是啊，亏得莲儿聪明，要不然咱们也得跟宋家人一样，大户人家打手多，咱们可不是对手。啊，都到齐了啊，吃饭吧。中午没有吃饭，大家肚子都饿瘪了。嘿嘿嘿。乔莲把今儿卖的钱呢交给老太太。这个家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银子呢。都去屋里头看一眼吧。宋老大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宋瑞儿打了一顿。你还好意思哭？你不是说乔家都在卖这种君子吗？还赚了大把大把的银子，你把宋家全家都害了，你真是个害人精。娘，我没有骗你们，他们真的在卖这种君子，我和爹还在路上看见了呢。他娘的，乔家人在故意耍我们呢！就因为我们把乔云妮赶出家门，他们就怀恨在心，故弄玄虚。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到镇子上去卖君子，他们每天到山上虚晃，就是为了欺骗我们，让我们入局。现在他们目的达到了。是啊，这世上哪有那么轻松的赚钱法子？真要那么简单的话，我们这100两也不用攒那么久。乔家人是穷太久，得了失心疯了，竟然做起了白日梦。原以为乔家人穷是穷，但至少还有一点气性，现在看来又是骗子又是傻子，完全都不中用了。这样的人家就等着断代绝户吧。而乔家这边就山上捡现成的，不仅拿去卖，咱们家里人也要饱饱口福啊。这2斤就留着桌上吃。今年的房子应该能盖起来了，希儿的亲事也可以跟沈家提一提了。奶，不急呢，我多在家2年陪你们，我舍不得你们。奶，到了100两，咱们家是不是要盖院子啦？唉，起码呀也要到200两。咱们家扩一下院子，多盖1间房，毕竟人口多着呢。你们女儿家成亲了，以后回娘家也有自己的房间。对，就是这样做。100两盖的只够孙子住，孙女的呢？啊，咱们老乔家一视同仁，等攒到200两再盖新房，青砖黑瓦的，间间敞亮。吃过了饭，娘，希儿姐已经15岁了，沈家一直没有来说婚约的事情，会不会反悔啊？沈家人什么都没说，他们不说，咱们家就不说，免得有啥不好听的传到人家耳朵里去，到时候生出不愉快来。耳边传过来落地的动静，隐约有脚步声从厨房传了过来。哼，前面爬墙头，今天直接翻进来了呀！宋瑞儿，就说你有那么见不得人吗？要这样偷偷摸摸的？这是我的外公外婆家，我回来看看怎么了？连厨房都不能进了吗？姐儿，你也太无情了吧！哎呀，你的脸怎么了？难道是偷鸡摸狗被人打了吗？离了娘亲，你的新爹新娘没有教导好你做人的道理。姐儿，你也太过分了！你既然知道我爬墙，为什么还要拿那种毒菌在我的面前晃，让大伯和2个哥哥挨了打呢？那你为什么要爬墙？你有事不知道光明正大的走大门，我洗君子还要经过你的同意？是你让我到山上找那种君子的吗？哼，反正你就是存心耍弄我了，你就是在故意捉弄宋家。看我被打成这个样子，你很高兴很得意是吧？我逼你了吗？我有教你怎么做吗？你乱偷乱学，自以为聪明，害了自己，怪得了谁？没错，你被打成这个样子，我很高兴。对于我来说，还打得不够惨呢。瑞儿，你就好好跟着宋家过日子吧，不要再有别的想法了。
挣钱的事情让他们想办法。你年纪还小。乔氏，你来了正好。乔莲儿耍弄我，欺骗我，她是你的女儿，你不该给我一个公道吗？你要什么公道啊？你们告诉我，这些油罐子里的渣子是怎么来的？你们是不是拿这个到镇上去卖了？是去哪里寻到的这种东西啊？就山头上随处可见的木渣子，你喜欢去找来放在油里面泡一下不就是了？再拿去卖，看一下有没有人会买。我不信真的是木渣子，镇子上的有钱人家收去做什么呀？谁会吃木渣子呀？谁告诉你木渣子是用来吃的？可能有别的用途呢，你自己回去好好琢磨吧，别偷鸡摸狗的爬墙头了。哦，不会是你们坑蒙拐骗去坑钱的吧？是又怎么样？能骗到钱是我们的本事。乔氏，你问我要什么公道，我就想你把挣钱的法子给吐出来。我姐对我这个弟弟不仁不义，你对我这个儿子难道还没有一点母子之情吗？宋瑞儿，那么你对我有母子之情吗？我怀胎10月生下你，含辛茹苦地拉扯你长大，如今你却连一声母亲都不想叫我，还对我颐指气使。我已经离开宋家，不再是你们宋家的人。你姐姐也和你签下了断亲书了，我们如今是2家人，你就不要再来扰我们了，我们也不会去烦你。乔氏，你睁大了眼睛看看，我可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这样做还比不上那些猪狗牛羊的呢。滚！乔氏，你没有心。娘，有我，咱们不管宋家人的事，不关心宋家的人。是啊，莲儿，有你，娘亲就很满意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弟弟发现了那些军渣子，会不会把咱们家炸菌子的事情泄露出去啊？不会的，颜色形状完全变了，就算宋瑞儿看到了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，所以他才会急于问这件事。回到宋家，看你这副德行，是什么收获都没有了，脸又肿了，咋了？爬墙被抓住了？母亲，是因为我发现了乔家的秘密。秘密？啥秘密？你说。大伯他们去镇子上，不是看到乔家人从背篓里面搬出罐子来吗？韩家人把罐子里面的东西取走，再把罐子还给他们。我刚刚溜进乔家，在那些罐子里面发现了一种木渣子，黑褐色的，他们真是拿了这种东西去换了许多的银子。我就问乔氏母女，这种渣子是什么东西？虽然现在乔家和宋家已经不算是亲家了，但我和他们还连着点血缘关系，希望他们能够为我考虑，有钱大家一起挣。可是哪里想到他们那般的小气，把我给打了一顿。木渣子？那是什么样的木渣子？你有拿回来一些吗？母亲你看，就是这个。这是吃的还是干什么用的？这就不知道了，他们几次去卖，应该就是卖这种东西。不就是这种颜色的木渣子吗？乔家人能卖，我们就不能卖了？母亲，这只怕行不通啊！前面大伯和2个堂哥都被韩家下人打了，要是被发现的话，可能会打得更加严重。哼，不怕，快速交易，快速走人，让他们连影子都找不着。傍晚的时候，哎呀，走了老远的路，收获一般，也就40多斤。山上长的东西看天意，就算每天只卖1、2两，也比做其他事情强太多呀。我们莲儿说的在理。而宋家那一头，拿油泡木渣子这种事情谁不会做呀？坑蒙拐骗的，居然换了那么多银子。乔家人做的，我们宋家人就做不得？切！
等到拿去卖的时候，我们就说是跟乔家人进的货。乔家人好几次都去和韩家人做这个买卖，他们之间有信任。哎，大花这个想法好，我们就跟韩家人说是跟乔家拿的货，还得晚上去，这摸黑儿，韩家人看不清。你们这大晚上的削木渣子做什么呀？呀，滚！关你什么事啊？真是的，看到别人要挣钱眼红了，还想探个究竟啊！我呸！是宋家人想钱想疯了还差不多，把木渣子当宝贝。宋家人都疯了，脑子都不太正常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找了山上的毒军去镇子上卖，被痛打了一顿，现在又说木渣子能挣钱。还有这回事啊？打得好，这一家子脑袋都坏了，这是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王家母狗和山上的狼下了一窝崽子，我想着咱们家呀，还是得有一只狗看家护院的，就把这只最好看也最凶的抱了回来。爷爷奶奶，你们觉得中吧？不中的话，我再抱回去。长大了个头大，口齿又锋利，可以养着。王家要多少钱？王家说了，随便意思意思就行，给个8文10文的就行了。不过我没有带钱，这会儿就给王家送去。人家这么好的狗崽子，你给个10文8文的，倒是显得咱们小气，想占人家便宜。我看呐，这条狗崽子值个300文钱，你拿300文去吧。奶，这也太多了吧？值多少就给多少，记住了，乡里邻里的便宜，身边人的便宜，不要想着去占1分1毫，每占1分呐，那都是消耗，日后不好相见。有时候主动多给一点都没关系。对了，莲儿妹妹，你就给小狗取个名字呗。狗来福，希望我们乔家顺顺当当，就叫做大顺吧。大顺，这个名字好听，叫起来也顺口。这卖君子一事啊，还是莲儿和大成大用3个人去。你们要做什么？别误会，不是找你们干架的。干架又怎么样？还怕了你们不成？你们4个都未必是我们2个的对手。你说这些打打杀杀的做什么呀？我们在这里等你们，是想跟你们买东西做买卖呢。买啥？啊，那你们背篓里的，卖我们几斤？不卖给你们，我们的东西镇上有人订了，1斤1两哦。啥？1斤1两？你们怎么不去偷不去抢呢？哼，笑话！我们到镇上去卖，就是1斤1两，爱信不信。出不起这个钱，就滚远点儿。哎呀，我们2家是啥关系啊？是亲家，100文钱1斤，最多了。谁跟你们是亲家？你脸不红吗？等等，我们买2斤。莲儿看了一下，称没什么问题，便称2斤给他们。哎，这到底是啥东西啊？比木渣子软的太多了。我也觉得手感和木渣子差的有点远，所以奶让我们买2斤来预备着是对的。把这些东西铺在上面，我们白天就可以拿到镇子上去卖了。走，回家准备去。莲儿妹妹，你为什么要把君子卖给宋家呀？莲儿见此，跟2位哥哥分析理由。只见大成大用的脸上掩不住幸灾乐祸起来，得，马上会有好戏看了。而镇上只有这么一点了。是呢，夫人，东西是会越找越少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等过些日子下了雨，应该会多一些。本来有15斤的，架不住在路上有人想买，就卖了2斤出去。也就2斤而已，不打紧。你可以卖给我们家，当然也可以卖给别人。这茶水可真解渴，以前好多次来镇上，看着别人喝着茶，吃着小食，唠着嗑，看上去要多悠闲有多悠闲。我就心想着，
咱们这些贫苦人家出身的，天天往山上跑，地里晒，能喝上一杯粗茶也是好的呀。哎，还有一大半呢，喝不完啊。能打包吗？二哥，哪里有打包茶水的？喜欢喝茶的话，等一下咱们买几斤回去泡。不行的，莲儿妹妹，这太贵了。好一点的茶1斤得1-2两银子呢，就算最便宜的1斤也得500-600文呢。对呀，不能买茶。现在家里看起来是有钱了，可是房子还没盖呢。等以后盖了院子，我们再买茶回去喝。韩家，嘿，你们还敢到韩家跟前来？是不是上一次没被打够啊？我们哪敢在你们面前造次呢？上一次是误会。他揭开另外一个盖子，发现也是。见此，他赶紧吩咐人去请夫人。嘿，夫人，您看，他们送来了这么多鸡枞，看样子起码有大几10斤呢。你们是从哪里找的呀？我们是跟乔家人拿的货呢。乔家人也在卖这种东西，我们就直接跟他们家拿货了。真的是跟乔家人拿的货？是的，夫人，我们没有骗你。乔家人跟我们也算离得不远的老乡，我们要跟他们家拿货是很方便的。周管家，先拿去验货称重吧。夫人啊，我们家里罐子多，这些罐子就送你们了啊。我们在家里称过了，出去这些罐子一共是整整80斤，我们的要求也不高，跟乔家人一个价就可以。就算你们不要这罐子了，我们也要再称一遍，倒出来称净重。难道你们不知道做生意的规矩？懂，我们自然是懂的，只是地里边活计多，我们忙着赶回去呢。庄家人不比夫人养尊处优，还希望夫人体谅。称一下重量而已，用不了多少时间，拿进去。等称好了就给你们结算，不会耽误。韩夫人跟了进去，不知为什么，她总觉得这伙人看着不对劲儿啊，仿佛做什么亏心事一般，拼命在隐瞒的样子。想到这一层，她不仅要查，还要细细的查验，亲自去查。这些是木渣子。娘的，又被这家人给骗了。夫人，我十分确定就是木渣子。这家人跟乔家人买了小几斤鸡枞放在罐子口，想要瞒天过海，难怪他们说要留下罐子。我就琢磨着庄家人怎么会舍得这些大罐子，果然是有诈呀。抓起来，把他们都抓起来，送到县城衙门去。是。怎么只有你啊？你的家人呢？他们家里事情多，活计忙，他们就先回去了。你们把银子给我就可以的。哼，拿这些木渣子来凑数，事情败露就跑得没影儿了。他们躲在哪儿？带我去。他们跑没影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。看在你是女娃子又留下来顶罪的份上，你带我去把他们找到，我可以不把你去送衙门，要不然就单送你一个。你可知道那牢狱里是什么地方？那些狱卒看到你一个清清秀秀的女孩子，他们可不会放过你呀。他们从这里跑过去了，然后往左拐。不一会儿，你放开我们！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啊！这光天化日，你们简直无法无天了！我们又不是犯人。哼，是不是犯人？到衙门里走一趟，定了罪，由不得你们不认。不去，我们不去！谁给你的王法？我们犯了啥错呀？哎呦！救命啊！来人呐！有人草菅人命了！他完全不知怎么办才好啊，眼下只想回家告诉奶奶去。等等，他们3个一人10两银子，不然都要送衙门去。到时啊，关个3年5年的，这回来都不成人样了，而且还要留下案底。
要是他们运气再不好一点儿，成为贱籍，后代不能科举，不能做官，不能购置田地产业，哎呀，那就无论如何也不能挽回喽。老爷，我们这一次是鬼迷心窍，您就放过我们吧。我们庄稼人日子穷苦，不过是想多挣点银子，您就把我爹、我大伯、我堂哥都放了吧，我们会好好感谢您的。哪有那么轻松的事儿啊？你还真是天真。怪就怪你们把不老实的心眼打到韩家人的头上来了，就给你们2天的时间，今天也算，加上明天。要是后天看不到你们家送银子来，我就让人把他们3个都送去衙门。咋了这是？哭什么哭啊？你爹呢？你伯父他们呢？咋就你自己呀？奶，他们被发现了，他们被韩家人抓起来了。啥？他们几个都被韩家人扣下了，还说要送到县衙去，除非……哎呀，除非啥呀？说清楚点儿。除非拿银子去换，要不然送到衙门去了还不算，还要把爹爹和大伯变成贱籍，子孙后代啥都做不成。他们要多少银子？1人10两，一共30两。什么？30两？啊！莲儿，这些山头上都没有鸡踪了。我知道。大庸哥、大成哥，其实还有很多菌子能吃，能炸成美味的菌干。莲儿妹妹，你说你捡这些也能吃？不仅仅这一种，只要你们相信我，就算鸡踪没有了，这个家还能继续赚钱。可是万一吃出什么问题怎么办啊？咱们这种小门小户的可承担不起啊。不可能有问题，因为我以前上山的时候得到人指点，把那些菌子都尝过了，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。那是多久的事情了？都1、2年了吧，我还吃了不少呢。只是大家都觉得山上的菌子都是毒菌，所以我就先说了最好吃的鸡枞。莲儿妹妹，既然都知道这个菌子好吃，那个告诉你的人，他为何自己不去找呢？其实那个人是个世外高人，当时看到他的时候，他踩着木屐，穿着粗布麻衣，闲云野鹤，夏天就以山上的菌子为食，并没有变卖为钱财的心思。原来是个逍遥自在的人间神仙啊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家里人先吃吧，要是没什么问题我们再去卖。好。到家门口的时候啊，正巧遇上赵立正回来了。赵叔叔，建桥梁的事情进展得如何啦？去的第1天，县衙门就批准了，又专门立项拨了款子，但款子估摸着是不够的。我这几天都是在争取乡绅富人的资助，终于是差不多了，又请好了施工，买好了物料，明天就开始动工。赵叔叔看起来像是吃了不少苦头呢，人都瘦了好几斤了。是呢，赵叔叔虽然算不上官，却是一心一意给村里人做好事，为大家谋福祉。大成哥，你拿去送给赵叔叔吧，让他用来招待工头那些人，这样人家也会尽心一些。你们怎么找这么多毒菌回来呀？这是要做啥呀？一个个都抽风了。这下子也不用莲儿了，大成大用争先恐后的又跟二老讲了一遍。莲儿，这些真的都能吃啊？我都吃过的，每一样都吃过不少，1、2年过去了还是好好的。奶，这些菌子我们都可以榨干了拿去镇子上，虽然不如鸡枞美味价贵，但也值不少钱。
吉宗现在山上已经不多了，我们想盖房子，想给哥哥们娶媳妇，想给姐姐们挑个好人家，都得靠这些君子。好，莲儿的话我信。赶紧下锅炒起来，我老婆子也要尝尝这是啥味道的。哎，莲儿，你不是说炒来吃吗？怎么煮了？是这样的娘，先煮一遍，吃起来口感会更嫩滑更好，不然的话会有点涩。都进来尝一尝。好吃。莲儿，这个炸出来要怎么定价呀？比不上鸡枞，1两银子一斤肯定是卖不到了。但要说多少，现在也不好说，就让韩家定价吧。虽然卖不到1两，但是山上这些君子多呀，有数量在，只怕比鸡枞还要赚得多呢。我先去镇子上一趟，看看韩家人收不收，定一下价格。榨干也很好吃，韩家人应该会愿意要的。莲儿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成，不要让你们莲儿妹妹自己到镇上去啊！莲儿要是有半点闪失，我拿你们这些做哥哥的试问。只见宋婆子从门口进来，哼，你们这么多人都在呢哈，好啊！怎么着？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家是你随便想来就来的？乔婆子，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大孙子依你们耍花招，拿木渣子去镇上卖，被扣在韩家了，这个责任你们得负啊！好笑，是我们家对你们说，让你们拿木渣子去卖了的。那还不是怪你们？哼，是你们呐，拿那个木渣样东西去卖，换了钱，我们想赚还不行吗？谁让你们不告诉我们卖的什么东西啊？作为亲家，你们自私自利，藏着掖着，反而害我们宋家，错在你们。作为亲家，你们自私自利，藏着掖着，反而害我们宋家，错在你们。现如今韩家人要30两才肯放人，所以你们乔家除拿30两之外，还得额外再给20两，算是安抚他们受惊吓了。亲家，几天前就不是亲家了。要不要我把那个断亲书拿来给你再看看呢？别人有了赚钱的门路都要告诉你们呐，谁规定的？镇子上的大户人家一家比一家有钱呢，你咋不去问问人家是咋赚钱的？你也去学学呀。签了断亲书又咋样？还不是前亲家？前亲家就能一点情面都不顾了吗？你们也太狠心了吧，跟山上的豺狼野兽有啥区别啊？别人有赚钱的门路我们是管不着的，但是你们有赚钱的门路就得告诉我们，这才不枉当初做亲家一场。就是奶，还是打出去吧，免得这些人脏了我们家的院子，而且他们也听不懂人话，脑子比畜生还要愚蠢，还比不上我们家猪圈里的几头小猪呢。有人闯进我们乔家院子了，要抢东西了，都抄家伙给我打出去，把人打死或者见血的都不能怪我们乔家人。姓乔的，你们给我等着，这件事情不会善罢甘休的，等赵理正回来了，他会给我们宋家一个公道。赵理正可不是一个眼下心忙的。哼，有一件事情你们还欠着我们宋家的，你们自作主张，还以为可以不付出半点代价，怎么可能？呸！去，把李正给我请过来，就说我们宋家和乔家有纠纷要解决，快去！你不会以为赵理正会支持你们瞎胡闹吧？哼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哼，姓乔的，你们给我等着，等李正有空了，我们再过来跟你们讨回公道。哎呦，我们走。不用担心，就算有别的由头，我们乔家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，更不可能对不起宋家。最多就是宋家人无理强说有理，闹天闹地的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整出什么花样来。风波暂时被平息了，莲儿去街上卖新炸的菌子。莲儿妹妹，你说宋家人指的什么事儿啊？应该是我改姓的事情。
你说我们乔家的人凭什么不跟乔家姓啊？如果宋家做人可以，给他们一点脸面，他们连人都不当了，跟他们的姓只觉得晦气。你们先等一等，我去报一声夫人。这里面可有5金？夫人，鸡枞不多了，至少现在不多，我们又找到了别的，您尝尝，如果觉得不错的话，我们可以大量供应。好吃，但比鸡枞差一点。是呢，毕竟鸡枞难得，如果夫人愿意收的话，以后不仅仅给夫人送鸡枞，罐子里的这些也给夫人送。夫人开个价吧。这样吧，1斤算半两银子。不是我故意给你们低价，再说这价钱也不低。没错，你们新拿来的这些也是很可口的，但有时候味道只差一个档次，便是完全不一样了。夫人，真的不能再多给一点吗？理由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。说实话，什么山清海味我们家没有吃过，唯独你前面送来的鸡枞才让我有惊艳的感觉。这些是算得上可贵，但比不上鸡枞可贵。好，夫人肯收，我们明天再送来，这一罐就送给夫人尝尝鲜。看起来有些斤两，我还是给你们付钱吧，总不能让你们白白辛苦。路上，妹妹，我们要不要去问问别家呀？说不定别家会给更高价格呢。这种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安宁巷子里的人之所以是大户人家，是因为他们拥有别人没有的手段和能耐。万一派了人跟踪我们，到时候这个生意还要不要做下去？而此时乔家，老头子，要不买1头牛，然后买1辆牛板车，这样孩子们去镇上就不用天天走了。还不如买马呢，再买1辆马车去县城都方便。1辆马儿80两，马车20两，加起来就100两。有钱人家用的玩意儿，也不看看你兜里有几个子儿，房子还没有盖起来呢，你就惦记这个了。老婆子，我错了，我也是，我只是让孩子们轻便一些，方便一些嘛。马儿跑得快，马车风吹不到，雨淋不到，太阳晒不到的，所以那是好东西。好东西哪里有不贵的道理？1头好一点的牛，再加上牛板车，也得20两出头。这么多的钱一下子花出去，想想我就肉疼。但再肉疼，也比不上孩子们要紧啊。爷奶，要啥牛要啥牛板车啊？从家里到镇子上就那么一点距离，况且家里还住着茅屋呢，就已经是享福了。我们没那么娇贵。是啊，爷奶，咱们还是齐心协力，先把盖房子的目标达成了，其他的再说吧。等以后有钱了，直接买马车，去县城方便一些。那就再等一等。别说是马车了，现在买牛车都划不来。对了，韩家人咋说的？咱们新找的这些菌子榨干了，1斤给500文。500文也不错了，味道差的不大，但就是那一点差别呀，就可以让一种东西更稀奇。莲儿将银子交给他。莲儿，你收着这个，你又给家里带来财富了，总不能不给你留一点儿，奶奶心里过意不去。你用也好，不用也好，你都揣在自己兜里。奶，咱们就趁着这个夏季把房子盖起来。好，山上都是钱，咱们现在就去捡。莲儿，你在家里吧，照顾你娘。门口传过来一阵响动。秦叔叔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家里有些多余的吃的，我一个人也吃不完，就给村里送一点。这些送给你们家。这坛子里的是腌豆角，这是熏鲈鱼，这是熏鸭，东西不多，你别嫌弃。秦叔叔，这些是腌好的，长期放着也不会变质，你留着慢慢吃就可以了呀。你们家
田地不好，每年的收成都不多，这算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莲儿你就收下吧。云妮妹子，你小心些。没事儿，我这腿脚啊，一天比一天见好。秦大哥，我们家现在虽然住得破，但是有吃有用的，就不劳你操心了。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吧。我家里是真的吃不完，你们就收下吧。乔家日子本来就不容易，你们刚刚从宋家回来，又多添了2张嘴巴。再抬眼，秦布已经迈步离开了。娘，这位秦叔叔是冲着你来的呢。小丫头，不许乱说。想不到秦叔叔的手艺这么好。你秦叔叔的手艺是好，村里人都说他比许多大姑娘小媳妇儿的手艺都好，还有人专门去他家里买这些腌制熏制的东西呢。只是他送我们乔家这么多东西，我们也不能白白受了。等过2天送几斤菌干过去。好。娘，喝口水吧。刚刚才喝过呢，不渴。娘就喝嘛。好，娘喝，都喝下。乔莲儿观察乔云妮走路的姿势，知道神符之水起作用了，再喝几次啊，怕是可以恢复如初呢。哎，云妮儿，你们家还买了猪鸡鸭呢，还有一条小狗，全都买齐了。呀，添这么多牲畜呢？不过是从牙缝里拼命的抠一点出来，小猪崽小鸡鸭的不费钱，自己勤快一点，胃大有肉吃。太阳下坡的时候，乔家人纷纷回来了，起码找了300斤。山上到处都是，捡都捡不完，就把最嫩最壮的捡了。哎，莲儿，你告诉大伯母，这些菌子吃了真的没问题啊？中午我们在家里的时候，这些菌子炒在一起吃了，一个个不都好好的。是啊，大伯母，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吧。不过大家今天才认菌，我要检查一下。哎，成，赶紧把菌子都倒在院子里，让莲儿过过眼。哟，莲儿，这些都是有毒的，吃了会死人的。这几样吃了会死人，这几样吃了会闹肚子，全身发软，但不至于要了人命。这几样纯粹是不好吃。哎呦，那我们可得仔细分辨，万一不小心混杂了一些进去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呀，灶台上怎么多了3条熏鱼，2条熏鸭？哎，这里还有一罐子腌豆角。啊，是秦布送来的，我们不要，他偏要留下。我就想着找个时候送一些炸菌子过去。娘，你要是觉得不合适，我这就给拿回去。哎呀，拿啥拿呀？都接过来了，又要还回去，这跟打人脸有啥区别呀？就按你说的，过2天送几斤菌子过去就是了。村里人相互送东西是正常的。秦布虽然是沉默寡言，却是个助人的热心肠。我们乔家本来就穷，你们母女又才回来，所以他想要帮助一下。这一份恩情啊，咱们记在心里了。今天过半才捡的这些菌子，把背篓都装满了，明天提着篮子上山吧。是啊，奶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咱们乔家人最不缺的就是力气，每个人提2个篮子都不带喘气儿的。大不了啊，我的肩头上再挂2个篮子。大哥用，这还不够，要不你腰上再系2个篮子，脖子上再挂1个。奇怪了，这些乔家人总是往山里跑，背着一个个背篓，里面不知道装的啥。应该是柴火吧？哎，但是这柴火怎么也会露出一部分呢？难道是野菜？乔家养了几头猪仔，要上山找猪食的。那也吃不了这么多吧？应该是野菜，只是乔家人啊太穷了，就把野菜做成了野菜干，怕到了冬天没有的吃了。哎，对了，可能啊他们还猎到了一些小的动物，所以有肉吃啊。爷奶，明天不忙着上山，
宋家人会找过来。他们找过来做什么？桥梁都开始建了，1个月之内就能建好，和离书和断亲书肯定是没问题的。今天宋家人就来闹事了，只不过被我们赶了回去。他们又说要去找赵立正，明天怕是要带着赵立正来。先在家里等着吧。哎呀，真是没完没了了，还管他带不带赵立正，我们都把人打回去，来一次打一次。哎呀，还是要给赵立正一点面子，拿出我们的道理来，不要动不动就说打，那是没有办法才做的事儿。没听村里人说宋家人是混混流氓，咱们乔家人就像强盗。做强盗有啥不好的？没人敢来招惹咱们。只不过我们又不是抢别人的东西，这强盗还当得不合格呢。哎呀，说真的，我有过这方面的考虑。我就想着日子实在过不去了，我就带领全家人上山头落草为寇。咱们不抢平民百姓，不抢那些不祸害老百姓的富人官家，就抢那些为富不仁、为官不义的。原来还以为我们没有出路了，原来还是有的嘛。哎呦，对啊，爹，你干嘛不早说呢？早说我们就不用过那么久的苦日子了。好了，一个个都给我正经点，先礼后兵。明天宋家人来，讲道理讲不通，该抄家伙抄家伙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哎呀，这一次送来这么多呀！是呢，周管家，那个韩夫人在吗？这么多的货，还是得让她亲自捡下的。哎，在的，你们把东西送进来吧。哎呀，快放下来，小心点，别磕着碰着了。这里面是鸡枞吧？是呢，韩夫人，有10斤左右。给你们拿小一点的，平时好花销。你们要大的再跟我说。夫人考虑周到，小一点的好。哦，对了，现在用到的油更多，还给你们装几10斤回去。不了，夫人，我们现在有钱买油了。再说我们把金子卖给您，油费也包含在里面啦。福妈，你去厨房里把刚做的那一份糕点打包好。哎，夫人，我们怎么好拿你们家的东西啊？乔姑娘，拿着吧，给2个孩子做的，刚刚被他们爹带去县城去了，我一个人也吃不完。那就多谢韩夫人啦。又在不远处看到另一头，放下，把你们手头里的这些东西放下。我们是去跟人讲道理的，不是去打架的。赵立正，这种事得公正，只许乔家人抄家伙，不许我们反抗，这不太好吧？就是，我们也才是刚听说这件事儿。你和乔家人私底下就改了，已经很对不起我们了，还要给乔家人说话呀？就这种关键的时候，家里男人不顶用了，还得靠你们这些兄弟给我们讨公道呀！两方对峙起来。说吧，你们偏要我来主持啥公道？赵立正，你可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呀！乔家人竟然背着我们把宋莲儿给改了姓，乔莲儿是我们宋家的孙女，怎么能改为乔姓呢？这太没有天理了！哼，怎么就不能改成乔姓了啊？乔莲儿也是我们老乔家的孙女，只许跟你们姓宋，不许跟我们姓乔，这才是没有天理。哼，外孙跟家孙能一样吗？家孙就应该跟自家姓，而不是跟外人姓，这是自古传下来不变的道理。我们家莲儿可不是宋家人，当时签断亲书的时候，大家可是都在场的。既然宋瑞儿是宋家人，和莲儿签了断亲书，那莲儿就不是宋家人了。这点道理要是想不明白的话，我看你们一个个的脑子都是抽了。那也只是跟自己的母亲和姐姐断亲而已，乔莲儿和其他宋家人的关系可没变。
哎呦，怎么就没有变了呀？啊，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是亲的了，那其他人又算得了什么呀？嘿，反正我们不依。乔莲儿身上流着我们宋家人的血，她姓宋，是乔氏嫁给我们宋家以后生下来的。你们不能改姓啊，我们不同意。你算是老几呀？乔莲儿还是我辛辛苦苦苦育多年的女儿生出来的，现在又拿着和离书和断亲书回娘家了，自然要跟我们乔家人姓了。哎呀，你们乔家好自信啊，以为那一座桥梁就能真的建成了，从此乔云妮和乔莲儿完全摆脱和我们宋家的关系，是吧？就是啊，就算真的建成了，万一支撑不了个1年2年的，到时候要怎么说啊？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话，令村里很多人变脸了。这不是诅咒乔建不成吗？是诅咒他们年年没好日子过吗？太过分了。于是乎，大伙纷纷指责起宋家来。刚才算他们说话没有注意，不过照理证，这事我们可不依。我们宋家人不能这样白白受人欺负。你倒是说说要咋办？咋办？哼哼，是我同意乔莲儿改姓，是我报到了县衙去登记在册。现在乔莲儿姓乔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。你们再怎么胡闹，也改不了这个事实。赵立正，都是一个村子里的，你不能顾此薄彼，如此偏心呢。你这样帮着乔家人，乔家给你什么好处了？再说了，这桥梁都没有建好呢，和离书也不能完全算是生效，断亲也得等以后再看。为什么我会愿意给乔莲儿改姓？因为我就相信桥梁一定能建成，一定能抵御多年洪水，这也是我怀着的美好祝愿。乔莲儿改姓成了，大家的桥梁也成了。好，真是反了天了！你们都反了家孙改姓，你让我们宋家人脸面往哪儿搁呀？啊！哎呀，我不活了，没天理呀！是啊，不能就这样算了。要是改姓，总得拿什么交换吧，总得给我们一点补偿吧。就这样让你们改了，岂不是显得我们宋家人很窝囊吗？那你们要什么补偿啊？给我们50两银子赔偿，要不然这事儿没完。什么？50两？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50两赔偿，你们怎么不去路上讲呢？作为理政，我不可能支持你们这个无理的要求，都回家去吧。不给是吧？不给，那我就死在这里，血溅乔家院子。赵叔叔，我觉得还是去县衙门报官好了。好主意，要不大成大用，你们去跑一趟，马车的钱就由村里公费出。我们只是来说一说理，你有你们的理，那就随你们好了。是，跟你们索要赔偿的又不是我们，算我们头上干嘛呀？去宋家那里说一声，再闹就报官了，全家人都抓起来。村民们散了，乔家人向李正表示感谢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主要还是建桥梁，是人之所向，大家也都支持你们。赵叔叔你就放心吧，只要按照用料和构造来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只是赵叔叔，我有一个提议。好，你说。为了避免有人搞破坏，建议无论什么时候，包括夜间，都有人守桥。这个提议不错，听你的。哦，还有，你们家送给我的那种东西很好吃，工头还念念不忘呢，我就跟他说了，好好完成工期，说不定还有吃的。莲儿丫头，1个月后还有没有？有的，赵叔叔。有就好，我先去了。村里人纷纷散了，秦布刚想离开。秦家侄儿，你昨天给我们乔家送来了东西，我还没有好好感谢你呢。乔大娘，不用跟我客气，
我不只送了你们家，也给其他家送了一些，就家里吃不完，放着也是浪费。当时算是我们乔家对不住你们。乔大娘，是我没这个福气娶到云妮，这些年她日子不好过，好在现在回到娘家了，你们谁都不会委屈的。秦家兄弟，这是我们家新弄出来的一种吃的，要说叫啥名字也说不出个一二，好吃就是了，你拿去下酒。秦家三嫂，这可不行啊，这么多油你们留着炒菜吃，我送来的那些咸鲈鱼、咸鸭也要多放一点油才好吃。我家里还有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现在家里有油吃，你们就拿着吧。我们光吃你送来的东西，那心里也不安呐。要不是说呀，偏要跟你礼尚往来，还你人情呢。这些东西味道实在是好，我们才给赵李郑家送了去，你也尝尝吧。多谢乔大娘，多谢乔三嫂。娘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当初云妮也是有点喜欢秦家兄弟的。都过去了，不说了。没给云妮挑个好人家，都是我的错，以后就好好补偿她吧。哦，韩家人这么大方，那下次买菌子得多送他们几斤。成，要永远记得不能白拿人家东西，拿了也要换一种方式还回去。乔爷爷、乔奶奶，你们放心好了，宋家人不会来闹了。我看到他们拿了银子去街上赎人呢。可怜的孩子啊，小小年纪就没了娘，他爹1年前又被耕牛顶破了肚子死了，老张三儿一个人拉扯着。咱们家前面比老张三家还要可怜呢，好在有莲儿。奶，再找几天菌子，咱们家就可以盖大院子了吧？可以可以，有莲儿在，咱家啥都可以。今天这么着，莲儿和云妮在家，其他人都到山上去，轮到大房做饭了。冯氏，你和希儿到时候回来做饭。娘，还是按照顺序。你的腿脚还没好呢，等好全了再说，万一有啥闪失又要重来。而且你在家里做全家人的衣服就不辛苦了，你得多疼爱自己，以后在家呀才不会受人欺负。村口坝子上有唠嗑的乡亲们，哎，乔家人又这样上山了，他们到底去找啥呀？而且啊，从乔家总是飘出来油香啊、肉香味的，哎呦，这闻着都流口水啊。宋家也说乔家发财了，他们也想学着乔家，只是学到了歪路子上去了。乔家人就是拿了像木渣子一样的东西去卖，大户人家还乐意收下，只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人家呀，一天赚几十两银子呢。啥？一天赚几十两？这咋可能啊？太夸张了吧！哎呀，我们家人可是亲眼所见，我们也不是拿东西去坑蒙拐骗，我以为人家真的要木渣子而已嘛。乡亲们呐，他们乔家人不知找什么门路了，背着大伙偷偷赚钱呢。哎呦，他们赚的钱就从山上找来的。哎呀，乡亲们呐，就那个山头是属于大伙的，并非乔家独有的呀。若是赚钱，咱们大伙都该分一杯羹，是不是啊？那山上到底是有啥呀，能让乔家挣那么多啊？那既然山上有能赚钱的东西，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村里人都不知道啊？乔是捡了狗屎运呗。但是运气再好，山头也是公用的，也不是他们家私有的，那些银子也该大家一起赚的。至于你们有啥呀，咱们大家一起去看看，不就知道了。娘，我要上山头去。你也要去找君子啊？他们都在山上呢，你就不用辛苦了，跟娘待在家里吧。娘，我先去啦。莲儿不好和娘亲解释，从屋顶上下来，跑出院子。
哎呀，你这孩子，路上小心点儿。你们这是要干啥？乔大娘，其实吧，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听说你们在山头上捡钱，这些山头又不是你们家的，所以我们也到山头上捡一捡，这个不过分吧？是，你说的没错，这些山头不是我们乔家的，每个人都可以上来打猎、砍柴、找野菜，所以谁拿啥东西出去卖，那是各自的选择和本事。哎呀，乔奶奶，你这样说，那就太把村里人当外人了啊！都是一个村子里的，大家见你们这些日子都上山头，也不知道你们是找了啥门道，捡了啥好东西。你呀，就跟大家说说，你们是拿啥去镇子上卖了，换了那么多的钱，让大家呀也挣挣这一份钱，改善一下生活嘛。是啊，乔大娘，都是乡下人，日子也都不好过，你们有好门道，就是山头上的东西不会让你们吃亏呀，那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呗。这个时候他不由想起莲儿来，若莲儿在就好了。哼，你们看啊，乔家人就是这样的自私没良心，想独占了这些山头的好处。哼，你们家这些天一天几10两也赚够了吧？一点都不想吐出来。想想以后你们在村子里过的会是啥日子，夜里睡觉都不让你们安生。谁说我们乔家想要独占？你血口喷人也要讲章法。你个死丫头，还不承认呢？哼，这乔家人整天赚大把银子，屁都不带放一个的，还说不是想独占？你说谁臭？你这臭老婆子！大用，稳重点啊！宋老婆子那张嘴巴是吃屎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为什么我们要自己拿去卖？你们都看好了，里面是什么东西？哎呦，毒菌啊！是啊，背篓里面都是毒菌。啥？你们是拿这个东西去卖呀？没错，我们卖的就是这个。为什么前面不告诉你们？真告诉了你们，你们能接受吗？会不会说我们想要害你们，让你们去跟大户人家卖毒菌，连累你们坐牢被杀头？而且这些各种各样的菌子，你们分得清吗？万一你们找错了，只需要混杂几株有毒的，就会闹出人命。说到底，有多大的风险就有多大的收益，想要赚银子，就要承受那份危险。你们以为我们乔家人很好过？这些天还不是提心吊胆过来的。哪怕我们知道哪些菌子是真的没有毒，可也不敢掉以轻心。这天底下就没有好赚的钱，就没有捡的钱。哎呀，莲儿这话有道理呀。是啊，这万一挑错了，毒死了人，我们都得摊上人命啊。叔叔婶婶们，既然你们都找来了，要挣这份钱，可以，我可以教给你们哪些菌子是安全的，带回去后又如何处理。但是如果你们找错了菌子，你们自己承担那一份责任。你胡说！乔莲儿在骗人！你们不知道，他们拿家去卖的东西是像木渣子一样棕黑色的，哪里会像菌子这样五颜六色的？这一定是他们看到我们来了，然后找些毒菌往背篓里放，好等着诓骗我们，让我们知难而退呢。蠢货，你们都不知道吧？把这些菌子切成片儿，用油炸了，它就会变成棕色。要不要现在去我家里，我亲自示范给你们看看？那这么说来，就那些木渣子真是用菌子炸的呀！哎呀，你们乔家怎么不早说呀？把我们宋家害得好苦啊！我的30两银子就这么没了呀！还有那些油，哎呦！就你那个脑子，告诉你了，你去山上找毒菌炸了去卖，别说3个人了，一家子都回不来。哼！哎，那炸好了拿去卖，大户人家给多少钱一斤呢？目前是500文钱一斤。啊，500文钱一斤呢？那100斤岂不就是50两啦？现在是500文钱一斤，不过大家都去找的人多了，价格肯定要跌下来。再跌能跌到哪儿去啊？就算是再低，也是在山上捡钱，好过没有啊。莲儿，
你快教我们识别菌子吧。哎呀，是啊是啊。好，不过在教大家之前，我要大家先答应我一件事。哼，果然有猫腻，就知道你不会白白教给大家。小小年纪，心思可真多，你咋就这么自私呢？以后长大了还得了？是啊，你不会跟大家要钱吧？大家都还没挣钱呢，你就跟大家要钱，脸呢？我说过要跟大家要钱了吗？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这样说了？宋家人捣乱，为了让大家安心挣这一份钱，我觉得应该把他们先请回家里去。哎，乡亲们呐，你们这是干啥嘞？你们可别忘了，是我们告诉你们来签到的，还不是因为我们宋家？你们不能忘恩负义啊！那你们就闭嘴！再听到你们家里人乱说一句，就把你们捆起来，从这里滚下去。就是大家把榨好的菌子拿到镇子上卖的时候，不许跟那些大户人家说是山头上的菌子，不然的话，不但卖不到钱，可能还会有杀头之祸。要是谁敢透露出去，我们就说这些东西是谁卖给我们的，让他们家去顶罪，一家子跪在一起被砍头，那场面就壮观啦。好，必须这样做，才能震慑不安好心的人。莲儿啊，你的话我们都记住了，我们也都会完全照做的。现在可以教大家识别菌子了吧？还要再做一些准备。啊，还要准备啥呀？这菌子就在山头上，那直接教我们就是啦。在这里的人，有的一家出了好几个，而村里半数人家却一个人都没有到。如果教了你们，等到明天后天又有其他村里人来找我教，多麻烦啊！要不这样，你们都回家去，每家选一个人，选记忆最好、学习东西最快的，就在这个位置汇合，最多不超过半个时辰，我一起教。咱们家在这里的有15人，60个村民，就一个人负责4个，尽量把面前卖的那些菌子给大家找全认齐，免得人家说我们藏私。是呢，莲儿妹妹这个安排好，60个人听起来是多，但这样平均分配，就到不同的山头上去，其实也还好的。莲儿比家里的男人都中用，比很多男人都有用。莲儿妹妹是咱们家的小主心骨呢，是老天爷派来拯救咱们乔家的，是咱们乔家的福宝。哎呀，这60户村民上山，把这些菌子都瓜分了，咱们家呀，不能再像前面那样赚钱了。啊，虽然这是没办法的事情，被大家发现了，也该大家一起挣，可是心里面还是很不舒坦。就等着这段时间盖房子呢。谁说不能盖？最多不超过这个月，我们就能盖房子。莲儿，60户人家上山能拿去卖的这些菌子，一家平均最多找15斤左右，炸下来也不过才5斤，能卖2两5，而且这些钱也不是天天都有的，头一天找的凶了，第2天也没有多少，除非下雨。唉，还有这么多人去卖菌子，一定是会降价的。我留了一个后招。啥后招？莲儿，你快说。那就是鸡枞。意思是说，不把鸡枞交给他们？不，要交给他们，不然的话，村里人要说我们藏私。我们就大大方方的交给大家，但是我们不必告诉他们鸡枞是独一份的珍贵，他们就算找到了，也会放在其他菌子里面一起榨，而我们单独榨了拿去卖，他们抢不走我们的市场，我们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卖1两银子1斤。而且鸡枞菌生长在白蚁窝上，只要是没过生长季，来了雨长过鸡枞的地方，大多还会再长，我们就专往那些地方去把鸡枞找够。我们找了好几天的鸡枞啦，哪个地方多一点，哪个地方少一点，心里面早有数了。好，真是太好了。那咱们动作得快一点，免得鸡枞被村里人捡了去，那混在了其他的菌子里榨了，那就浪费了。不多时，村里有人从下方走上来。这是剑手青，摸上去会有青印子，这种菌子有微毒，要好好处理。
什么？有毒的？哼，我就说嘛，你这个丫头没安好心，带大伙认毒菌子，让大伙都被杀了是吧？你个坏丫头！哎，乡亲们呐，你们听听啊，他亲口说的，这菌子有毒，他是存心害大伙呢。莲儿啊，这个菌有毒啊？我相信莲儿把这种菌介绍给大家，自有它的道理。而且莲儿都说要好好处理了，说明处理后不会有啥问题。是的，处理了就不会有问题。我们家里也吃这种菌子，也拿去镇子上卖过了，相安无事。这种菌子叫做剑手青，属于牛肝菌的一种，是最美味的菌子之一。当然，如果你们觉得有风险，找菌子的时候，这一种会变色的可以不要。如果你们要找的话，就按照我说的办法来处理。所有的菌子都要放在锅里煮沸1刻钟，剑手青要煮沸2刻钟。处理的方法都是煮好了放凉切成片，放在油里榨干。当然在家里吃的话，放油里炒一会儿就可以了。炒炸的时候放点大蒜，可以解毒。好，我都记住了。宋家奶奶，如果你不愿意学的话，这就回家去。有好几种菌子还没有学呢，到时可别问东问西的。大家忙着捡菌子，谁也不会惯着你。类似剑手青这种毒菌子呀，莲儿会描述一番菌子特性，以及容易跟哪类菌子混淆。这一旦混淆了，可能会闹出人命的。就连宋婆子也不敢马虎大意了，竖起耳朵听得很是谨慎认真。今天啊，实在是谢谢你们乔家人了，你们辛苦了。是啊，才知道认菌子要这么多功夫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你们分享给我们这个挣钱的机会是恩情，以后有啥需要的只管说一声。我们不能都去清水镇上卖。为啥？清水镇是离我们最近的镇子，也是管辖大田村的镇子，大家都去那里赶集，有东西都拿去那里卖。如果我们都一窝蜂的去清水镇上卖榨菌子，那么价格会很快降下来，到时候谁都讨不了好。所以我们要分散到附近的县镇上去。是啊，莲儿，你说到点儿上去了。看到这么多户人家都去卖榨菌子，人家一定找理由降价，有便宜的谁愿意买贵的呀？莲儿，你有啥好办法呢？清水镇上的安宁巷子有18户有钱人家，那就等于或者小于这个数目的人家去卖。韩家就算我们乔家的主顾，因为我们一直在卖给韩家，韩家也已经习惯了。还请大家卖一个脸面，15里之外的大牛镇，30里之外的出云镇，40里之外的永关县，这几个地方可以在保证供需平衡的同时，不至于让价格下降。可是出水镇和永关县有点远了。是啊，谁都想去近一点的。那就抽签决定，交给运气吧。希望大家看得长远一点，每年山上都会长菌子，都可以卖钱。大不了每年都抽签，今年轮到远一点的，说不定明年就抽中近一点的呢。又或者今年先抽签，往后的年份轮着来，远一点的就稍微破一点费，雇一辆牛车马车去。跟菌子卖到的钱相比，这点路费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可以，那就这样定了，宁愿多走一点路，也不要降价。哎，可算是结束了，我这喉咙啊都要哑了。哎，一把年纪给别人讲课，哎，这一个个的都是活阎王啊！所以乔家人最为期待的是轮大房做饭呐。哼，你们大嫂大伯母的手艺那是我让他们练出来的，要是家里活不下去了，就去镇子上给酒楼掌勺去。是啊，大嫂的厨艺好像是2年前才这么好的，以前做的饭菜也好吃，但是没这样好吃。原来奶奶早就有这个打算了呀。哦，爹是想让我们上山当强盗，娘想让大嫂去镇子上做掌勺，原来早就为我们打算好了呀。唉，现在日子好过了，要是放以前呢，说这样的话还不知道有多心酸呢。赵叔叔，你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？哎呀，你这丫头好好的，
我怪你做什么？我还要感谢你呢。大田村每年都有大半数的村民深受水患之害，这么多户人家一年一年在勉强温饱的线上挣扎，如今正在建桥梁，可桥梁建好了，家里也只是多一些米粮，没有额外的生财之道。现在知道山菌子可以卖这么高的价，每年不说多，算下来平均每户也能卖几两，这几两能够存起来抵御风险，娶媳妇儿陪嫁也不用愁了，活的也舒心自在多了。我作为村长，是希望家家户户都过上好日子，手有余钱，无忧无患。所以莲儿，我代表全村感谢你们乔家。他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让莲儿听得很动容，但他不后悔当初这个决定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都别垮着一张脸，去远一点的，不知道这里的行情，你们可以把价格喊高一点，到县城上去的，说不定人家给的更多呢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大家要相互监督，看到谁找错了菌子要及时纠正，要不然一家出了问题，其他人也都别想卖了。赵叔叔，开始的这段时间找到的菌子都先带到广场上，让大家互相检查。好，就按照莲儿说的办，大家对自己负责，对其他人负责。还说过不下去了去当强盗，看来我们乔家不是村里头最有资质的。走吧，捡鸡枞去，其他菌子看到了也得捡。哼，抢不过大家了吧？难怪你们一开始不敢说。切，抢得快又咋样？要比别人多走几倍的路去县城里卖。哼，县城里有钱人多呀，等着吧，咱们家的菌子能卖3两银子一斤。哦，那就祝你好运啦！找了一整天，21斤鸡枞，10斤杂菌。这杂菌子呀，乡亲们抢太狠了，一看到菌子呀，几乎是好几户人家同时涌过去。他们乔家没办法，主要目标是鸡枞，不和村里人计较这些，要不然呢，以他们身上力气，村里怕是没一户人家能抢得过乔家。东西有点少啊。是呢，韩夫人，现在能找到的少了，每天能有多少算多少吧。哎，他们卖的什么？跟我们一样的呢，不过我们有专门的鸡枞卖，夫人要是觉得其他的不够，跟他们买也行。就这样，他招招手喊村里人过来。夫人啊，要买大田特产吗？你这要多少钱一斤？不多不多，就1两银子一斤。我家收够了，你去别家问问吧。夫人，怎么又不要了呢？这价格好商量嘛。汪家二嫂，你这样做不对啊！你把价格喊得这样高，只会影响人家对我们大田村村民的印象。我们不希望价格下跌，但也不能这样坑人呐。能卖500文上下，多一点少一点都行。你直接喊1两，下次不能这样做了啊！而韩家宅内，夫人，你家的琉璃瓦好漂亮呀。乔姑娘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韩家能使用这种琉璃瓦吗？这一条安宁巷子也只有韩家用的是琉璃瓦，其他有钱人家用的都是普通的上等瓦，韩家定有过人之处。历朝历代以来啊，只有皇家、寺庙、公卿府邸才能用琉璃瓦。不过这一朝天家开恩，松开了一道口子，就是对国、对圣上、对百姓立有大功的普通人家也可以用琉璃瓦。这也不是由地方官说了算，而是要层层上报，由天家批准。有亲戚做官也不行吗？别说这个不行，4品以下的官员府宅都不得使用琉璃瓦，除非天家亲眼特地恩准。7年前圣上乔装南巡，在经过一个路段的时候，马儿受惊，
圣上从马背上摔了下来。我家老爷刚好路过，想也不想就用身体做了肉垫，救了圣上一命。从此以后，老爷身体就不大好了。圣上体恤，给我们家老爷封了宁县商会总头的职务，又准许我们韩家使用琉璃瓦盖房子。夫人就这么放心把这件事与我说？这也不是什么秘密，我只是想要告诉你，要拿到琉璃瓦盖房子的资格难于登天。不过乔姑娘，你是个有主意的，我相信你们家迟早能盖起大院子。姐夫人吉言呐！哎呦，老姐妹啊，你在家呀？哎呦，正好正好。有啥事儿？哎，老姐妹呀，你别丧着一张脸，我呢是给你带好消息来了。什么好消息啊？你有事说事儿，没事我去忙了。咱们呢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我呢也不跟你拐弯抹角的啊。我今天来呀，是为了云妮。哼，刘婆子，你这是又有啥坏心眼呢？当初你收了宋家1两银子，在我面前百般说宋家好，说宋老三好，我这才同意把云妮嫁过去的。谁知道那家人是吃人不吐骨头的。是，最后是我和我老头子拍板决定的，没挑好人家，主要还是怪我们。可你吹得天花乱坠的，天上有地下无的，你就没有一点错处？哎呦呦呦呦，老姐妹呀，那过去的事了，还提来做啥呀？我也不是故意要害云妮的呀，你说是不是？那当时宋家不像这样疯癫呐，那看起来是循规蹈矩的，我才说他家好啊。那后来的事儿，哎呀，这人心隔肚皮嘛，我也不能做主啊。我这一次来啊，那也是为了给10几年前的事儿啊给赔个罪。哎呀，好啦，老姐妹别生气了啊，我呀给云妮送补偿来啦，这一家呀包你们满意。好啊，那你倒是说说是啥样的好人家？那是我们大旺村的丁家。哎，这个丁家呀家里条件不错，有4个兄弟。这丁老二呢是个老实本分的，可他原本的那个媳妇儿啊，这心眼多的呀，哎呦喂，哎，趁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跑了，到现在还找不着人影呢。这丁老二啊苦苦等了3年呐，3年。这丁家这些年来也还在找人呢，那实在是找不着了呀。2个月前就去那个女人的娘家送了一封休书。这个丁老二啊，生的那叫一个人高马大，身形魁梧的呀，那一看就是能护着人的。是媳妇儿跑了，一直找不回来的那一个。哎呀，谁想到娶到了一个不安分的呢？那丁家对他那么好，他居然是偷偷跑了，肯定是被野男人给拐走了。那丁老二的媳妇儿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或者说有什么毛病之类的？哎，啥毛病都没有啊，就是呢有点月子病，这干活啊不太利索，又要吃药。我家云妮不嫁丁家。哎呦，老姐妹耶，你这话也太绝对了啊，也不怕让云妮错过一门好姻缘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，这丁家不光是田地多呀，这丁老大夫妻还在镇子上做生意呢，经营着小买卖。丁老三的大丫头在县城里给人当婢女，总是时不时的带回家一些好东西呢。别家那10天半个月才吃一回肉，丁家那是2、3天就吃一回肉啊。我们不缺肉吃。那你看啊，云妮呀腿脚不好，这嫁过去了，丁老二人高马大的，好照顾她呀。那别人家都是女人照顾男人，云妮有男人照顾，这多好啊。你再说这个丁家婆婆话也不多，平时啊也不会有啥争吵的，谁要是嫁到了丁家，哎呦那叫1万个舒心啊。哎呦，这么好啊，那肯定有人争着抢着嫁了，你快去找别人去吧。嗨，老姐妹，人呐得往前看，
以前是我看走了眼，我这不是给你弥补来了吗？其他人家那也跟我说想嫁丁老二啊，还有那黄花大闺女呢。我就是念着你们家云妮啊在宋家吃了苦了，才考虑她来。你这是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意呀！你这样的好意啊，我们乔家不稀罕。我女儿现在也不嫁人。你是觉得我介绍的都是不好的，那都是要坑害你们家云妮呢？你放眼去看看，这10里8村的10家里面，那就有8家是我牵线搭桥的，才促成了好姻缘。你家云妮现在不嫁，那往后再想嫁，还不是要找我呀？你快把那心放在肚子里吧，我们绝对不会找你的。哎呀，云妮啊，丁老二你应该是见过的，是不是看着就放心啊？刘奶奶，人高马大的打起人来也更加顺手不是？丁老二以前打过媳妇儿没有啊？嘿，你这个小丫头片子，哪里来的这些歪理啊你？有几家男人不打媳妇儿？丁老二一身力气会舍不得用，说不定前面的媳妇儿正是被他打怕了才跑的呢。嘿，胡说八道啊！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丁老二打媳妇儿的，你这是信口雌黄。这小年纪心思歪，嘴里是没一句好听的。以后长大了可别指望着我给你说一门好人家。谁稀罕呀？不过刘奶奶，你都说有黄花大闺女惦记丁老二了，不是有2个还没有出嫁的孙女？不如你让他们嫁给丁老二呗。嘿，你的心肠咋就这么歹毒呢啊？我也没招你惹你的吧？要这样跟我一个老婆子过不去，你要这么诅咒我孙女啊你？果然。哎呀，好了，那不愿意就拉倒呗。像这样的好人家，我是第一个跑过来跟你们说媒的，这脚都走累了，一口茶水都没喝，你们不领情那就算了。哎，真是不识好人心，以后啊，你们别后悔啊！你踢到我家凳子了？啥？好好的，你踢我家凳子，你是不是对我家有意见呢？刘婆子，你果然是最坏，坏到流脓。你敢打我？我打死你！你个缺德的，你还想再来我家拼第2次？我打死你！哎呦喂，我的个老天爷哟！这乔家发疯打人喽！老婆子打得好，老婆子老当益壮，不输当年。娘要再嫁，必定要选人品好的，家境倒是在其次。莲儿，娘才回家呢，这件事不急。雨妮多在我身边待2年，我老婆子就这么一个独女，咱娘俩可不得好好陪伴。等到挑人家的时候，也要挑一个真正秉性好的，会疼人的，不再让你受一丝半点委屈的。哎呀，莲儿这般聪明，这么有主意，相信她以后的人生可以做主的，可以不用像她这般寻求依靠和庇护。等忙完了这些，乔莲儿头晕目眩的出门散个心。钱大叔，找了这么多菌子啊？是啊，我不小心摔到一个大沟里，腿正疼着呢，就看到啊，里面生了一大窝这样的菌子，捡都捡不过来呢，这就叫因祸得福呢。哦，那个大沟在哪里呢？下一次我们上山好避开。就在那里啊，对面2座山之间，往山腰下去，有一处有点陡的小坡，那下面啊就是沟了。但是啊，要小心一点，不然这一脚踩滑就会摔下去了。真是个可怕的地方。是啊，多留个心眼儿吧，总不能为了挣钱把骨头都摔坏了，对吧？钱大叔，我想跟你买手头的这些菌子。买？咋买啊？我这个是要榨干了拿到镇子上去卖的，你们家里人不也在山上找菌吗？我们家里人特别爱吃这种菌子，总是吃不够，我是买来吃的。可是这个价钱吧，去镇子上能卖多少我就给多少，不会少1分1毫的。嘿，可以，那这就去你家里称去。哎，老婆子，等盖了房子，你买个金镯子戴，
当年娶你家里没这条件，让你跟着吃了这么多年的苦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哎呀，得了，戴个金镯子，我一个老婆子哪敢走在路上啊？不过呀，以后要是真有钱了，娶进门的媳妇儿，嫁出去的孙女们，都得给他们买一个金镯子做进门礼和陪嫁。对了，咱们家条件也好起来了，明天去沈家走走，把亲事真正定下来。毕竟时间有点久了，再拖2年呢，怕是生疏了去。成，希儿是家里最大的孙女，孙子们说媳妇的事可以放一放，孙女嫁出去是换了另一个家去适应，得好好稳妥才是，免得让她受了委屈。爷，奶。哎，希儿，你来做啥呀？听到希儿说明来意，需要用的时候直接去拿就是了，还远远跑过来麻烦我这个老婆子干啥？好，那我回去了。乔希儿高兴跑回家去。横穿去镇上那条路的时候啊，看到一个熟悉身影。沈良。哦，是希儿。去山头干活回来啊？我去找我爷奶有点事情。你要去镇子学习了？算学比考科举还要难，不容易学，所以我要经常去镇子上。那辛苦你了，你专心好好学，要添衣服或者鞋子啥的，跟我说一声，我给你做。这些我都不缺的，就不麻烦你了。那我走了。突然想起出来干什么的，乔希儿如梦方醒，赶紧回家去。莲儿，要不我家找到了这种菌子，都拿来你家卖啊？成，我们家每顿都要做这样的菌子吃，家里人口多，这些还不够几顿呢。钱大叔找到只管送来，如果有其他人愿意到我们家来卖的，你让他们尽管来。嘿嘿，放心，这能拉的呀，都多给你们拉几家来，只要你们不嫌多就成。不嫌多，永远不嫌多。莲儿，奶说了，让我们自己取钱。钱大叔，记得。哎，成，我看到村里人就说，这说不定啊，今天就有好几家来你家这儿卖这种鸡枞呢。赵家妹子，你的鸡枞有6斤，榨干剩2斤，合计1两。刘家侄女，你的鸡枞有3斤，榨干剩1斤，合计半吊钱。一拨人离开以后啊，好莲儿，你真是奶的小福宝啊，不是大福宝。哎呀，菌子越来越少，我们就找了5斤鸡枞，7斤杂菌。这是打哪儿来的？山上哪有这么多鸡枞啊？是莲儿的法子。莲儿按照普通菌子卖到的价格把大家的收来，这样我们可以赚1倍的差价。现在村里已经传开了，相信呢，只要找到鸡枞，村民们多半愿意拿到这里来卖的，因为不用费油。吃着吃着，莲儿的视线捕捉到什么？这个死丫头！宋瑞儿心里骂着，这丫头心眼可多着呢，肯定也知道她在受苦，但却不肯伸出援手。天底下哪会有这样的姐姐呢？一根棍子就应声倒下。什么动静啊？有人来卖鸡枞了？说不定是大顺乱窜。大顺趴在你脚边啃骨头呢。我出去看看。这是啥东西啊？你是哪家的娃儿？三舅母，我肚子饿，我就快要饿死了。你肚子饿，你不是有家吗？咋不在家吃饱肚子？他们不让我吃饭，最多就给我一个馊馒头，还打我。我只好去吃山上的野菜，现在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三舅母，给我一口吃的吧，我还这么小，我不想饿死呀。
而这个时候，乔家人纷纷走出来。外公外婆，我要饿死了，我才10岁啊！外公外婆，救救我吧！你不是要跟我们乔家划清界限吗？现在又来求我们家干啥呀？我们乔家是你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。我是宋家的家孙呢。当时你们2家闹得那么厉害，姐姐又要跟着娘走，我不表明一个态度，以后咋在宋家待下去呀？我也是有苦衷的呀。我知道你们是我的外公外婆，我的舅舅，我的表姐表兄，我这心里面也亲着你们呢。可是我一个孩子，我当时又有啥办法呀？哼，你倒是说的好听，路是你自己选的哦。现在你又来卖可怜，如果宋家对你好一点，你哪里还会记得我们乔家半点啊？外婆，你相信我，我是把你们当亲人的，我只想活下去，这是我一个小小的心愿。外婆，你就救救我吧，我保证以后绝对不跟你们作对，以后给你们说好话。他们身为血亲，身为长辈，难道让眼睁睁看他死去吗？别人见了会怎么说呢？可一旦救济了，就会有第2次、第3次。宋瑞儿以后必定常来，给乔家带来无数的麻烦。外公外婆，瑞儿错了，瑞儿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瑞儿抢了你们这么多年的外公外婆，你们就可怜可怜瑞儿吧。是的，他不能心软，不能为这么一个白眼狼对不起女儿曾经受的苦啊。吃吧，算是我乔家对你的施舍。吃完这一顿就不要再来了，你有你自己的家。外婆，不够吃啊。怎么不够吃啊？这里面有2碗米饭的饭量。你吃不够了再给你添米饭，要是噎到了有水给你喝。娘，瑞儿想吃肉，瑞儿好久没有吃肉了。宋瑞儿，你是男人，就拿出一开始的骨气来，而不是当初那样硬气，恨不得跟我跟乔家人一辈子老死不相往来，现在又来求我。就这样，众人不再管宋瑞儿，把大门一关，进厨房里吃饭去。吃完了饭，宋瑞儿饱了，来了些力气，他把那个破碗带走了，还挑了个地方，将那个碗狠狠摔向石头。而这一幕恰巧被刚出门的乔老爷子看在眼中，他立在门口，看向宋瑞儿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。而宋家这边，怎么乔家人上山的时候找到那么多菌子，轮到我们了，只找到这么一点儿。当时只有乔家人一家去找，哪怕山头生的菌子再少，也能找上1、2杯篓呢。现在村子这么多人去争抢，分下来的肯定就少了。现在不但我们赚的不多，他们也被拖累了。哼，活该！他们想盖大一点的院子，那是盖不起的。去那么远的县城，来回马车还有吃用，都要花上100文钱，还不如去清水镇上卖完了马上回来找菌子，还能多挣一点。没错，这样，明天咱们去清水镇卖去，避点村里人，别被看见了。进来，自己有饭吃，吃半碗。唉，家里现在光景不如以前了，又多了张吃饭的嘴巴，难喽。就是不知道那个窟窿啥时候能填得上啊。好啦，少说2句。瑞儿是我们老宋家的孙子，一出生就是宋家人，你们不养着，我也得养着。奶，我听乔家人说，今天他们家赚了9两，可能明天还要卖10两出头呢。啊？他们家里不就那一点菌子吗？咋能卖这么多钱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
可能他们还有别的东西拿去卖吧。你去给我盯着他家，看看他们家还藏了什么赚钱的门道。乔家这边，明天呢，女人们都上山去找菌子去，男人们呢下田地去麦地，把野草都拔了，清理一下虫害。麦子10天之后就可以收获了，这个时候最招虫了。老大媳妇儿，你和希儿也是在家里，不忙着做饭的时候，跟莲儿一起收鸡枞。哎，成。哟，不是宋家二嫂吗？怎么，你们也往清水镇去了？我记得你们是到永关县卖菌子吧？我说，你们不是抽到了永关县吗？这才老实了一天，你们就想往镇子上去了，太不讲道理了吧？是啊，你们抢占了一家，那村里人可能就有家会抽到清水镇的，那不好卖啊，说不定还得降价呢。我们也是要去永关县的，只是清水镇上好搭车而已，又不是要跟你们抢。在咱们大田村，时不时就有一辆往永关县去的马车，你们还用大费周章往相反的方向去等，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？赶紧滚回去！你们卖菌子的地方在永关县，不要跟我们抢。非要跟我们抢，那也别怪我们不看在你们是女人的份上，这该动手可就动手了啊！回到家，正巧赶上乔家二老要去沈家走一趟。爷奶，我也想去呢。好，莲儿一起去。奶，沈家在镇子上做啥生意啊？做米面生意。乔家田地多，又远离河道，所以每年呢都能剩下不少新米呢。乔家田地多，又远离河道，所以每年呢都能剩下不少新米呢。他们家一开始是在村里卖给本村和附近的村子，后来呢有了一点积攒，就到镇上租了个门面，不光卖米也卖面，生意一直都挺好的呢。听说呀还打算再租一个门面。沈家呀是咱们大田村条件最好的几家人之一了，沈家的人也算是能相处的。你大堂姐嫁到沈家去，吃穿用度上还有其他的都不会受委屈的。沈老太正驱赶满院的鸡鸭呢。沈家大嫂，我来了。哎呦，这大清早的都不知道你们会来，用过早饭没有啊？来，进屋子里坐。刘氏和沈秀啊在厨房里忙呢，你们有啥事儿啊就跟我说。沈家大嫂，咱们两家也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我和沈老头从小关系好，穿一条裤子长大，哪怕他人不在了，他也是我最重要的老友。哎，我知道，你们要好，那村子里的人啊都看在眼里呢。希儿出生1年后，咱们两家定下了娃娃亲，还落了聘书。我们就想着，现在2个孩子也长大了，沈浪16岁，希儿15岁，他们的婚事也到时候意义了啊。哎呀，是到年岁了。不过呀，你们也知道，我们家沈良在镇子上学习算学，他才去了3个月，这要学成那起码得2、3年呢。如果这就成亲了，那难免会分心啊，学不好就没有好前程，那到时候又怎么能支撑起一家人的需用啊？这个不打紧的，沈家大嫂，成亲以后呢，希儿好好打理家里，沈良只管专心学习，反而是替他分忧呢，他啥都不用操心。哎呦，哪有那么简单哟？男人成亲后就不一样啦，就算这媳妇儿好好的做贤内助，他的心里啊也始终是多了一份牵挂呀，不能完全用心。哎，你们呐也理解一下子，如果沈良做了泥腿子，这以后谁嫁给他，岂不是要吃苦啊？也不是说现在就让他们成亲，2个孩子都大了，不如先正式定下来。
办一个订婚小酒，等到沈良学的差不多了，再挑一个日期成婚。办订婚小酒就成未婚夫妻了，还不是会打搅沈良的用心啊？希儿才15岁，你们也不用这么着急呀。他们定下了娃娃亲，又落了聘书，难道前面沈良心里就没有半点牵挂吗？终归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走一个流程，把事情好好定一定，孩子的终身大事不能耽搁。毕竟是时间久了，对沈良影响不大。哎，但是再弄这么一出还是不一样的。沈奶奶，我年纪小说错了话，你不要怪我。你要说啥呀？沈奶奶，我就想问你一句，沈家还想不想要这一门亲事？哎，你这小孩乱说什么呢？啊，啥要不要的？他们小时候就定下了娃娃亲了。是的，我大堂姐和沈良哥定下了娃娃亲，现在他们也到岁数了，我们乔家就想知道沈家想不想让他们两个成亲。哎呦，我刚刚不是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吗？是为了呀不让沈良分心。咱们这些女人呢，只知道家里地里的，哪里懂得男人的胸怀大志啊？不让沈良哥分心是另一回事儿。我和爷奶在这里只想要沈奶奶的一个回答，如果沈奶奶回答是，那就让我堂姐等下去，不先办订婚小酒也可以，但我们乔家要把这件事散布到10里8村附近的镇子。如果回答不是，那乔家就立刻退了聘书，从此互不打搅婚嫁。莲儿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沈奶奶说话呢？这就是对沈奶奶的不敬了，你快道歉。沈奶奶对不起。沈奶奶，请你回答我的这个问题，我话都问出来了，我爷奶又在这里，你不回答，大家都挂着这件事情，都不安心。哎呀，孩子年纪还小，不会说话，沈家大嫂啊，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哎呦，我这头有点疼啊。哎，要不你们先回去吧啊，咱们两家的事情啊，往后再说啊，千万别伤了和气了。头疼也不妨碍说话。沈奶奶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疼你自己的孙子，我爷奶也疼自己的孙女，都要为自己的孙子孙女做最好的打算。咱们不如开诚布公，也算是不枉当初两家的交情。哎呦，这头疼，哎呦，头疼的要命啊！哎呦，哎，你在说啥？哎，我听不清啊！哎呦，沈家大嫂，你又何必这样呢？啊，成和不成只在你一句话，你要这样拖着，误了我家孙女，大家难免会生出嫌弃，以后一个村子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还咋面对？乔二叔，乔二婶，我娘年纪大了，你们就不要这样逼她了，万一出了事，你们承担不起。希儿也才15岁，婚事不着急，在家里多陪你们2年还不好？那你来回答，沈家到底想不想让他们两个成亲？哎呦，这个，在娘的面前，我是小辈，大事是娘和家里的男人做决定，我哪里做得了主呢？你们手上拿着聘书，还有啥可担心的？那就是不想了。自小就定下了娃娃亲，这本是双方的意愿，是两户人家上上下下的一致想法，你却说做不了主，难道说你们还有别的想法？你们不想要这一门亲事，我们就把聘书送回来，当着所有村里人的面撕毁。哎，你这，你们不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，两家这么多年的交情，还用退聘书？哪里至于到这一步？乔二叔、乔二婶，你们快管管这丫头，让她别乱说话了，免得影响我们两家的关系。哎，这莲儿的性子，我们两个老人家也管不动啊。你们应了她，我们就带着她回去，要不然的话，还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时候呢。我们只要一个回答，你们却拐来拐去不正面答复，这又是几个意思？你们不回答我这么重要的问题，就不怕影响两家的关系？
你们想不想要这一门亲事？想不想让沈良哥和我大堂姐成婚？乔爷爷、乔奶奶，你们放心，我们沈家会给希儿妹妹一个交代。希儿妹妹还小，多等2、3年才是最合适的，这也是为了希儿妹妹好呢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乔家人好欺负？乔二婶，你这是啥意思？说得好好的，怎么又要动手了呢？你们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你们大的小的3个弱女人，我打你们岂不是太欺负人了？我只是希望孩子们的亲事能有一个好的说法。你们沈家支支吾吾的，实在是不尊重人。真拿我们乔家当一回事儿，你们就说人话。哎呀，你们还要听啥话啊？该说的都说给你们听了。乔家弟妹呀，你不能不讲理呀。哎，这么的吧，你们家呀也不容易，就算现在挣到银子，也要忙着盖房子，带3、5斤米面回去称一称啊，也算是我们沈家的一点心意。你们啊就别闹了。哼，看来你们心里面有别的打算，却不肯放过我的孙女儿，要耽搁她的终身大事。是你们沈家做得太过分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我们让村里的人都裁夺这件事情，你们不肯回答，等村里的人来了，你们总要给个答案。老姐妹呀，老姐妹，你不能这么做呀，这是要坏了我们沈家的名声啊，我们还咋在镇上做生意呢？是你们要坏了我孙女的未来。让开，这件事情今天必须有个交代。大家快来看看，快来瞧瞧啊，快来评评理呀！哎呦喂，老姐妹哦，我给你跪下啦！娘，你年纪大了，又是老寒腿，怎么能跪到地上去呀？你们实在是逼人太甚。我们好话说尽，是你们不依不饶。爷奶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好，回去。不过这件事情，我们乔家是不会罢休的。你们最好没有那些见不得光的想法，要不然我就到你们家铺子门口打滚去。哎呀，老姐妹呀，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。沈家肯定会给你们交代，你们只管回去等着吧啊！后面沈秀追过来，拎着一个装着米面的布袋子。哼，我们不要，不稀罕。爷奶，吃了甜的，心情会变好的。莲儿啊，你是怎么想的？要不然我们老两口豁出脸皮去，闹他沈家一个天翻地覆，非要他们一个回答。他们的态度已经明显了，就是耍赖皮拖着，而且专门捡好听的话说，听起来甚至还有点道理。就算村里人来了，可能也会被他们的说法绕了去。这沈老婆子都要下跪了，万一闹着要自杀呢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们逼他们呢。哼，他要跪就跪，要自杀就自杀。要不是怕折了我们乔家人的寿，我管他死活呢，管他什么千年老寒腿。如今到了这情形，就算哪天沈家愿意，我也是不想结这一门亲事了。老婆子，你说呢？哼，他们藏了私心，还想让我们女方家安安分分等着，怎么可能？如果他们后面明确说要娶，那也肯定是经过权衡利弊的，觉得是自降一等跟我们乔家结的亲呢。沈家这2年有钱了，又在镇子上做生意，沈良也是一个有志气的，说不定他们就在镇子物色人家，看看有哪家愿意把闺女嫁给他们，又能对沈家的生意带来助力的。不过现在只是猜测，我们要把证据摆明在沈家人的面前。现在手上什么都没有掌握，偏要逼着沈家给一个答复，他们大可以一直耍赖，又显得我们乔家胡搅蛮缠。那要怎么拿证据啊？需要等，他们有了别的想法，肯定会有行动，有行动就会留下迹象。这件事不着急，希儿姐也才刚满15岁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。好，
我倒要看看他们在搞啥幺蛾子。哎呀，老沈头啊，你要是还活着，咱们两家咋会变成这样的局面呀？唉。而乔家这边，你紧张什么呀？你们从小定下的娃娃亲，现在你爷奶不过是去活络一下关系，指不定哪天就把亲事定下来了。小姑，我不是紧张，我舍不得大家呢。有啥舍不得的？又不是嫁到别村去，沈良家就在下头，你抬头往上看一眼就是娘家，随时回来都可以。中午，下地的男人们纷纷回来。哎，奇怪啊，上次看着有些虫害，今天去一只虫子都看不到，我们只顾着拔草了。难道是家里开始走运了，就连虫子都不来吃咱家小麦了？啊，真的没有虫害了？不可能啊！不信，娘，你去看，我们还在地上看到好多掉下来的虫子呢，都死翘翘的了。嘿，这虫子怎么就莫名其妙的死了呢？奶，咱们家稻田里虫害严重吗？比不上麦子严重，但是也有虫害呀，每年都会造成减产。大用哥、大成哥，等吃过饭以后，你们去借几个喷壶来，要大一点的那种。莲儿，借喷壶做啥？等借来你们就知道啦。莲儿让你们借，你们就去借，问三问四的。莲儿，喷壶我们借到了，把村里最大的几个借来了。现在大家下稻田去吧。家里的几个桶也都带上，走，下稻田。莲儿，这是啥呀？奶，这是农药，专门用来杀稻谷上的虫子。这个东西能杀虫子？那比起那生姜芥末水咋样？好用多了，当即见效。莲儿，你去哪里弄来这么好用的药啊？在镇子上跟一个赤脚郎中买的。本来昨天我也只是试试，没想到把小麦上的虫子都杀死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麦上那些虫子是莲儿除掉的。是啊是啊，大家快夸我啊！嘿，莲儿真棒！哼，叫你们嚣张，吃我家稻子，现在让你们尝尝厉害。哎呀，老婆子，你不要这么激动，万一心火伤了肝。莲儿，这些农药能管多久啊？能管半个月，半个月后再来打一次。可是农药都用光了，到时候还有农药卖吗？时不时会看到那位赤脚郎中，到时候我跟他多买一些。虫害完全防住的话，今年起码要多1倍的产量。大用哥、大成哥，我想吃鱼。成啊，莲儿想吃鱼，那就捉鱼给莲儿吃。护好你们的妹妹，不能让她摔喽。奶，你就放心吧，妹妹摔倒了，我给她做肉垫。等家里人回去了，大用哥、大成哥，我是想让你们去做一件事。不是下河捉鱼？这件事关系到希儿姐一辈子的幸福，比捉鱼重要多了。那是啥事儿啊？莲儿，你快说，千万不要耽搁了。乔莲儿把今日去沈家的情况说了一下。这太过分了，这分明就是故意拖着，想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下家。如果找不到，再轮到咱们乔家头上。人活在世上，应当成器，这就是不做人了。就是，不想结便不结，谁强迫他了？大可就此了断，彼此断干净了，也不耽误谁。这样模棱两可的，就是心术不正。沈家就是有想法。莲儿，我们直接去找沈家，说这一门亲事我们不要了，我们不稀罕。不行，沈家满嘴好话，如果我们这样做，倒显得像是我们无理取闹一样。那要怎么办啊？难道就这样让他们拖着？希儿15岁了，也不是小孩子了，拖不得的。我让2个哥哥留下来，就是要跟你们商量，我们要退婚，也要退得有理有据，不能落人画饼。万一沈家倒打一耙，说是我们瞧上了别家，背信弃义做小人，他们反而顺理成章的去攀高枝了，
仙儿姐却落得了不好的名声。那莲儿妹妹，你说咱们该怎么办？我猜沈家这样做，可能已经有相中的人家了。他们在村子里上山下地囤货送货，我们看不出什么来。但是沈良在镇子上学习算学，总是连着几天不见人影，可以从他那里入手。好，我们时不时去镇上看看，看那小子有没有猫腻。咱们偷摸着来，别声张。你们看出什么来了，先告诉我一声，我去核实一下。大用大成系起裤腿下了河。哎，鱼都死哪儿去了？这河里没鱼，能叫河吗？大成哥、大用哥，我又不是真的要吃鱼，就跟你们说事情。算了，回去吧，可能家里要吃饭了。不行，我们一定要摸到鱼。这里摸不到，我们就去上边的河段摸。就是不着急，三婶他们还没回去呢，即便是饭做好了也不能开饭啊，咱们再找一会儿吧。哥，往那边去。他用意念打开空间，菜地旁边有一方小池塘，莲儿偷偷的把鱼抓到放出来。嘿嘿，莲儿，我们抓到鱼了，好大一只，这么肥呢。是啊，还有鲈鱼，鲈鱼刺少肉嫩，好吃。而外头夜色茫茫，月光稀薄，大用准备去往镇上。哎，大哥，就算我们要看情况，也不是这个时候去啊，等明天吧，我们一块儿去。而且这种事情不能急在一时，他们有猫腻也是长时间打算的，相信迟早会露出马脚的。我就想看看那小子在镇上有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妹妹的事。而且啊，白天沈良忙着学习，也看不出什么来，说不定晚上去一趟，反而还有收获呢。好，那哥，我们一起去。这大晚上的，路上可能会有贼人出没，咱们俩一块儿去，相互有个照应。爷爷奶，我们去找石头他们玩耍去了。咪妹子，你的腿脚好像好的差不多了，哎，跟平常已经看不出来区别了。是的呢，我也想说，咪妹子好的这样快，还以为要养2-3个月呢。在宋家的时候，那么多个日子都不见好，回到娘家才这么些天就好了，可见是他们苛待。可不是嘛，小姑在宋家还要拄着拐杖干活，一手拄着拐杖，一手提着桶去喂猪，一不小心摔倒了，伤情还会加重。哎，妹妹是能好的呀，宋家人是被猪油蒙了心了，脑子出了问题了。就是，他们就没这个数？不可能啊！宋家人德行不高，头脑可精明的很呐。哎，老婆子，宋家人肯定知道咱云妮儿没有真的骨断腿折的，他们急吼吼的忙着把人赶出门，你说这是为啥呀？啊？我也纳闷呢。往后看吧，时间久了，有些东西总能看明白的。要么就是宋家人纯犯傻，哪根筋出问题了。而院子里，娘，喝水。乔云妮感觉到了，喝过这个水以后啊，感觉身上不一样了。这水哪弄来的？他也不过问，但他知道女儿是为他好啊。聊了一会儿，大伙困意袭来，准备进屋休息的时候啊，突然间意识到大成大用没回家呢。我去看看。他正准备出去，就听到门口传过来动静。只见大成和大用披着夜色回来了。莲儿和大成大用走进堂屋。我们到了沈良租住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巷子是镇子上除了安宁巷之外最好的地段，出来就是茶楼酒肆。他租的是一个4合小院，1个月的租金就得8两银子。沈家这么节省，却舍得花这么多银子给沈良租房子，要么是真的因为看中这个孙子，要么呀就是有别的缘由。莲儿妹妹，还有呢，我们观察了一会儿，沈良看了会儿书，在纸上写写画画的，准备要睡下。不过睡之前，他摘下那个香包，在手上闻了一闻，又呆呆看了半天，不知嘀咕什么呢。然后灯灭了，我们就回来了。还有那个香包，怕是哪个姑娘送给他的。我看式样和上面的花样子，不像是我妹妹的风格。刚去就了解这么多信息，已经很不错啦。先睡了吧。第二天，
去韩家卖了菌子，莲儿便去往大通巷转一转。大勇哥、大成哥，咱们去天香楼喝杯茶吧。好。小丫头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账房身边的那个小哥哥长得不错，可说清啦。哎呦，小丫头，你这才8岁吧，就惦记上那个大哥哥了？才不是呢，我家里有姐姐，跟那个小哥哥差不多大，我是在为我的姐姐相认呢。哦，嘿，他呀叫沈良，是附近大田村的。1个月前呢，到的天香楼，正在书院学算学呢，也才学了3个月。刚开始啊，账目上的许多东西他都很生疏，现在呢，算是稍微适应一点了。这样貌不错，为人也不错。不过呀，你们还是不要打主意了，早就被人看上了。啊？被谁看上了？是大英巷里东头的石员外家。这石员外呢，原本是州府上的官员，身体不好了，告老还乡，赋闲在家的。石员外呢有一个孙女，今年16岁，叫做石慕柔，来这里找过几次沈良。那石员外知道这件事情吗？这些我就不知道了，该告诉你们的我已经说了，我这就忙去了啊。既然有了心上人，为什么不说个清楚啊？还想耽误我妹妹的大好年华？这有什么想不开的？人都是自私的，如果和石员外家结不了亲事，再考虑希儿姐，这就是沈家的想法。沈良都和别的女子约会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咱们这就回去跟爷爷奶奶说，把这一门亲事给退了。我们没有证据，沈家是绝对不会承认的。万一还反过来说希儿姐有了相好，希儿姐不检点才要退婚，到时候我们怎么跟别人解释？就全成了我们乔家的不对了。是啊，大哥，别冲动。现在既已知道了，我们就要沉住气，再多些时间，我们得想办法有理有据，把这门亲事退掉。那等这件事结束之后，我可以把沈良打一顿吗？可以啊，到时候我们全占理了，大哥把他打得屁滚尿流都没关系。如果沈家人做得更过分，我们就全家一起上阵，一起收拾沈家。大哥二哥，明天你们去韩家卖，我去石家卖。我跟你一块去。人少一点好，毕竟沈良认得我们，万一打草惊蛇了，他反而躲得更加隐蔽。回到家以后，像无事发生一般，家里人说笑着：娘，希儿姐也上山去了吗？没有呢，她在屋子里头忙活着呢。莲儿，有什么事吗？希儿姐，我可以进来坐坐吗？乔希儿有些许犹豫，但一想也没什么，便拉乔莲儿进去了。他又见桌上放几张粗纸，用芦杆笔绘了花样，有香囊的，还有斜面的。他看得出来是给沈良做的，难怪方才问能不能进来，希儿有些犹豫呢。以前做这些总是摸索着，现在有了零用钱，我买来了一些纸和笔，这样做手工活方便多了，也精细多了，不用担心把料子作废。希儿姐，你是真的很喜欢沈良吗？莲儿，你怎么能问这个问题呢？希儿姐，咱们都是女娃子，有啥不好意思说的呀？你觉得我说错话了，那我这就走。好了好了，真拿你没办法。他是我以后要嫁的人，人也不错，我当然喜欢他了。我是要和他过一辈子的。希儿姐，我看沈良衣食不缺的，这些花样子我很喜欢，你先给我和芝芝姐做好不好？啊？希儿姐，我想要嘛。也耽搁不了太久，半个月的时间就能做好，然后你再考虑沈良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喜欢这些花样，那就先给你做。见此，莲儿才作罢了。拖半个月差不多了，若希儿做得快的话，他便继续要下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按照分配好的，大成跟大用去往韩家。谁呀？小姐跟我订了些东西，
我专门送来。哎，小姐好像没有跟我说订了东西，你是不是走错了呀？老人家，你看看，这是不是你家小姐订的？这……老人家，不如让你家小姐出来看一眼，不就知道了？哦，我家小姐一大早就出去了。不过她早上不会出去多会儿，等一下就回来了。要不小姑娘你等一等。好。小姑娘，你先坐着，我去忙一会儿啊。忽听外头传过来动静，小姐还是当心着点吧。太老爷也没有同意你们的亲事，还让你们少来往。这要是让太老爷知道了，小姐你早上时不时的就往那边跑，只怕要生气惩罚小姐呢。你这么多担心做什么？爷爷和父亲也没有说不同意啊。他们是见过沈良的，知道他一表人才，又勤奋好学，是个上进的，前程必不会差。再说了，现在家里没有人为官，想把我许给官家，那也不现实。沈良家在镇子上做生意越做越好，万一以后成为一方富商也不一定。我并不觉得他的家世比我家差多少啊。快进垂花门的时候啊，你谁啊？到我家里坐着做什么？小姐，这是不是你订的零嘴？你过来，我看看。这东西闻着好香啊，赶紧给我尝尝。啊，好香好香啊！我要全买下来，多少钱？哦，小姐，好像是我弄错了人，这东西不是卖给你的，对不住啊，我这就走人。不许走，哪怕你要卖给别人，可这东西我看上了就是我的，你只管开个价。小姐，这不太好吧？我还得去找那个买主呢，万一人家等得心急，对我有看法。你管这么多做什么？你都记不得他，说明你们不熟。你再躲远一点，他上哪里找你算账去？开个价吧，懒得跟你磨嘴皮子。3两银子。啊，就这么点东西要3两银子，有点狮子大开口了吧？要就要，不要就算。好好好，你留步，这次我给你3两，但你以后有这种好东西还要拿到我这里来卖，到时候给你2两，不，1两。那好，等我找到那个人，说以后不给他送了，只给小姐送。这就对了嘛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你要是不卖给我，我也不让你卖给别人。大成大用两人在回的路口上等待乔莲儿。怎么样，莲儿，看见了吗？那个石小姐好看吗？跟希儿比呢？重要的不是长相，是石家的确有些资本。石家想给石慕柔找一个官家公子，只是家里已经无人做官，所以并不容易。石家已经知道石慕柔和沈良的事情，但是没有答应，也没有反对，只是把沈良当作备用的车轱辘呢。哼，这么说来，沈良的处境倒和我妹妹一样了。是这个理然。哼，如果这个石小姐也是别户人家的备用车轱辘，那就有意思了。其他的事情没必要去关心，真正关键的一点是石慕柔嫁沈良的决心坚定。哎，莲儿妹妹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啊？我先和石慕柔熟起来，沈家和石家其他人态度都模棱两可，只有石慕柔这里好入手。沈良那里也不用再去了，显而易见，他那个院子是石慕柔出的钱，我们不声不响的给沈家来一个大惊喜。好，要我们做啥？你只管说。往后我都去石家卖菌子，每次卖1斤鸡枞，其他的都供应给韩家。而这个时候，沈良是时候出发去天香楼了，而香囊在手中就仿佛自个儿虔诚一般，所以沈良格外的爱惜呀。他叹了口气，哎呀，谁让乔家帮不了他呢？不但帮不了他，成婚以后怕是要拖累他呢。他决定了，等娶石慕柔之后，会给乔希儿一个安排。想到以后会有一个有用的妻子，美貌的妾，沈良的嘴角露出一个笑意来。或许这便是美好的人生吧。皮痒了，又欠打啦！
臭丫头，死丫头！等哪一天我好好的收拾你！莲儿，这外面是啥声音呢？我咋听见有人在惨叫呢？是不是出事儿了？乔莲儿不禁猜测，应该是想偷听秘密，好回宋家交差买好呢。这个臭小子果然不安好心，好在上次他来讨饭的时候没有给他荤油，不然的话只怕要把饭碗端到宋家去了。小泥鳅掀不起什么波浪，不过咱们家里人在院子屋里的时候说话还是要小心点儿，不要提到有关钱财和姬松的事情。成，等大家都回来了，我跟大家好好嘱咐一句。第二天，你来啦，昨天你卖给我的那一斤都不够我一顿吃的，今天有没有多一点？只有1斤。就这么1斤啊？石小姐不想要，我拿去卖给别人。啊，别，我从昨天一直盼到现在才把你盼来，你怎么能走呢？就1两，不许多要啊。你看着我做什么？石小姐长得真漂亮，以后哪个男人娶到你肯定是他的福气。好了，不许再夸我了，再夸也没有了。我夸石小姐是真心的，不是为了要报答。就是石小姐有没有中意的人呢？哎呀，你怎么能问这个问题呢？你小小年纪太不要脸皮了。哦，石小姐不说就算了，我也不是要管石小姐的闲事。刚才我来石家的路上听到2个男人在讨论，说他们倾慕石小姐，指不定哪一天就要来提亲呢。2人还差点打了起来。什么？是哪个凡夫俗子啊？竟然也敢讨论我？他们也配吗？是石小姐到了出阁的年纪，难免会惹那些男人惦记。那2个男人面相丑陋，行为粗鄙，甚至说要在石小姐外出的时候偷偷拦截石小姐呢。我觉得石小姐如果有中意的人，可以考虑尽快把亲事给定下来，免得其他男人有想法。石小姐，你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，我也只是看不过去，给你提个醒。我先回去啦。你倒是个好心眼，明天你来多给你半吊钱。乔莲儿一走，又冒冒失失的，一大早起来看不到你的人，是不是又去找那个沈良了？我就去看他一眼嘛，给他送点早饭。爹，你不也说沈良一表人才，前途有望吗？我是这样说过，那孩子好学又有些志气，但他往后怎么样还有待观察，你着急忙慌的做什么？再说了，也未必没有比他更合适你的。好了，你们父女俩不要吵了。柔儿，你才16岁，再多2年挑选也是可以的。这2年沈良能不能成才也可以看得出来了。男方家不急，你这么急，反而失了闺秀的风范。可是爷爷，今天竟然有2个不知羞耻的男人光明正大的在街上说要娶我，还说要拦我的路，身边没一个男人护着我，我怕出门都不安全。岂有此理！竟然把主意打到我孙女儿的身上来了，下次再碰到这样的人，抓起来打一顿。啊，柔儿不要担心，以后你出门派2个身手好的跟着你。除了沈良，其他男人我都不想嫁。我知道你们在给我物色官家子弟，可他们除了家世好一点，有几个比沈良好的？好了，女孩子家的，还待字闺中呢，整天嘴巴上都是男人，再这个样子，连沈良都不让你见了。今天是接天，乔莲儿去逛了一下，迎面走来一道熟悉身影，是沈良。是沈良大哥呀！街上人这么多，沈良大哥都快要看不见我啦。啊，是乔家莲儿妹妹啊！我不经常在村子里，所以模样记不太清楚。莲儿妹妹，你不要放在心上啊。沈良大哥忙吗？忙着学算学，就是不知道现在学的怎么样了。我大堂姐在家里等着你呢。我家里人的意思，等你学好了，就可以提起2家的亲事啦。
还早，我才学了3个月，就在做学徒，起码要2年才能有成效。希儿妹妹就安心等着，不要多想，我总会给她一个交代的。石慕柔先一步到天香楼，把掌柜叫去后面说话。哎呦，石小姐，我正忙着呢，你这是有什么事啊？石慕柔捧出一个沉甸甸的盒子，就放在掌柜的面前。打开一看，是100两银子。石小姐，你这是？这些都是给马掌柜你的，这可是我攒了3年的零花钱啊！无缘无故的，石小姐，你给我这么多银两做什么？我只要你帮我做一件事，这件事很简单，动动手指头就可以了。石小姐，你说说看，我能不能做得到？真的是动动手指头的事儿，我也不敢收你这么多钱。我的准未婚夫不是在你家茶楼实习吗？可你知道的，他志不在此，他要进州府，最差也是县城，去做专门的测算匠人。去参加考试之前，要求有2年的学徒经验，你就给他写一封证明，证明他在天香楼学了2年。不行，官府查得严，要是造假，跟着作假的人也要下狱，必须老老实实当2年的学徒。如果天分高学得快，大半年1年也不是不可以。沈浪现在才刚刚摸着一点门路，你这样做是害了他。而且他在书院才学了3个月，书院的考试也是过不了关的。石姑娘，何必操之过急呀？马掌柜，你觉得我是傻子吗？我又不只是打点你这里，书院我也要去打点的。那县城或者州府的考试呢？考不过还不是要打回来？到时再想办法吧，考不过再说。这个我做不到，我不会去冒这个险，家里还有老小等着我养活着呢。我只想当一个老实本分的掌柜，是万万不敢行差踏错的。石姑娘，你请回去吧，我就当你没有说过这件事儿。不帮就不帮，你不帮，有的是人帮。刚踏出天香楼，迎面就碰上沈良。哎呀，柔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天香楼不好，马掌柜是个不识趣的，你还是不要待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之后，石慕柔把事情前后说了一遍。哎呀，柔儿，你不能这样做。为什么吗？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就连你也来反对我。你也知道，咱们这一朝舞弊可是要杀头的，一经查出来，我、掌柜还有你们家都要受牵连。有这么严重？是啊，就是这样的规定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今天我听说有人打我的主意，爷爷和爹又是那样的意思，我总觉得不安。谁在打柔儿的主意？是不是哪个官家公子？就是街上的或者路上的人都盯上我了，甚至还要拦路截我。谁像我生的美貌呢？家世又好，总有那些男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所以嘛，不尽快把亲事定下来，我又怎么会放心？那是路人，不打紧的。我自己也会努力，尽量在1年之内学成。到时候跟你爷爷和你爹证明了我们的亲事就可以提上议程了。有需要柔儿你帮助的地方，我一定会跟你说的。我没有说的，你就不要自作主张，免得惹出麻烦来。莲儿方才走了，又绕了回来，假装在一个摊位前买东西。他本想撞个运气，却没想到果真看到沈良和石慕柔在茶楼侧墙拉拉扯扯的。而到了街口，今天卖了5两。石慕柔紧张起来了，明天他会更紧张，然后他为了留住沈良，就会有更多的动静。哎呀，莲儿妹妹，好主意啊！你说的对，石慕柔是要坚决嫁给沈良的，从他的身上入手，果然是最好的。先保密，不要声张，很快沈家的面目就会暴露出来。
二天一早，啊，那个小丫头怎么还没来？她迟到了，真是的，小臭丫头。石小姐，我在这里呢，快过来，就等着你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在我身边了。石小姐，你昨天说多给我半吊钱，是不是真的呀？当然是真的啦，难道我还能坑你半吊钱不成？我今天这一身好看吗？好看，红配绿，犹如绿叶红花，是天地间最好的搭配。我就说红配绿好看，去成衣铺子里也买了不少这样的搭配，秀娘还不想给我做，结果呢，穿上身了，爷爷说好看，你说好看，他也说好看呢。我昨天可是看到了。啊？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你们在天香楼外面说话呢。那你觉得他长得怎么样？自然是生得俊秀，石小姐好眼光。不过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觉得眼熟，就好好辨认了一下，才发现是个认识的。哎呀，你认识沈良哥哥？是呢，我们都是从一处地方来的。沈良大哥不仅长得好看，又有些学识本事，所以我们那儿不少姑娘都倾慕他呢。石慕柔眼高于顶，乡下丫头们她不放在眼里，沈良不可能放弃她去选那帮家境不好的女子吧？好像他有未婚妻。你说什么？沈良未婚妻？他没跟我说过呀，我这就去问他。石小姐你傻呀，这样做只会把沈良大哥推远。我去问个清楚而已，怎么就把他推远了？站着说话好酸哦。你跟我来，把茶水端上来。好了，你可以说了，我怎么就不能去问沈良哥哥了？沈良大哥跟石小姐说过他有未婚妻的事情了吗？这倒是没有。那沈良大哥对石小姐好吗？当然好啦，他每天对我嘘寒问暖的，还说以后有能力了什么都给我。这就说明沈良大哥心里是有石小姐的，他只是不方便透露自己有未婚妻，这是有难言之隐的。如果石小姐去他面前大闹一场，反而会败坏他对你的印象，进而影响你们的感情，那就得不偿失啦。想不到你一个7、8岁的小女娃子竟然懂这么多，跟个大人似的。然后呢，他的未婚妻是什么情况？怎么就莫名其妙多了个未婚妻？你跟他既然是一处的，你就告诉我。似乎是小时候定下了娃娃亲，两家家长属意过的，现在到了男婚女嫁的年纪，沈良却有了真心喜欢的人，女方家又想在这个时候提起这一门娃娃亲，这就难办了。原来是娃娃亲，那就是大人的事情了，跟沈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当时年纪小，他有什么选择呢？也的确是这个道理，谁又能预料到长大以后的事情？那你说说我该怎么办？要不你拿一样沈良给你的定情信物，找到我们的那一处村子，向村里的人证明沈良喜欢的人是你，这样那一户定了娃娃亲的人家就会知难而退，沈良就完全是你的啦。的确是个一劳永逸的好法子，只是什么定情信物最好呢？你觉得？书信、保证书什么的，好证明笔记。黄昏过后，好几天晚上都没有看见你了。我让人把我爹爹引去一边，偷偷溜出来的。快吃吧，吃好了我得尽快回去。有劳柔儿了。这是我买来的零食，可好吃了，留了一半给你炒熏肉吃。柔儿怎么不吃啊？是已经吃过了吗？我吃了太多零食，肚子饱着呢。沈良哥哥，你的心里只有我，你这辈子只娶我一个，不会要别人是吗？当然是了，我对柔儿你的心，天地可证，日月可见。
口头上说的不算。有的男人功成名就了，就抛弃妻子，忘了自己以前说了什么话。哎呀，那柔儿，你要我怎么做呢？以后我们要相伴几十年，现在我也没办法证明给你看啊。柔儿，你只要相信我，而我说的每一个字也都是发自内心的。我要你写一封保证书，等你食言了，我就拿出来，让大家给我评个理。柔儿，我对你都是真心的，真心就要放在心底呀，写出来岂不是流于形式了吗？我就要保证书，什么形式不形式？你既然心里有我，就算写保证书也不影响，你就写来让我开心一下嘛。沈良眉心突突直跳啊，心里有些恼怒起来，但是不能发作。我知道了，你不想写，你对我压根就不是真心的，你不过是图一时新鲜。好，我写就是，等吃好饭我就写给你，但是你要保证好好的放着，现在我们之间没有姻亲，被别人看到了可不好。就知道沈良哥哥疼我，我又不拿去做别的，就想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，随时拿出来看一眼，感受你对我的心意嘛。等沈良吃好了饭，石慕柔在书房已经磨好墨了。写多一点，别想着几行字就把我打发掉，我可不依。沈良无奈，只好先在脑子里编排一段字句，方才落笔。沈良哥哥，这下子我可放心了，你就安安心心的学习算学，当学徒，你的烦恼我都会给你解决，让你心无旁骛，为前程努力。沈良送石慕柔出院子，站在门口，看他走远了，不由纳闷了。一封保证书而已呀，他至于这么高兴吗？继而无人到乔家卖鸡枞了。哎呀，一个个的愁眉苦脸的做什么呢？难道你们真的想全靠山上的菌子不成啊？行了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。这阵子没有上山，进深山的畜生放松了警惕，说不定就会有收获呢。明天呢，都给我上山去。没有猎到也不要紧，该去做短活的做短活，该给人家送货的送货去，总不会一点收入都没有吧？奶，明天有点事情，大家的计划缓一缓再进行吧，多待在家里。好，莲儿妹妹说有事，那肯定是重要的事。好，那就听莲儿的，明天哪里都不去。莲儿，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你能不能透露一点？是关于希儿姐的终身大事。莲儿妹妹，你怎么能当着大家的面说这种事呢？莲儿，那你告诉我们，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，还是……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吧，明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大家都要能够接受。行了，都回屋里睡觉去吧，谁也不要想东想西的。就算是有啥不好的，咱们乔家人什么苦没吃过，什么难没受过，大风大浪的见多了，担心个啥？只是刚回屋去。海大爹，你说咱们家希儿跟沈良的亲事到底能不能顺利啊？沈家的门总是关着，像锁起来一样，有时我想去走动走动，又不好意思打搅。现在我在想啊，是不是故意在防着我们乔家？哎呀，不管咋样，咱们家希儿这么好，以后一定不会差。睡了吧，啥事儿明天就可以见分晓了。第二日，沈良哥哥，我要去办点事情，就不陪你吃早饭了。柔儿，是有什么事吗？这个你就不要问了，等我办成了跟你说，你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哎呀，柔儿，不可再像上次一样去要那些作伪的证明。你不要去县城州府，至少我也得要先学个七七八八吧。放心了，不是这件事，你不愿意让我去做的，我当然不会给你添堵，你就安心等着吧。而另一边，等等，小丫头，你又给我送零食来了？是的，石小姐这么巧，你在这里啊？你也知道我要去办大事了，
现在不回家，这就出发。我跟老管家说了，等你到的时候就把零食买下来。快去吧。走啦，这里的风景还不错嘛，以后天天和沈良哥哥看这样的风景，郎情妾意，简直不要太美好。见一个未出阁的姑娘说这样的话，甭管车夫还是打手，这帮人脸上都有种怪异的尴尬，谁也没出声。你们都是木头啊，一个个的跟呆瓜一样。他往后一看，看到乔莲儿，眼神闪烁一下子。快停一下，快停一下！小丫头，你上来吧，我搭你一程。小丫头，你这么快啊？家里有事，我忙着回家。好在你碰上我了，省了脚力。啊，你这样的泥腿子，从来没有坐过马车吗？啊，是的，坐在马车上真舒服，多谢石小姐了。等到了大田村，石小姐打算怎么做呢？当然是让整个村子的人都知道沈良是我的，谁敢反对，就把他们一个个打得屁滚尿流。沈良给石小姐写好保证书啦？写了呀，你看看，是不是很感动？是挺情真意切的。石小姐，你找了一个好男人啊。那当然，沈良哥哥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，那些官家子弟都比不上他好。到时候我也会帮着石小姐把这一门娃娃亲给退掉。真的？那你说说，你会怎么帮我？等到了村子里，石小姐就知道了。对了，我们大田村的人集合都在村子中央的那一个坝子广场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要真的帮得了我，我给你这个数，300文。呸呸呸呸！我有那么小气吗？是3两。马车很快抵达大田村，乔莲儿下了马车，眼见马车往村中央那个坝子广场去了，整个山林间都在回响着。大田村的乡亲们都到这里集合了，我们家小姐要给大家发钱。爷奶，我们也去看看吧。好，走。等会儿要是抢起来了，也没有谁能抢过咱们乔家的人。很快，家家户户在的都赶到坝子广场上。这些钱都是给大家的，你们抢到多少算多少，但是抢完了以后，你们都要站在这里听我说话。这位姑娘，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发钱呢？是不是为家里人祈福啊？我家里人无灾无病的，我给你们发钱是因为有了喜事。有什么喜事呢？难道是姑娘您要嫁到好人家去？我遇到了世间最好的男子，谦谦公子，温润如玉，就是你们村的。今天我就是来宣布我和他的好事的。啊？啥？我们村的？对，就是你们村的，要不然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不过先抢钱再说吧，有钱抢还有热闹看，今儿是个好日子呀。等一下呀，谁都不要去抢。奶奶为什么不抢啊？这位姐姐有了喜事，图个喜庆呗。芝芝啊，不是奶要装这个清高，你奶我土里刨食一辈子了，有啥比生存，比有吃的用的还重要啊？真的要计较这个，那就是矫情了。等一下你就明白了。哎，这抢钱抢的是一点技巧都没有啊！哎，小姐，你看那家子人不抢钱。咦，这不是那个小丫头一家吗？这个小丫头说来帮我，帮成了有3两银子呢，当然不稀罕捡地上的。嘿，我家抢到了100多文呢。我家抢到了60多文呢。好了，大家都抢够了，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喜事了。柔儿，我第一眼看到你的那一刻，好像世间百花开遍，到处弥漫着花香，我对你倾心不已，感谢苍天赐予我福分，让我能得你2分亲眼，相伴3月，你我惺惺相惜，心意相通，相互将彼此刻入骨髓。
你是我遇到的最对的人，我唯一想娶的女子，今生今世非你不要。如果我违背了这个誓言，便叫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，万死不得超生。哎呦，这一封情书写的那叫情真意切，感人肺腑啊！前面听姑娘说，姑娘的意中人是我们大田村人，就不知道是哪个兄弟这么有福气，倒是说来让大家高兴高兴啊！哎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啊？我又不会哄人。没事，蛋子，你最会哄人了，是不是你啊？莲儿，你说，这位小姐看上的会是咱们村哪一家的后生？好了好了，你们猜的都不对，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，和我情投意合的那个人，就是沈家，沈良。啥？沈良？沈良？就是沈良，你们村除了沈良，还有谁配啊？哎呦，你们沈家好福气啊，竟然攀上了一个富贵人家的千金大小姐。哎呀，这是福气，也是本事。这位姑娘便是石家姑娘啦。是我。你是谁？哎，我呀便是沈良的奶奶。哎呦喂，石姑娘到村子里来也不说一声。哎，走，快去我们沈家坐坐。再缓一缓吧，我还有事。哼，沈家人，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，不顾定下来的那一门娃娃亲，偷偷背着我们乔家和别家私相授受。现在人家都找上门来了，千真万确，抵赖不得。你们沈家现在怎么说？小丫头，这个老婆子是你什么人啊？是我奶奶。那你还说？石小姐，我说话算话，不会耽搁你的终身幸福。哎，你乔家弟妹啊，你也看到了，人家姑娘都找上门来了，这还有啥好说的呀？啊，我们两家呀是有一门子事儿，但那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两个孩子长大了，总有不同的想法嘛。这哪有牛不喝水强按头的道理呀？是啊，偏要把他们两个扯在一起，也不会幸福的。虽然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但我们也不能逼着沈良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啊。这世上总有变通的道理，不是一条路走到黑。石姑娘已经来往3个月，你们肯定也是知道，上次我和老婆子去你们家，你们却闪烁其词，要我家希儿再等2、3年。既然你们相好了人家，却故意做出这副模糊不清的态度，诚心想要误我们乔家的姑娘，实在是自私，是完全不当人。现在人家姑娘来了，你们知道定下来了，就当着村里人的面说，不要那一门娃娃亲，你们沈家的算盘珠子都崩到我的老脸上了。乔二叔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这件事情我们前面可不知道，是现在人家姑娘找上门来了，还拿出了沈良写的情书。你看看，上面就是我家沈良的字迹，赖不得。沈良和希儿就没有说过几句话，跟仅仅只是认识的人没啥区别。人家姑娘都站在这里了，要是我们不认下来，岂不是毁了人家的清誉呀？那也是你们沈家不对，当年定下了娃娃亲，沈良长大后也是知道的，可是他不守本分，去攀附有钱人家的姑娘，他自己行为不检，终究也是你们沈家没有教导好。现在人家姑娘来了，你们就立马翻脸不认，你们这样不尊重人，视契约如同儿戏，我们乔家不能就这样算了。哼，辜负了我的女儿，辜负了我们两家的交情，还想拍拍手全身而退，不付出任何的代价。哼，这不可能。没错，这门亲事是要退，但我们也会给你们乔家一个交代，不如大家先各自回家去，私下里好好商量一下。放心好了，我们沈家不是不讲道理的，会有一个说法的。你们家可真有意思啊，
还私底下商量呢？你们做事做到这个份上，还有啥情面让我们乔家私了啊？今天呢，就当着大伙的面，好好做个了断。没错，你们做的这样过分，我们是不可能和你们结亲了，更不会可惜你们这种背信弃义的人家。但是你们违约在先，错了就要承担错的后果。倒是说说，你们要什么补偿？干脆一点，要多少银子？灵儿，你咋想的？我们不要钱。啊，不要钱，要道歉是吧？等沈良回来，我们沈家呀，齐刷刷啊，带着沈良到你们乔家门前道个歉。哎呀，就说一个村子里的，何必闹得面红耳赤，彼此下不来台呀？以后还是要相见的嘛。我们家是不要钱，但是我们要沈家挨着我们家河边田的那3亩水田。不行，田地是农户的根，是农户的本，凭啥要给你家呀？就凭你们沈家对不起我们乔家，就凭你们错了，不割出这3亩水田，这件事情就没完没了。没错，我们只要地不要钱，对你们沈家已经够宽容了。赔地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们就别给我做梦了，这是我们沈家的老命，我们拼死拼活那也要护着。这件事儿就是你们沈家的不对，乔家一点错处都没有。你们必须要拿出十分有诚意的赔偿，才算是对乔家有个交代。1亩，最多就只能割1亩。切，说得轻巧啊！我们乔家等了这么多年，是1亩地就可以打发的？不就是3亩地吗？我家田地多得很，直接给你们3亩就好了，你们不要再纠缠了。石姑娘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们农村人跑来跑去的种田未免太辛苦了。这里的每家每户田地都是连在一起的，方便集中种植。所以除了沈家挨着的那3块水田呢，其他的田地我们都不要。你们是故意的吧？啊，故意要让我们沈家人难做。就是故意的又怎么了？你们沈家做出这种事情来，还不许我们乔家故意？你们乔家欺人太甚。到底谁欺谁呀？赵立正，那3亩水田，1亩可以卖15两，等于沈家出了45两，这一笔数字可不小啊。就算是我们沈家和乔家结亲，彩礼加上聘礼，都用不了这么多呀。他们乔家的确是狮子大开口了，也是你们沈家做错了。姑娘都找到村里来了，只是当众让乔家下不了台呀。乔家不多要一点儿，实在是咽不下这一口怨气。这事情一开始就应该私底下解决，亲事退也退，该赔也赔，你们却闹这么大阵仗，又是定下的娃娃亲，让人等了这么多年，给个10两8两1亩水田的，不像话。可是这位石小姐，就算石小姐是自己来的，也怪你们没有处理好。沈良和哪家姑娘好了，你们也不多了解了解，人家找到村子都不知道。这下子闹大了吧？该赔赔，让这件事儿了了吧。赔就赔呗，你们怕什么呀？大不了我再给你们几亩。你们要是觉得远，请几个下人去种不就是了？这3亩水田不是不可以考虑，不如到了屋里头，咱们呢好好的商讨一下啊。得了，沈大嫂，谁不知道你肚子里的算盘？你们沈家喜欢这件事拖着，那件事也拖着，无论如何也要让你们沈家的利益最大化。我们乔家是最为直爽的，不想跟你们玩这些弯弯道道。你们只当着大家的面说，这3亩水田给还是不给？娘，怎么办呢？所有人都在逼咱们家，这个石姑娘也不太懂事儿啊。好，那就把3亩水田割给你们家，你们等会儿就到我们家来拿地契吧。可以啊，
赵丽珍和诸位在场的村民都跟着我们一起去，让大家亲眼见证。好，这就去把地契给你们，谁要跟着去的，一起去好了。哟，可怜呀，乔家的女儿，一个被赶出了婆家，一个守不住自己的未婚夫，要被将来的婆家退婚。哎呀，天造孽有可为，人造孽不可活呀！把你刚才说的话，你再给我说一遍。让你笑我家妹子，我看看你现在还笑得出来笑不出来。谁敢上前一步，连谁一起打！哼，今天还真遇到不爽的事情了。谁要是上赶着往我们跟前凑，就别怪我们的拳头不客气。哎呦喂，这要瘦了，快要打死人了呀！哎，赵立正啊，你快说句话呀你！好了，适可而止吧。打死了人，你们也要麻烦。你们乔家人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落井下石说风凉话，是你们活该。等到了沈家，哼，莲儿，你看一眼。奶，这3块水田是咱们家的啦。好，就要这么3块地，要抵我大孙女受的委屈，真是便宜你们沈家了。哼，就是，也是我们乔家人啊，过于宽厚仁善，要不然的话，直接跟你们要10块地、30块地。好了，你们两家从此再也没有一点关系了。从此以后，沈良就是我的准未婚夫。你们这些大姑娘小媳妇儿都听好了，不许打我家沈良的主意。哎，石姑娘，请屋里坐，已经泡好茶了。这是你们的聘书，还给你们！你，哼！沈奶奶，你咋了？聘书撕了是好事啊。是，当然是好事啦。我呀是觉得他们呐太粗鲁了，刚才让石姑娘受了惊吓了。来，快进来喝口茶，压压惊。这前面大猛小猛将希儿送回家里，而这会儿，奶，哎，莲儿，有啥事儿？这3亩水田是归我们家了，可是上面种的庄稼呢？沈家根本就不提。没有提最好，没有提就是我们家的了，而且是他们沈家亏欠了我们乔家的。3亩水田我还嫌不够呢，再赔1年的庄稼也是他们应该做的。沈家抠门，不可能这样大方，他们这样做一定是有理由。这能有啥理由啊？他们肯定会想着把3亩水田要回去，所以当然不会提庄稼的事情。要回去？这地契都转让了，那能要得回去吗？所以他们还会有下一步动作。好，那我就看着他们还有啥花招。哎呀，那3亩水田呐是极好的，就这样被割到乔家去了。我们沈家要是有石家一小半的家底呀，都不至于在意这个。是啊，以后吃粮啥的要从街上买了，本来做生意就要成本，这下子又多一个支出。不就是3亩水田吗？只要你们不嫌远，等我回到家里，我让我爹爹给你们30亩。石姑娘，你说30亩，是不是说错了呀？怎么，你还嫌少啊？不是，30亩，那就多谢石姑娘了。哎呀，我们呐本是不该要的啊。石姑娘盛情，这要是拒绝了，便是对石姑娘的不敬了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你们等着我的消息吧。那既然石姑娘往这边来了，那石姑娘和沈良的事情，你家里人知道的吧？知道了，我爹说了，沈良是个可造之才。啊，那不知道能不能找个时间，见面，咱们双方啊，好好的把一门亲事给定下来。
这个我回去说一声吧，我爹娘会替我安排。这沈家人明里暗里问东问西的，他有些不自在，不想待下去了。寻了个借口，石慕柔就要走。哎，石小姐，路上小心啊！而另一边，小丫头，小丫头，这是你的家吗？你家怎么破破烂烂，好穷啊！是的，是我的家，家里没有坐的地方，就不请石姑娘进去了。算了，你这破屋子拿什么招待我？我说过，你帮了我，就给你3两。不过你表现不错，就给你5两吧。你这么瘦瘦小小的一个，拿去买点肉吃。石姑娘满意就好，就多谢石姑娘了。你别怪我跟你姐姐抢亲事，他们只是娃娃亲，没有感情的。沈良大哥说只要我一个，没有我他怎么办？我只想和心爱的人在一起而已。石小姐要跟你家人说起订婚的事情吗？都闹到这一步了，我回去肯定要好好争取一下的。就算现在我爷爷和爹爹还不同意，等沈良成才了，不也可以了？反正你们家和沈家都断了，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走了。灵儿，来，那石慕柔没有为难你吧？我没事，反而还得了5两银子。随后小脸把事情经过讲出来。这个石慕柔倒也不坏啊，还是个讲信用的，也没有计较咱们乔家。切，都是那沈良和沈家他们不做人。我怎么突然觉得沈良配不上石小姐？不说家世，就说人品。石家一直没有答应沈良和石慕柔，沈家不一定如愿以偿。啥？你是说石家父母并没有点头？那石慕柔这……哎呀，这算哪门跟哪门啊？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啊，沈家跟我们乔家没关系了。哼，沈家本来是想要骑驴找马，以为马找到了，忙着就把驴给踢了。哼，他们哪里知道啊，他们以为的马也不一定骑得上。是啊，要是他们沈家2个打算都落空，那才叫人舒服呢。石慕柔来闹，说不定石家人以为是沈家迫不及待，故意撺掇他闹这么一出，想让石家就范，这样一来印象就变差了。本来石家对沈良也只是考察，却没想到没过多时，沈家人上门了。啥事儿？哎呦，乔家兄弟，乔家弟妹啊，你们大可不必这样嘛。前面是亲家，就算做不成真正的亲家了，也是一个村子里的，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呀。哼，你也知道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那你们还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？乔家二婶，人家姑娘找上门来了，闹得整个村子都知道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哼，没办法，沈良和别家的姑娘私下往来，还能是谁逼他的？你们是无辜的小白花，你们是可怜的小狗，你们是被逼的无可奈何，是吧？乔大嫂，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，我们进屋子里面说好不好？那不可能，就在这里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其实啊，我们给你们家的希儿做了好安排，我们2家呀也不算是断了亲事。啥好安排？走，亲事断了就是断了，就当我们2家从来没有交情过。走。哎呀，乔二婶，你不要这么凶嘛，我们是来给你们带好消息来的，保管让希儿以后衣食无忧，一生富贵。呵，那你说来听听。石家是大户人家，等到沈良和石姑娘成亲了，就让希儿啊给沈良做小妾，那可不是一辈子享清福啊。你再说一遍。哎，乔家弟妹，你啊就放1万个心啊，我们沈家说到做到啊，姨娘贵妾啥的承诺给那就会给。石姑娘那边啊，沈良会去说服她的，你们啊不用担心她闹。
二婶，你再高兴也不至于高兴到发疯吧？成为姨娘小妾的，也不是完全养尊处优，肯定要干些活的。都还待着干什么？沈家来人说，让咱们家希儿给沈良做妾了。你放他娘的屁！敢让我妹子给你们沈家做妾，我看你们是欠揍了！老娘跟你们拼了！都给我上！哎呦，要命了！哎呀，要命了，要死人了呀！哎呀，你们乔家这是要杀人呐！附近乡亲们听到动静，哎，你们两家的事情不是结了吗？你们怎么又打起来了？哼，沈家跑来说让乔希儿给他们家沈良做妾呢。哟，那乔家能干吗？这不是就打起来了？哎呀，乔老太，非要闹得人尽皆知是吧？不怕你们家乔希儿再也没有机会了？我们两家可都不光彩啊！哎，别打了！你也知道不光彩呀，不光彩你还这么做，你是觉得我们沈家人好欺负？哎，别打了！回到家，哎呦，我的三亩好水田呐！哎呦，娘，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他们乔家实在是欺人太甚，这跟强盗有啥区别啊？你还能咋办呀？你还打得过乔家人？你们4兄弟都打不过乔老大一个。哎呀，娘，等到我们沈家和石家结亲了，借助石家的力量，不就可以收拾乔家了？是啊，奶奶，今天石小姐来到咱们村里，可是带了好几个身强力壮的打手，我猜就是这个原因把乔家人吓到了，不敢跟石家叫板，而是乖乖的顺着石家把这一门亲事退了。你要振作起来，你这样颓废是要让人看不起的啊！说不定沈良啊还得意你非他不可呢，没了他还不能活了。娘，不是沈良不要我，是我不要他。嘿，好，不愧是我的女儿，咱们该庆幸早点看清楚那家人的嘴脸，要不然就算你们真的成亲了，你也不会过得舒坦的。吃了，肯吃了，还说不用沈良这种人呢。好，有志气。咱们乔家的人还能离不开沈家的人不成？嘿，这就对了，咱们家希儿值得更好的。岂止是更好的，比他沈良好1000倍万倍不止。我去陪希儿姐吃。我也去。哎，等等，你们捡这么少的菜哪行呢？多添一点啊，多陪一陪你们堂姐。好嘞，去吧，多陪你们大堂姐一会儿。他很想过去呀，可这会儿眼睛肿了。你们，希儿姐，一个人吃饭不香，大家一起吃才香呢。希儿姐，莲儿妹妹说了，你要给我们做香包、做帕子呢，我现在都迫不及待想要了。你啥时候做好呀？好，不着急，明天起来就给你们做，你们想要多少有多少，身上挂满香包都可以。而石家这边，哎呀，柔儿，这一顿吃的这么好啊！我让厨子给你开了小灶。看你这么开心，今天是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、有趣的玩意了吧？我去给你做了一件大事，给你解决了一桩大麻烦。你是为了我的事情出去？是的呀，要不是为了你的事，我才不会专门去大田村跑一趟呢。不过呢，这一趟跑的倒也值得。你去大田村了？我去大田村给你排忧解难。沈良哥哥，以后你再也不会有什么烦恼了。你们村子里的人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恶，所以我的事情很顺利。以后就只剩下我们2人，谁也不会打搅我们，谁也不会来招惹你，你只管安安心心学习。出什么事了？你去大田村到底是做什么？
你快告诉我。哎呀，疼！柔儿，你快告诉我，你去那里干什么了？好了，本来以为你能猜到呢。我呢，把你写给我的那封保证书，当着你们村里的人的面念了。那一户跟你们沈家定下娃娃亲的人家，看到事已至此，也不敢跟我作对，乖乖的就认了，和沈家断了你的那门娃娃亲呢。什么？你去大田村把我给你写的保证书给念了出来？是啊，一开始我卖了一个关子，没有告诉村民们是你写的，大家都猜了好一阵子，还猜到别的男人头上，他们也配得上我。你说乔家和沈家断了娃娃亲？当然了呀，我带了好几个打手去呢，他们就算不愿意也不敢不从。沈良哥哥，以后你都清静了，我知道你为难，虽然对你那个定下娃娃亲的姑娘没有感情，但毕竟双方父母从小就定下了，一个村里大家还是有点情分的，所以你不好摆脱。身为苦恼，我这一下子给你解决了这么一件大事，你高不高兴啊？沈良呆呆地看向石慕容，不但乔家那边没希望了，乔希儿做不成妾了。沈良，你怎么了？你不高兴吗？你把我的计划全都毁了。什么？没错，我是有那门娃娃亲在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和那个姑娘成亲，我是打算找个机会好好的与他们家断了，绝对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的。可是你现在居然提前跑到大田村，闹出这么大的阵仗来，弄得彼此都不好看，乔家和沈家也成了仇人啊！这有什么呀？再说那一门娃娃亲不作数了，你们两家关系还能好到哪儿去？还不如断得干净点，免得他们家又抱着希望，到时候又搅得你心神不宁了。那乔家怎么说？可要了什么补偿没有？他们家也没要什么，就要了河边你们家挨着他们家的3亩水田而已。你知道你这样做，你家里人会怎么想吗？我这样去你们村子里露面，等于是木已成舟。我爹为了我的名声考虑，说不定会尽快答应这门亲事呢。我也准备去跟他们提。这件事情暂时不能跟你家人说，那些跟着你去的人也得让他们守好口风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犯了弥天大错，因为时机未到你就去犯下了蠢事，因为你有可能会要了我的命啊！怎么会？我是去给你解决麻烦的呀，现在麻烦也解决了，你不但不感谢我，反而凶巴巴的，好像我做错了事情一样。解决麻烦？你这是给我带来天大的麻烦了！我不是告诉你，关于我的事情你都不要轻易去做，你要去做的话，你得先跟我商量，你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啊！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吗？还惊喜？什么惊喜？这完全就是惊吓！现在事情已经难以挽回了，我只要你对你的家人瞒得死死的，我再想别的办法。要不然你就会害死我，你就会一辈子活在悔恨愧疚之中，你就再也别想再看见我了。好，你不要说的那么严重，我都听你的。这几天尽量不让你的家里人出去采买的也让你的人跟着他们，不要听那些道听途说，然后我再想办法，行不行啊？第二天天才亮，我和你们一起去吧。成，灵儿也去，出去开阔眼界。灵儿妹妹，我都已经带水了，你还带这么一大个水囊。大猛哥，我往水里面加了一种东西，比平时喝的水更加管用。
还咋管用？水不都是一样，就是用来解渴啊。三哥，莲儿说管用就是管用呢。我不信，让我喝一口。你试试看。是比平时喝的水清甜一些。哎呀，爹大哥，这水喝下去身上都是力气。乔大猛抢了过来，灌一大口，就把石磨稳稳举起来。哎呀，大猛啊，你这一身力气哪儿来的？奶，我也觉得奇怪呢，就喝了莲儿妹妹给的那种水。莲儿，这在水里面添的是啥东西啊？我的腿脚好的这样快，也是因为莲儿天天拿这种水给我喝呢。反正就是一种药材，我也不好描述，反正大家喝就是啦。莲儿啊，这种药材以后还有不？有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咱们乔家人力气本来就大，以后有这种水喝，怕是有啥好活都先轮到咱们头上。爷奶，你们也喝，喝了以后背猪食更轻松。莲儿，你们要去镇子上做重活，还是你们喝吧，我们在家里不累。我身上带了这种药材，随时打水，随时添进去就可以。出发了。等几人出门了，老头子，我这个骨头我感觉全都舒展开了，摸着呀脸上也光滑了一点，好像年轻了10岁呢。老婆子，我的胳膊腿全是力气，又可以把你举高高转圈圈了啊！嘿嘿嘿。哎呀，老不正经的。冯氏跟着喝了一口。老大媳妇儿，你原来生育伤了身子，还是不要举这种重东西了。可是娘啊，我感觉啊，我体内的力气是压不住啊。小娃儿啊，你也要去县城啊？是啊，大叔，我带了钱的。可是你没有家人呐，你单独一个小孩子，我是不敢在的。大叔，马车里的都是我的家人呢，我娘、我舅、我姐都在里面。臭小子，想跟着我们去讨好处呢？我们是去干重活挣钱的，他以为是去享福的呢。早就断了亲了，还总往我们跟前凑啥呀？你们认识这个小孩子不？不认识。这是哪家跑出来的小孩？怕是要赖上我们家。等我们带到县城去，就说我们拐卖孩童，让我们赔一大笔呢。是啊，我猜他家就有人在半路或者在县城里等着。你们，哎呀，去，你这小屁孩就往人身上赖，小年纪心思不良，你快回家去吧。娘，你等等我！娘，你不要丢下我呀！我要娘，我要娘！乔氏、乔莲儿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，等我爹回来，有你们猴果子吃！就在昨晚，他偷偷听到了这宋老婆子和宋老大、宋老二在屋里议论着，说谁要回来了，听不太清楚，可他猜测应该是自己亲爹宋老三。哎呀，看来真的是要在这里过夜了。大猛哥，不要气馁，等一下就算老板要用人，也会先挑我们。莲儿，你为啥会这样肯定啊？你看坐在这里的人个个身强力壮，可不比咱们乔家人力气小。大猛哥、小猛哥，你们去找一台300斤的石磨来。娘，我去装水。哎，小心一点啊！我和你三伯在这里等你。兄弟们都死光了，那些人又认得咱们，只要咱们一露面，货哪里还保得住啊？哎，走这一趟镖就差这么一段路了，结果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这一下子回去怎么跟老板交代呀？听到这了不得的秘密，乔莲儿赶紧放轻脚步，加快走出去。什么人？我到这里来打水。两位大叔，这个院子是你们的吗？水加满了，我这就出去。哼，那你还是来得真不巧啊！刚才
你可有听到什么了？我听到有女儿叽叽喳喳的。大哥，何必跟他扯这些？直接一掌拍死算了。万一他去跟那些人通风报信儿，我们镖队要全军覆没了。我不会要嘎了吧？两位大叔，我这里面放了好东西，你们喝了，身上的病痛都可以消除。想活命就找出这种说辞。哎呀，小姑娘，你这点小心思，以为大爷我不知道？大叔，你这条腿有救急。还有这位大叔，心口好像受过伤。哟呵，你这小丫头不得了啊，只看一眼就知道我们身上的老毛病。大哥，这小丫头一定是那边的人，不然怎么知道这些？现在是非杀不可了。来，你是不是他们派来跟踪我们的？说。我家在大田村，我和家里人来到永关县找活做。在这之前，我没有来过永关县。二位大叔如果不相信，可以去查一查。那你说说，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身上有疾？大叔走路的时候，重心在右脚上，但走路姿势看起来像是稳定了好一段时间，自然而然的样子，所以左腿有旧疾。而这位大叔气息有些虚乏，甚至显得急促，这不像是如此魁梧身形的人该有的气息，一定是因为受了伤，所以心肺带动无力。这个小丫头不简单呐！哎呀，这么聪明的小丫头，实在是有点不忍心杀呀。大哥，你说呢？两位大叔，你们喝一口就知道啦。我在里面加了点奇药，喝下去你们会好受不少。哼，你该不会是下毒了吧？一个丫头没什么危险，喝了口水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大哥，是不是这水有问题啊？来，你喝一口试试。哎呦，这水，这水是真的有用啊！我太神奇了！哎呀，小丫头，你在里边放了啥好东西？还有没有多的呀？你们卖给我们。这是我碰到的一个奇人给的药，我娘正是靠着这种药治好了腿疾，最后一点全部都在这水囊里了。你们要的话，全部拿去吧。大哥，这些水咱们省着点喝，等到喝完了，不说全好了，好个10之7、8也是有可能的。小丫头，我们不能白拿你的东西，那你开个价吧。这种奇药难寻，我娘的腿也不算彻底好全呢，所以要卖给你们，价格肯定不低的。就5两，卖不卖？大叔说5两，就5两吧。这个水囊我要留着，你们把水倒到你们的水囊里吧。好了，打完了水，你也可以走了。记住，你没有见过我们啊！谢谢两位大叔，希望两位大叔以后人生平顺，幸福安康。莲儿，你怎么这么久啊？是啊，你要的石墨我们借来搬过去了，还不见你回来。好啦，走吧。既可以把神符之水卖给刚才那个大汉，也可以卖给别人呢。这是在做什么？为什么扣我的金币？你这臭空间，干的就不是人事。抱歉，神符之水只能浇灌服用，不能拿去换银子，不然换到多少银子就对应扣掉多少金币。念主人是初犯，本该扣5万金币，只扣3万金币，还希望主人下次不要再犯。为什么？不是这里面的东西都可以拿去换钱吗？神符之水的主要作用是浇灌作物，促使作物长得更快，结出更好的果实。当然，对人体也有效用。但如果直接拿神符之水去卖钱，主人就等于走捷径，人生没有了奋斗的意义。好东西需要等待，请主人不要急于求成。小黑板上的只是大致规则，主人有时间多翻翻屋子里的空间使用手册，免得再走弯路。有活了啊！挑5个人。老板，你看，这石墨看起来有300多斤，
这俩人居然能够轻松的举起来。老板，这家子是大力士啊，就连小孩都能挪得动300斤。你们几个好力气啊！跟我走吧。小石头，你再去挑2个人来。哎，这位兄弟等一下。这位妹子，你还有啥事儿啊？再要1个人就够了，我们家里有4个人能做重活。你一个女人，力气可比不上男人。老板，我也不差，我能举起200来斤呢。哼，不可能！看大街上这些健壮的男人都未必举得起这200来斤。老板，我一定能够做到的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妹妹，你是啥情况？你心里清楚，不能让你干重活啊。我感觉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，反而天天喝那种水，身上充满了力气。我也是想来试一试。三哥，你相信我吧，我的情况我自己最清楚了。我想做一个对乔家有用的人，家里人照顾我、心疼我已经够多了，现在我也该为乔家尽一份力了。是啊，三叔，你就让我娘试试吧。好，那就试试。你们是2兄妹？是。那走吧，小石头，你再带1个人来。我卖建筑材料，有水泥浆，有大木头，有切好的石头和烧好的砖。找你们是让你们扛木料，那边工地急着用，所以1趟要加重量。当然1趟给你们算2趟半的钱，这个妹子就算2趟的钱。老板，是送到哪里去呢？送到城南，距离我的仓库有10里远，1趟150斤的量，30文钱。你们要扛300斤，那就是60文钱，2趟半就是75文钱。这是个苦力活，不仅要体力，还要效率，还有规定的时间。如果你们今天表现好，下次还找你们。大哥，这家子力气还真大，就连女人都扛得起来200来斤的东西。如果把他们训练培养一下，替我们走这一段路的镖，安全性是大大提高啊。就这么几个人啊？哎呀，人数有点少了。我就不信只有这么2兄妹，家里肯定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。这家子天生大力，可能还因为喝了小丫头的那种水更加有力量，再也没有人比他们更合适了。先跟着看看情况吧。一瞬间的力量爆发，并不能完全证明他们是天生的护镖手，还要看他们的耐力。娘三伯，我刚才经过一个摊子，看到摊子上有我喜欢的玩意儿，我先去买了来，等一下来追你们。哎，灵儿！妹妹，这丫头聪明着呢，很快就会找到我们。乔莲适才观察一番街道情况，他总觉得有人在背后盯着，方才不杀他，可能一时动了恻隐之心，又赶紧抄近路返回家人身边。哎呀，莲儿，你咋这么急吼吼的呢？这头上都出汗了。大家小心一点吧，有人在跟踪我们，不要东张西望，免得引起对方的警觉。莲儿，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们呢？我们得罪了什么人吗？我刚才在废旧的宅子里不小心听到了他们的秘密，被他们发现了。他们原本是放过我的，现在又跟着来了。我这个做娘的真该死，这时间久一点不出来，我就应该去看看的，是娘不称职啊。我想着你可能在里面解手，就连你大猛哥他们要过去找你，我也让他们等一会儿再过去，真是怪我。你没事吧，莲儿？你看着好好的，但他们是不是打你骂你了？娘，他们真的没有为难我，就是现在他们跟上我们了，我们要小心一点，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先下手为强。怎么先下手为强啊？他们有几个人？他们只有2个人，但是身强体壮，是练家子，不能疏忽大意。先砍木头吧，静观其变。不要东张西望的啊！这里面烧砖烧瓦，还有切割石块，
都是有独家技巧，不能外泄。你们的任务就是在今天黄昏前，把这些木料全部都送到城南。半个早上加一个下午时间扛这么多货，几人有些惊讶了。骡子也拉不完吧？嘿嘿嘿，你们别嫌累，把这些木料送完，你们每个人平均可以挣1两银子，这可是一天，这是多少人都求之不得的。你们2个先来试试力气，看看能扛几斤。1根柱子200斤重，1道梁子150斤重，1根圆子30斤重。我先试试1根柱子加1根船子。娘，加油！小姑，加油！妹妹加油！嘿，妹子你真行啊你！走几步看看。没问题，我觉得我还能再来30斤呢。就是能不能也给我算2趟半的价格呀？哎呦，好，还从来没有见过女力士呢，就给你算2趟半吧。好了，出发了，快点回来啊！而不远处，大哥，这家人是扭转是吗？连女人都快要扛到300斤了。或许真的是吧。三伯娘，我在街上转转，熟悉一下。不行啊，灵儿，你不是说有人跟着吗？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呢？娘，你放心好啦，他们现在没有跟着了，可能刚才误会了吧。那你小心一点啊，有什么不对劲儿就往酒楼茶馆跑，那里人多。小姑娘，你这是要买什么呀？我要最结实的绳子，粗一点的2条。成，我给你拿。乔莲儿见此不妙，加快脚步。你站住！乔莲儿迅速做好准备。肯定是躲里边来了，大哥，我们没有这么吓人吧？这小丫头还够机敏的，竟然被他给发现了。不在呀，大哥，会不会跑到其他地方去了？我都感受到人气了，在茅草丛里再找一下。终于，头顶上茅草被拨开，露出一张黑黢黢的方正大脸来。乔莲行动迅速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妈的，谁？给老子滚出来！竟然敢算计我大哥！有本事阴人，没本事露面的缩头乌龟，给老子滚出来！随即，他像老大那边一样，摇晃着倒下去。哼，看来打虫子的农药还真管用。二人当即如梦初醒啊！大哥，我们被绑架了，是哪个龟孙子干的好事啊？难道是那些人找来了，把我们绑住，是想给我们拷问出那批东西的下落？妈的，这一趟镖算我们押失败了，但就算那批货永远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，也不会便宜了那些人。是啊，我们就算死也不会报出东家的货，跟他们委曲求全，苟活于世。哎呀，二弟，你就不该跟着来的。我们2个都死了，那老杨家1个成梁子的都没了。大哥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不要说这些，咱们兄弟是从一个娘胎里出来的，要死一起死。怎么是你？真是锋利啊，这一刀下去不得封喉。小丫头，这好好的，你干嘛把我们捆起来呀？你小年纪，你不会是想要杀人越货吧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觉得那水卖给我们5两银子亏了，你想加价你就说嘛，你何必弄到这一步？你把我哥俩放开，我这就给你10两啊！你跟他们是一伙的？那你们先告诉我，跟着我做什么？是想跟你商量点事，哪能想到你竟给我哥俩下迷药？我不信，你们就是觉得我前面听到了什么，想要杀人灭口。哎，你这丫头，你就算听到了也没事啊。我们来找你商量，也是要把那件事原本的告诉给你听的。说来听听。我们哥俩呢，是距离永关县300里之外的岳州人，
是越州最大镖局宁威镖局里的大总头和二总头。这一次我们给人走一批货，负责送到边境关口去。可是呢，在出永关县20里之外的山野地界遭遇了埋伏，几名兄弟惨死，我和我二弟拼命赶着马车返回，躲到了永关县里。那些人又不依不饶，到处寻找我们的下落。我们已经躲了5、6天了。如果这一批货不能安然送到边境关口，我们回去也没法跟老板和东家交代，还得赔偿大量的损失。这一批货是合法合规的吗？那自然，运往边境的货都要经过几道检查，办好了手续才能出发。那么你们要跟我商量什么？我们是无意中看到你的家人力大如牛，如果再加点武术技巧的训练，可以跟随我们走完接下来的镖。从这里到关口也就剩下100里路。你的家人虽说呢不算是正式的镖师，按理来说价格会低一些，但是那一段路危险重重，只要把货物顺利送到，我们会按照正常价格结算的。那我能看看你们身上的押镖证明吗？可以，就在我的袖子里。哎，小丫头，你家里有几口人呢？他们个个都是力大如牛嘛，人越多自然是越安全呐。是的，我家里人力气大是遗传的，我有3个伯伯。你们看到的那个男人是我的3伯，我大伯和二伯分别有1对儿女。我家里能够出动押镖的能有7个人，如果男人不够，那就添上女人。7个也够了，女人不必去。要是落到对方的手里，男人的处境终归会好一点。还有就是价钱，以及你们多久经过这里一趟，这些都要说清楚。这走镖的价格呢，是按照押送货品的价值一定的比例来算的，一般是100/1成啊。就比如说一趟货价值1万两银子，那我们押送这一趟镖就能得到100两。当然了，也跟运送的距离有关，300里之内是不加价的，每超过100里加价2/1000，也就是20两银子。还有我们宁威镖局名声最大，也收的比其他镖局贵一些。像有的什么野鸡镖局，1万两的价值给他们50两就接了。哎呀，这100两银子里，我们这些押送货物的人跟老板7、3分，然后再平均到每一个兄弟头上。当然了，我和二总头要分得多一些。我们这边是7。没错。毕竟我们可是用命在走镖啊。我们1个月经过这里3次左右，只剩下100里的路程，不可能按照全程的价给你们。这样吧，还是拿1万两价值的货来举例，加超过100里的价，一共120两，分了7成，有84两。你们走这一段路4×1，可以分到21两。意思就是宁威镖局里的其他镖师只到县城。没错，我们的镖师可是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，这一次死了几个，已经是巨大的损失，所以以后他们只跟到县城，剩下的路由我和我二弟带你们走。想拿银子，想赚这么多的钱，可是一件赌命的事儿。如果你的家人同意，那就得要签下生死令，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们可概不负责。我回去跟我家里人商量一下吧。好，我们还有2天的时间。如果你的家人同意，用1天给他们训练一下，用1天的时间出发。小丫头，这个世界上能够赚钱的门道，要么就是用命来换，要么就是有着常人难及的手段或者位置。这绝对是一件辛苦活，随时把脑袋拎在裤腰带上。我家里人经常上山打猎，有和野兽搏斗的经验。我相信就算他们暂时比不上镖局里的镖师，但是掌握了一些打斗技巧，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我相信你的家人，我不仅能从他们的身上看到力量，还能看到一种定力。多谢大叔的夸奖。今天早上辰时4刻，那家最大的一和酒楼门口碰面，不管去不去，我都会告诉你们一声。喂，小丫头，我们还被绑着呢。哎呀，
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人绑成这样。你这丫头，你有话不会好好说吗？我哪里敢跟你们说呀？两位大叔这样高大，我不得先下手为强。你倒是聪明，你的伯伯们哥哥们也一定不会差的。哎，大叔，这把刀很漂亮也很锋利，到时候会给我的家人们配刀剑吗？会，放心吧，镖局能够合法使用刀剑，但是数量上也是有限制的，刀剑普通人不可携带，不然这把刀就送你了。你的家人在路上佩戴完成任务之后要没收回来，不然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。莲儿，你就在人多的地方逛逛，看看有啥想买的就买下来。我们走了啊，公活上不能耽误呢。妹妹，给我瞧瞧有啥好吃的零嘴。众人围在一块数钱呢，个个脸色一喜呀。莲儿是天底下最好的妹妹，我们没有妹妹，大堂哥、二堂哥都有妹妹，从此以后莲儿就是我们的亲妹妹。说啥傻话呢？都是一家人，都是亲。是啊，都是亲的，但是以后莲儿跟我们更亲。我们对莲儿就像同一个爹娘生的那种亲，谁叫你和娘不给我们生妹妹啊？现在有了莲儿，爹娘再要生妹妹，我们也不要了。小兔崽子，随你的便。小猛哥，以后你们还要长身体，像这样的苦力就不能再做了。就是，我也想着回去说这个事儿呢，以后不许做这么重的活了。不，我要为这个家尽我的一份力。我又不是不能扛，为什么不让我做？小猛哥，小小年纪就受累可是会长不高的，等到你16、17岁还是这么个个子，可收不到媳妇儿哟。啊，这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这么重的东西偶尔扛1、2次还可以，扛多了就会压到骨头，压结实了就不会往上长了。小猛哥可以去山上打猎去，跑来跑去的长身体呢，说不定猎到一头野狍子、野山羊什么的，一下子赚个2、3两，可不比干重活来的多，你说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就要猎到野狍子、野山羊。小猛哥真棒。哎呦，刚吃好晚饭，没有给你们留啊！哎，我这就去弄啊，你们多等一会儿。不用了，大伯母，我们在县城里吃过了，现在肚子还是饱着的呢。啊，这么多钱呢？这是遇到出手阔绰的老板啦？还是莲儿妹妹出的主意，也是莲儿妹妹给我们喝的水起了效果。随后，大猛将事情前因后果跟大伙讲了一遍。太好了，明天我们也到县城里去，多添几个人，可不得多赚几两吗？没错，这样1个月忙下来，加上家里之前的积攒，怎么也能盖上大院子了。你们呐，那还天天能有这样的好事不成啊？别的活儿啊，就算是咱们乔家人因为力气大多一点机会，挣的也不会比别人多多少，先别想得太满。哎呀娘，就算是这样，咱们乔家人一身力气，多挣一点是一点。以前有接不到活的情况，相信以后有活，老板会优先考虑咱们家的。那倒也是。这样吧，那明天呐，多2个人去，先把咱们乔家的口碑树起来。哎，记住了啊，不要把活都抢了，给其他人留一点余地。人家等一口饭吃也不容易，也不要跟人家起冲突，不然其他干活的人排挤起来，就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了。我有一个更赚钱的门路，一趟下来可能赚几10两，甚至上100两。莲儿，啥门道啊？哎，等等，咱们进屋里去说，把院门关上。乔莲把自己经历的事情跟大伙仔细讲了一遍。我以前只觉得吧，走镖的人很有能耐，听着就不像是常人能干的事儿。哎呀，想不到竟能轮到咱们头上来了。走，这样的好事怎么不去呢？一趟赚这么多钱，1个月有3趟，这1年下来还得了？可是那一段路凶险，要面对那些凶神恶煞的劫镖匪徒，这一趟宁威镖局就死了几个人，他们不想再冒这个险，不想再折损人手，
所以才找上了我们。也就是说，会有性命危险，会死人。钱可以少赚一点儿，最重要的是人平安，一家子好好聚在一起啊！再多的钱也比不上人重要。可是爹，这是目前最快的赚钱法子了，只需要跑那么几趟，咱家就能盖起大院子，甚至还是材质上乘的那种啊。万一有谁死在了半路，不是叫一家子伤心一辈子啊？爷爷，我们乔家人连山上的野兽都不怕的，难道还会怕那些贼人吗？那不一样，贼人手里有刀有剑有枪，身手又都不错，还聚集成众，这和野兽完全是两码事儿。这世上的事情最怕的是什么？是团结，是配合。反正我不同意你们去。爹，那些贼人团结，我们乔家人更团结呀，还有2个总头带领，那一条道他们已经走过很多次了。爹，你为啥就不往好的方面想呢？你们可以成功无数次，但只能失败一次，失败一次就啥都没有了，命都丢了。那这样吧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去，孩子们就不要去了。不行的，3个人不够，6、7个还差不多。那就老爹和儿子都去。爹娘，咱们和那么多野兽搏斗过，野兽的爪子那不就是刀剑吗？咱们这都能对付得过来，还能怕那些山贼不成？咱们就把那些山贼想象成一只只的野兽，拿出平时的本事来就行了。没错，配合，咱们乔家人可以比他们配合得更好，而且2个总头还要用1天的时间教咱们一些技巧，我总觉得胆子大一点还有很大的希望的。不用去管你们爹，真要是决定去的话，我会去说服他。你们只要告诉我，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？谁要是死在外头了，家里可不会给他收尸，也不会给他烧香烧纸，让他做孤魂野鬼去。祖母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向您保证，一个不少的活着回来。没错，真是死在外头了，也要有骨气，安安分分飘荡着，不托梦回来，要衣服要吃的什么的。就是自己没本事死外头了，哪里还好意思跟家里人提什么要求啊？等家里人都散去了，你们一个个的可都是我和老头的命呢，这要是谁有个一差二错的，我和老头子就不活了。家里住着茅草屋，这也是没有办法，才让孩子们出去冒这个险。也是我老婆子贪心了，想盖更大的院子，让嫁出去的孙女们以后有个着落，万一在婆家不好了，和离了，回来了还能有一个房间。这都是我老婆子的念想，有啥报应都落在我老婆子的头上，你们都给我好好的。你说啥？莲儿，明天你去不去啊？娘，我这么小一个女娃子，就算去，人家也不要我呀。那就好，娘就怕你跟着去啊。莲儿，娘就你这么一个孩子，你可要答应娘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保全自己，都要好好的。娘，我会的。娘不是自私，如果你是一个16、17岁的男孩子，如果你不去，娘会觉得你懦弱，但你还这么小，那种山野路途终究是多几分风险。娘，我明白的。乔家男人们起得很早。老头子，你的早饭咋还没吃呢？再不吃就凉了。哼，他们要是死了直接吃席，哪用得着吃早饭？你个死老头子，他们才出门呢，你说这么难听的话，你这个老头子，我看你就欠收拾你还敢不敢说？我看你还敢不敢说？以为我真怕你？这个家一直是你拿主意，所以他们也听你的，乖乖走镖去了。要出了事儿，
你咋办？好啊，你这死老头子，我昨晚上安慰你，你一声不吭的，我以为你想开了，原来你肚子里憋着这大招呢。我憋的招再大，也没有你的招大。你直接让孩子们去送死。你再说难听点，你再说难听点。哎呦喂，死老头子，我嫁给你这么多年，你居然动起手了，你这是要杀了我呀？你们看看你们爹，看看你们爷爷，这像个啥样子？你们刚才瞧清楚了啊？是谁先动的手？是谁要杀了谁？还不都是你？爷奶，你们别吵了。就是大伯他们不会有事的。莲儿，你看咱们爷奶这个样子，会不会出事啊？等大伯二伯他们安全回来，又带回来了银两，证明他们的能耐，爷就会慢慢放心。他对家人很少有性子，今天会这样也是因为太害怕了。希望他们平安。你们看下面，沈家人好像在往河边水田去呢，还一个个带着镰刀。都拿着家伙给我上。骨头在锅里炖着，等收拾他们回来，刚好赶上吃。都给我磕，磕得干干净净，一颗都不要给他们乔家留。都给我住手！果然来了，不怕他们，我们沈家有的是道理。你们沈家好大的胆子，敢到我们家水田糟蹋水稻，怎么着？是前天没被打够？这3亩水田是割给你们了，没错呀。但是这上面的稻谷是今年我们沈家人种下的，按理来说属于我们沈家，我们想收就收，想毁就毁，咋了？你们真的要是觉得水稻是你们家的，前天就可以当着赵里正和村里人的面提出来。可是你们根本没有提，这就等于默认这些水稻也归我们乔家了。现在水田已经属于我们乔家，你们无权处理田里的水稻。哪里来的歪理？水稻是开春的时候我们种下的，那个时候水田还没归乔家，前天我们疏忽了，没有提这茬，倒成了你们的理由。呵呵，为什么没提？你们心里面有数。没错，因为当时你们根本就没有打算真的把这3亩水田赔给我们乔家，哪怕地契都给了，你们就是想着让我希儿姐做沈良的妾，可是不好当着村里人的面提出来，毕竟这个想法无耻龌龊。你们私底下找我们乔家说这件事儿，如果我们答应了，你们就顺理成章的把水田要回去。可是你们没有得逞，水田回不去了，你们就要把水稻都毁掉，不然觉得便宜了我们乔家。那又咋样？我们是有这个想法，但又不是强迫你们，这不是你情我愿的事情。你们不愿意，那我们只有割让水田，我们也认了。但这些稻谷是我们种下的，不可能也给你们。哼，这些稻谷也是赔偿，是你们沈家赶到我们乔家门口，说让我们乔家姑娘做妾的赔偿。好啊，你们乔家也太霸道了，我们不是挨了你们一顿打？一顿打咋够啊？你们上门来羞辱我的女儿，让你们赔偿点稻谷，那算是对你们仁慈了。好了，这件事儿就这么说定了，水田稻谷都是乔家的，你们沈家不要再动歪心思，不然见一次收拾一次。哼！乔老头儿，你们防得住一时，防得住接下来的日子，最好你们是晚上也别睡觉，不然这些稻谷迟早保不住。那好呀，那你们晚上也别睡了，指不定哪个夜晚，沈家水田旱地上的稻谷、小麦全部庄稼都被人割了个干净。滚出我们家的水田！是你们沈家先不讲道理，滚！没关系，很快我们就会得到30亩田地，到时候乔家人不得眼红死。是啊娘，他们乔家抢水稻，还不因为穷得揭不开锅了，房都住不起，还住茅草屋呢，不知猴年马月能盖上新房子。等知道石家送我们30亩田，一下拉开那么大的差距，不知会有多沮丧呢。没错，就这2天，
石家那边应该会有动静了吧？安安心心等，不要乱猜乱说，指不定人家就在安排呢。石姑娘都来过了，石家肯定是许了的，不然那还得了啊？这么糟蹋粮食，老天看在眼里呢，是要遭报应的。走，回家去。奶，这些稻谷还没熟呢，吃不成，还抱回家去干嘛呀？要抱回去的，不然那些小子看咱们家稻谷被割了，说不定也要来田里捣乱呢。这是为何？一道窗要破了，就会有人忍不住去扔石头，然后就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，导致窗子越来越破。你们想想，是不是这个理？等吃了午饭，乔莲儿去清水镇寻到韩家，跟韩夫人说明情况。最近你们村几乎没有人到镇子卖大田特产，我便猜到了。前面跟你们买了许多，要说够用也是够用的。若是还有，你们再送来，我这里照收不误。乔姑娘，辛苦你跑这一趟，进屋里坐会儿吧。我还有事儿呢，就不叨扰韩夫人了。刚到天香楼外，姐，什么事啊？我还得回楼里算账呢，马上学堂又要开课了。弟弟，我问你，你跟石家姑娘什么情况了？什么进展啊？姐，这才刚刚开始，不着急的。人家是大户人家，跟寻常人家不一样，自然得要多等一等。多等一等？等到什么时候啊？那天石家姑娘去咱们村里公开这事儿了，难道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吗？姐，石家自有打算，不说是等3月半年，等1、2年都是有可能的。你就先回去，要让石家知道我们沈家这么着急，只会觉得我们急躁，反而影响了印象。什么？1、2年？石家姑娘去咱们村宣传一番了，难道不是马上定亲吗？这完全是两码事。姐，你就不要再多问了，你就听我的，在家里安心等着，也千万不要去找石家人，冒犯到了人家，后果我们可担待不起。哎，这哪跟哪儿啊，完全搞不懂。哎呀，反正照我说的去做就好了。姐，好事多磨，我们沈家在石家的面前完全不值一提的，所以我们要多一点耐性，或者说要等我再优秀一点。弟弟，你直接告诉我，石姑娘家人答应你们的亲事没有？我和石姑娘自然是没问题的，石老爷对我也颇为满意，你就放心好了。行了，快回去吧。哦，好吧。弟弟，石姑娘答应给咱们家30亩地呢，你提醒她别忘了。成亲倒是可以晚一点，但地得先给我们才好啊，是不是？别说30亩地了，1亩都不现实啊。石慕柔如今的手中只有压岁钱罢了，这庄里田地一事她根本做不了主。等到沈家这边稳定了，她可以再找乔家去，无论怎么样也要让乔希儿成为她的妾。叩开一户人家的门。这位公子是来看蛇的吗？我需要一种毒蛇，咬到人了不会致人死亡，但也有一定的毒性。公子来得及时，蝮蛇就可以满足公子的条件，不过只剩下1条了，再来晚一些怕也要被人买走了。好，给我装起来吧。被这种蛇咬到，那些寻常的医馆子就可以救治，是吧？没错，蝮蛇有毒，但一般人被它咬到都可以存活，因为毒性不是十分剧烈，药材也好配齐。公子走好。而另一边，石慕柔，为了娶你，我不得不兵行险招。若非如此，就不能让石老爷子同意我们的亲事。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待，希望我不是白白挨射这一口，不然我会怨你恨你一辈子。苦肉计呀，不行，石家和沈家不能成，要不然沈家就会借着石家来报复乔家。小丫头，你到镇子上来了，
你没有拿大田特产来卖，我还想去问你呢。现在没有卖的了。石姑娘，你这是逛街呀？一起逛吧，给你买点小玩意儿，看上啥跟我说。这个头花还有发绳你喜欢吗？好看，不过不用了。哇，这个糕点好吃，你尝尝。不用了，石小姐客气。你瘦瘦小小的，要不买这身衣服给你吧？你还真是个小丫头，给你挑的你都不要，等你长大一点你就知道爱美了。我来镇子上的时候看到沈良了呢。你遇到沈良了？你们说话了吗？我又不是来找他的。不过我看到他从一户捕蛇的人家出来，手上拿着一个蛇袋子，可能他去买了蛇，要亲手煲蛇汤给石小姐吃吧。可以啊，蛇汤好吃。不过你把这件事告诉我了，惊喜就减了大半。那怎么办呀？石小姐是不是要惩罚我？那等以后我看到沈良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告诉石小姐啦。不行不行，关于他的一切我看不到你看到的，你都要告诉我。你说到我跟前来，我给你奖励。来，这个给你，算是对你这次的奖赏。哦，我忘记了，你还没有及笄呢。想了想便接下了。哎，小丫头，你的堂姐在家里怎么样了？她没有寻死觅活吧？要是想着让沈良哥哥回心转意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不，沈良哥哥从来没有爱过她，哪里来的回心转意？我堂姐当天就看开了，人总要向前看，纠结于不可能的事情只会误了自己。这就好，这才是聪明的。我也不是要跟你堂姐为难，沈良哥哥说了，他一点也不喜欢你的堂姐，他们就算成亲也不会幸福的。你的沈良哥哥想着让我堂姐做妾呢。乔家院子，哎呀，天快要黑了，他们也该回来了。1个、2个、3个，都要好好的呀。爹，莲儿说了，这一趟要出去2、3天呢。不用管你爹，他失心疯了这是。你哥哥侄子们出去走镖，他满心不住怨，反而在这担心这担心那的，简直是诅咒。哎呀，娘啊，你别怪爹。村里人知道咱们家里人去走镖了，有人碎嘴皮子说他们回不来了，爹听了心里不好受啊。我呸！那些人知道走镖一趟赚的钱多，怕是真的走成了，看到咱们乔家赚大钱，所以才这样诅咒的，恨不得他们真的死在外头呢。越是这样，咱们乔家人越要争气，不信走着瞧。爷爷，你要再这样，让那些人看到了只会暗地里高兴，说得更加难听。咱们要拿出自信和气势来。去都去了，那就只能成，不能输。莲儿，爷就相信你的话，爷就要你的一句承诺。你伯伯哥哥们都能安然无恙的回来吗？走镖真遇到那些贼子匪徒了，怎么可能不见血不伤皮？我要他们保住一条命，不能缺胳膊少腿的回来就行啊。我可以保证，爷，或许这是老天爷给的机会，让我们乔家人的力量得到更大的发挥。抓住这一次机会，以后大有用武之地，而不是整天往田野山头跑。好，就冲莲儿这番话，我也不必提心吊胆的了，就等他们安全回来。这就对了，人活一辈子了，你开窍真晚。你看家里人谁跟你一样？嘿嘿，老太婆，就不信你不挂心。而镇上，沈良哥哥，你不要那么累，该吃饭了。沈良哥哥，你们要做什么吃的吗？做什么吃的？难道沈良买蛇不是为了给我做蛇汤吗？或者说他今天太累了，明天再给做？没什么，我怕给你带的饭菜不够。沈良哥哥，你快吃吧。柔儿，
遇到你这样的女子，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小心，有蛇！沈良哥哥，沈良哥哥，你怎么那么傻？为了我挡了蛇毒，你自己却被咬了，万一有了不测怎么办？再说那条蛇，你怎么不管好一点，让它跑出来？快去把咱们家里的秦大夫叫来，越快越好。就说沈良被蛇咬了。石慕柔这话什么意思呢？难道他知道了吗？不可能啊，石慕柔不会跟踪他，若在外头看到他，定会迫不及待跑过来的。应该是窗子打开着，有蛇从外头进来了，咱们都不知道，或者就从哪个洞里边溜进来的。柔儿，还好这条蛇没有咬到你的身上，不然便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我可要悔恨一生的。幸好啊。沈良哥哥，这条蛇真的是从外面进来的吗？就是从外头进来的，我把那些洞口堵住就是了。放心柔儿，下次再来就不会再碰到蛇了。就算有蛇，我也会替柔儿挡着。我用我的一生一世保护好柔儿，只要能和柔儿在一起，我豁出性命也值得。如果沈良撒谎，沈良为什么要撒谎？不行，我要去问问小丫头。他之所以看上沈良，因为沈良是个品行无瑕、秉性良好的人呐，所以才不会计较对方的家世不如自己。可如果对方对他不诚实，那么能保证以后的幸福吗？柔儿，你不相信我？我信啊，沈良哥哥，你就不要说话了，好好等着大夫的到来。你不要怕，大夫会治好你的。柔儿，我感到我的生命在流逝，身体越来越凉。这种蛇怕是有剧毒。柔儿，我好害怕，我好害怕失去你。我希望现在就能够嫁给我，成为我的妻子。柔儿，答应我好不好？我一直是愿意嫁给你的呀，就是我爷爷爹娘暂时还没有答应下来，我又不能做主。柔儿，你听我说，现在是一个好机会，你让石老爷知道我是为了你才被蛇咬的，我为了你愿意付出我的性命，说不定老人家就感动了，就会答应了你我的亲事。对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等到大夫来了，我就回去找爷爷，我相信爷爷看到你这样做，一定会对你更多几分看重。是啊，这是我们难得的机会，你要尽量争取，最好是今晚就答应下来，不然再拖着可能真的要等1-2年了。你不知道，那个跟我定下娃娃亲的姑娘也是倾慕于我，也是在等着我，哪怕乔家人让步了，她的心里边也是有我的。村里边那么多人都看着呢，万一他们指指点点的给我们沈家压力，这边又还没有定下来，那我们沈家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所以我们之间的事情真得快一点了。哎呀，是蝮蛇，中毒有点严重，不过治疗及时，这条命能够保得住。沈良哥哥，那我就先回家去了。柔儿，记住我说的话，为了我们的以后，我再努力，你也要加把劲。小姐，怎么啦？秦大夫已经说了，沈公子能救过来。桃子，你说沈良是一个实诚的人吗？我看没问题啊。再说了，小姐，你不也是喜欢沈公子的人品吗？第二天一大早，小丫头，你出来。沈良昨天傍晚被蛇咬了。不是拿去煲汤吗？怎么被咬啦？是不是处理蛇的时候不小心？沈良一口咬定这条蛇是从外面爬进来的，你却告诉我他是跟捕蛇人买的。你们的话到底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？你们肯定有一个在骗我。沈良告诉石小姐，蛇是从外面进来的。不可能呀，我看到他从捕蛇人的那条巷子里出来，手上拎着一条蛇，
以为他是要给石小姐做羹汤喝呢。你亲眼看到，你会不会是看错了？石小姐要是不相信，可以去问一问那个捕蛇人。西城巷子里就只有一户捕蛇人家，问一问昨天是不是有一个身着青衫、16、17岁的公子来买过蛇，买的什么蛇，不就知道啦。如果沈良骗我，他为什么要骗我？沈良中毒后，可有叫石姑娘去做什么吗？他让我趁这个机会跟我爷爷提我们之间的亲事，他希望能够尽快确定下来。难怪，这大概就是沈良的目的了。如果他故意这样做的话。目的？你们的亲事，石老爷不是一直没有点头吗？沈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石老爷看中他，说不定就能水到渠成了。可是他犯不着伤害自己啊。为了实现心中所愿，狠一点又有什么呢？不过石小姐还是要注意一点，对自己狠的人可能对别人会更狠，这是自古以来颠扑不破的道理。不过沈良哥哥不会那样对我的，他就算这样做了，也只是想快点跟我在一起而已，不算什么罪过。你不知道他有多爱我，他说他愿意把心肝挖出来给我，所以他对和我成亲是迫不及待的。哼，一边攀附着大户人家小姐，一边想让我们乔家女儿做妾，想得美。我们乔家姑娘就算一辈子不嫁出门，也不会给谁当妾的。乔家是啥都没有，但是有的是骨气。沈家人真是打得好主意呀！老天爷看着呢，不会让你们美梦成真的。呸！小丫头，你奶奶在里面说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我奶奶是被前面的事情气到了，但是已经过去了。只是我奶奶还咽不下这口气，人家一把年纪，难免有想不开的时候，石姑娘不要记下啊。可是我听你奶奶提到了沈家，还说了妾。都过去了，不打紧。我们也没有答应沈家的这个要求啊。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后来沈家人又来找你们了，说要让你堂姐做沈良的妾？可能只是沈家人的想法，沈良不是这样想的吧。不过我曾经看过一些话本，家境一般的书生攀上了大户人家的小姐，书生喜欢那个小姐家的财富，就想着娶小姐做妻子，但不仅仅满足于此，还要再纳一个美貌贤惠的女子做妾。这样一个有钱的妻子，一个娇美的妾，人生简直是不要太圆满，到哪里都要被人说成是人生赢家，是男人的楷模呢。富家小姐运气好一点的，又大度容人的，倒是能够和书生过完这一生，但如果运气差一点，就要被侵吞所有的财富，甚至丢掉性命，也就是说被吃了绝户。但是我相信石小姐的眼光，石小姐应该不会看错人的，可能沈良是个意外吧。我就算是要和沈良成亲，也是他当上门女婿，我不可能带着家里的财产嫁到大田村来的，也不可能会受制于他。石小姐可听说过三代还宗？啥叫三代还宗？石小姐，在外面站着说话太累了，进屋里坐吧。只要石小姐不嫌弃我家里寒酸。石家小姐人也不差，等于是拉她一把吧，希望她有这个觉悟。是啊，娘，有点大小姐的脾气，但是人不坏，最多就是年纪小，被沈良的花言巧语给哄了，可别像我的希儿那般倒霉才是，被沈家算计了去啊。石慕柔进来乔家，你快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三代还宗就是男方到女方家做上门女婿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女方父母族亲都健在，家里的仆从也都服从女方，等生下了孩子，自然是按照规矩和女方姓。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女方的父母相继离世，族亲也都隔代疏远了，家中的那些下人和家生子逐渐被男人笼络和收买。这个时候，女方开始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。等他们的孩子再生下孙子，男方就会百般找借口改回自己的姓氏，
女方顺从还好，如果不顺从，那就会产生暴力，甚至丢了命都有可能。男方呢，通过3代还宗，通过几十年的蛰伏谋算，夺到了女方家里的一切，让女方家彻底绝了户。为什么要这样狠毒？做赘婿自然是女方家庭条件更好，也给男方提供了很好的生存境遇。为什么男方要做白眼狼？因为一开始的目的就不纯啊，因为一开始就抱着要吃掉女方全家的打算。而这几十年对于男方来说是忍辱负重的，所以为了达到目的，不得不忍受委屈，可能心中藏着极深的恨意，到时候通通都要报复回来。这个世界上有2样东西不能直视，一是太阳，一是人心。沈良是这样的人吗？你后面说的这些话是在举例子，未必是沈良。小姑娘，前面的那些事情，你跟我保证都是真的吗？石小姐去捕蛇人那儿一问就是了。至于我奶奶，是她气不过这件事儿，多唠叨了2句，也不知道石小姐就在外头。那一天你走之后，沈家人的确找到我们家，说要让我堂姐做沈良的妾，当时被我们乔家给打了回去。这件事情村里人家都知道，可以随便找一家人来问。我偏要去问问。他吩咐车夫去问一下，沈家是不是真的到乔家来说，想要乔希儿做沈良的妾。小姐，我打听了3、4户人家，都说是真的，说沈家好算计，还说沈家人……说下去。还说沈家人有意无意跟村里人炫耀，等娶到了石家女儿，石家的一切便都是沈家的了，哪怕是去做上门女婿，忍个几十年，时机成熟，就可以把石家都吞了。到时候整个镇子上都没有哪一户人家比得上沈家了。小姐，老爷大爷的担心没有错，沈良那个出身，他来接近小姐，就怕是怀着别的心思呢。这些例子老爷为官多年，不知道看了多少，所以他们才一直没有答应，正是深谋远虑，为小姐做长久的打算呢。回去吧。回到家以后，爷爷，哎，怎么了呀？是谁惹我们家柔儿生气了？爷爷，是我错了，我改变主意，我不嫁沈良了。早上醒来，沈良在等着石慕柔过来送消息，可等到中午了，人却没有出现。难道说他想借着此事拼命说服石老爷子和石家夫妇吗？好事多磨呀，可能花个2、3日也是有可能的。沈良坚信呐，凭他前面的努力，石慕柔对他可谓是死心塌地，此生不可改呀。哼，想我以身涉险，终究会得到想要的一切。等石家这里没问题了，乔家那边再稍微一费心，乔希儿也终究会是我的。你们算是真有福气，这一趟没有遇到那些贼子，这还是第一次走，算是赚了个轻松钱。杨大哥，我们可不敢疏忽，都警惕着呢，越是安全的地方，可能越是危险。杨大哥，如果遇到那些人，我们通通把他们解决干净，就算是为你的兄弟报仇。他们既然是杨大哥的兄弟，也是我们的兄弟。好兄弟，这话我爱听。不过你们不但要保护好每一批货，还得要保护好你们自己。你们的家人可是等着你们回家呢。大家小心一点。嘿嘿嘿，这里一般没事儿，那2面山都是峭壁，不好藏人，看着危险，但从来没有遇到过事儿。杨大哥，我们打猎的时候，有的野兽极其凶猛，还有狡猾，他们会藏在危险地方，等到人来的时候纵身一跃。杨老大见几人如此执着，也不再说什么了。他总觉得乔家人未免过度紧张了一点，可能因为多年上山打猎，养成这个习惯吧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上！杨老大、杨老二，上次让你们跑了，这次可没那么容易。
为了在这里候着你们，我们有2个兄弟掉下山崖，都要算到你们的头上。靠边停马，拿兵器，找死！对方来了10几个人，个个身手不凡，乔家人1对2，完全不落下风啊！大哥，咱们这是得到了一支宝队呀！半个时辰之后，不过瘾，一点都不过瘾，再多来20个都没关系。是啊，杨大哥，前面还有山贼没有啊？好，干得好！果然我没有看错人呐！以后这条路有你们，基本上没有谁敢拦了。哎，但也说不定，有的时候不同山头的山贼会联合起来。你们反应快，力气大，这是你们的优势。就是有一点啊，打斗的招式才学运用的还是很生疏的。你们回去还是得勤加练习啊！我会给你们一本用来练习武术的册子，你们照着上边练就行了。可杨大哥，我们不识字啊，还是你们教我们吧。哎呀，上边主要是图样，一页一页还是连贯着的，是有文字说明，但是也不用看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看不懂。好，那我们一定用心学，争取早点熟悉起来。好了，把他们全部都杀死，然后我们出发上路，算是给我的兄弟们报仇了。这帮人躺在地上痛苦呻吟着，已经完全处于劣势，若再下手的话，还真是有些于心不忍呢。别，各位老爷，别杀我们！是啊，留我们一条狗命吧，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。哼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是我们输了，会是什么下场啊？他们会一刀一个不留情，把我们全部解决干净，还会把我们压的货给抢走。哼，兄弟们，跟这些人讲感情，等于是把肉扔给豺狼，他吃饱了就反咬你一口。现在你多留一个活口，以后经过这条路就会多一个危险。你们真有个不测，那你们的家人可怎么办呢？而乔家这边，乔家的列祖列宗啊，可得保佑孩子们平安回来呀！女人们孩子们都在等着他们呢。老头走进来也点3炷香。哎呀，去，你往这里凑做啥？别在祖宗面前说那些难听的。就准你为他们祈福，不准我祈福啊！乔家的孩子这一次只是出去锻炼，增加能耐，都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让这个家越来越好。列祖列宗们，成全他们的心愿吧。老大老二他们还没有回来啊？哎呦，那乔大娘啊，你也不用着急，都是挂着家的，只要他们能回来，就算是晚上也要赶回来跟你们报平安。能回来，吃吧，大不了晚一点他们回来了，再热一热。而这时宋家人也在吃饭。听说没？乔家男人要死在外头了。走镖，那是普通人能干的吗？他们瞎逞强，为了钱都不要命了。2天了还不见影儿，听说是送到边境去，哪里需要这么多时间呢？肯定是遇到事儿了。娘，乔家男人全死光了，乔家就只剩下女人，咱们平时就借口帮他们家的忙，把他们的家业都抢过来，他们身上起码有100多两吧。这叫啥？这就叫吃绝户。是啊，他的娘姐姐都在乔家呢，到时候由他出面打头阵最好了。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大展身手了。咋了？我感到孩子们回来了，好像他们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你就是太惦记了，他们肯定在县城歇下了，明天一大早就出发，赶了1天的路，
就算今天能回到县城，也是累得全身疲惫。你听，难道真的是他们回来了？会不会只是趁夜赶路的人啊？往村口下来了，是他们，一定是他们。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娘，一个都没有少。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家里发生啥事了？有人欺负你们？看他们这样委屈，一定有人趁咱们不在家过来为难他们了。现在咱们回家了，这就收拾好家伙，去找那些人算账。是不是沈家又来了？去，咱们乔家女人就这么好欺负啊？是你们这么晚了还没有回来，大家都挂心着你们，生怕你们在外头有个3长2短。不是说最快今晚回来，最晚明天回来吗？100里路的来回呢，都是徒步走，还有各种事情耽搁。我们现在赶回来已经是最快的进程了。是啊，我们到了护市关口，那里负责接货的人检查货物就费了好些时候，还没算上吃饭歇脚的时间呢。你们都还没有吃饭？杨大叔留我们在县城上酒楼，我们想着尽快赶回来，就没有吃饭。杨大哥又给我们配了2辆马车，把我们送回了村子。哎呀，还没有给钱呢！我听到了，杨大哥嘱咐他们不能要钱，给他们也是不会要的。忙着和家里人说话，没有跟他们好好道一声谢。下次吧。还好今晚为了等你们，多做了一些饭菜，热一热就好了。娘，别忙，我们都不渴。这快要到家的时候，才把莲儿给的水喝完。就是身上乏是真的乏，饿也是真的饿。是呢，不错的身体底子才是根本，要补起来也是在这个基础上。如果太虚弱，不断的喝这种水补，反而会把身体弄垮。大伯，你们这一路可顺利，畅通无阻。真的畅通无阻的话，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。再说这样的话，我们也得不到锻炼呢。随即把路上遇到的1、5、1、10跟家里人说了一遍。你是说这些人完全不够你们打的？是啊，爹，我们恨不得对方多来几个呢，哼，一点都不过瘾。爷爷，我们就把那些人想象成猛兽，他们手中的剑就是他们的爪子，就好收拾的多了。他们死的死，伤的伤，缺胳膊少腿的，我们最多只受了一点皮外伤。这么些年打猎，钱没有挣到，但还是大有好处的。老头子，你就说，咱们家的孩子适不适合出去走镖？适合，只是有点适合。虽然这一次顺利，以后啊也要小心为上啊。杨大哥给了我们一本练武打技巧的册子，上面都是图，我们翻了一下能看懂，平时就多练一练。这些山贼都是会武功的，等我们熟练了，对方人多的时候派得上用场。爹娘，你们数一数。我的个老天哪，63两！是的，63两。这一趟我们押的货价值2万多两，按照货物和距离的比例算下来，就是这么多。哎呀，想不到走镖可以赚这么多，他们也都一个个的好好回来了。哎呀，真是祖宗保佑啊！乔家的祖宗好样的！哎呀，我这是在说啥呀？乔家的孩子好样的！嘿嘿，老婆子，现在我高兴了，怎么又轮到你来了？这么多情绪啊！啊，你懂个啥？孩子们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看他们饿，我心疼死了。谁像你，就光顾着数钱。娘，现在咱们家里200多两银子，是不是要盖房子了？要盖呀，就盖一个质地最好的，在我们的资格范围内，用最好的砖、最好的瓦，盖村子里面最漂亮的房子。这么多口人的人家，咱们乔家是最晚盖房子的，那就盖一个最好的，又宽敞又好看，质量又好的。好，就盖好质地的漂亮大院子。那样的院子住着心情都不一样，只觉得这一辈子都值了。
我也赞同，虽然是要等一等，但是好事多磨，而且也等得不算久。房子是要永远住着的，我们住了，子子孙孙住，好的房子可以多使用几十年呢。而屋内，老婆子，这是你早就有的打算？是莲儿跟我说的，咱家要盖就盖最好的房子。当时我没有告诉大家，就是怕大家有心理压力。那你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吧。我可不敢告诉你，万一你又说那些丧气话，诅咒的孩子们连走镖的钱都赚不到呢。你们来做啥？哎呦，亲家婆何必像防贼的样子呢？来，瑞儿，告诉你外婆，我们是来做啥的？外婆，我们是来看看你们家里有没有啥需要帮忙的，比如哪里要打扫，比如田地里要不要除草，要不要捉虫。宋瑞儿，你什么时候这样好心啦？不会打的什么坏主意吧？啥坏主意哟？亲戚家的，你们家里没男人了，我们好心好意来给你们干活，你们反而把我们往坏处想。青天大老爷在上，你们乔家也太不会做人了。谁说我们乔家没男人啊？就算我们乔家没男人，光凭我们这些女人也能把你们收拾得落花流水。再往前走一步试试，不把你们打得屎尿都出来。哎呀，你们几个女人在家里不容易，两个老的年纪又大了，我们来帮忙有啥错呀？你看我们来都来了，你们就算不愿意，也好歹让我们帮一帮，尽一尽这份心意嘛！啊！外公外婆大舅母，你们没有儿子尽孝，我也是你们的孙子，是你们的孩子，我不会不管你们的。你们这个态度，我没有实在想帮忙，就由不得我们了。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大白天的想来抢东西，做梦！哼，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们那嘴脸，找打！今天让你们抢走一双筷子，都算我输。宋瑞儿个子矮，趁大人们打架呢，便往他的外婆房间冲了过去。乔氏，你敢打我？我就不该生下你，可你还是生了我。你要一辈子对我负责。我只会对莲儿负责。乔家男人死了，以后你只能靠我。死丫头，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大猛小猛见这样的情况，飞快从田里赶回来。万事乔芝芝也赶回来了，有了新成员加入，不多时，宋家人纷纷倒在地上。啊！乔家男人不是都死绝了吗？谁跟你说我们乔家男人死绝了呀？昨晚你们就没有回来，我还以为你们是死在外头了，被那些山贼强盗给杀着。哼，爷们就是偏偏好好的回来了，很失望吧？就算不回来，乔家的东西也不是你们能惦记得了的。天杀的，这件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。老婆子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他们一次一次这样猖狂地找上门来，那我们为啥不能去他们宋家找他们去啊？我们也去宋家拿点吃的用的，做强盗谁不会呀？没错，现在就去，趁他们最虚弱的时候也抢一点东西回来，跟这种人家用不着讲武德。我也去，还剩下一只手呢，能搬东西。奶，不好了，乔家的人来了，一个个都拿着家伙，还拿着箩筐、布袋子，他们是来抢东西来了。啥？快把院门关好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随即，乔家人奔向各个房间、粮房和厨房。哎呦，折寿了！你们这帮欠杀的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住手！住手！你们是抢劫吗？一屋子强盗啊！你们都给我住手！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宋家吃绝户来了。你胡说八道！我们宋家可是有男人在的，你们敢抢我们？
哼，有男人又怎么样啊？有男人没有能力守住这个家也是绝户，绝不绝户的还分男人女人呢。老三啊，你啥时候回来呀？家里男人太少了，才会被人欺负啊，老三。宋家人真是活该。哎，走了。完了，这个家彻底完了呀！钱被偷了，东西也被搬空了。老天爷，你为啥这样对我们宋家？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呀？乔家人，你们一个个要下地狱的，被铁钩着下油锅，永生永世不得超生。乔家人，你们都不得好死！奶，我们家没有完呢。你这个孽障，身上流着乔家人的血，还不都是你招来的祸？他们乔家一个一个都是豺狼虎豹，干的都是下三滥的玩意儿。你也是。奶，我已经为这个家打算好了。打算什么？打算个屁你！现在啥都没有了，钱也不知啥时候不见了。完了，彻底没希望了。这么多年的努力，通通都为了狗。奶，咱们家的钱没有丢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前面乔家人离开，我看到乔家人的脸上带着不会罢休的恨意。乔家人是很在意面子和气性的，他们不许任何人羞辱他们。我就知道他们会来抢东西，所以我偷偷把咱们家的钱藏了起来，他们1两银子都没有翻到。但现在为了避免他们再回来，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放在老地方，先等这一阵子过去吧。好啊，苍天有眼，天不亡我宋家呀！啊，哎呀，瑞儿啊，那平时没白帮你说话，没白疼你，你呀是咱宋家的功臣，你护住了宋家呀！啊，你这个儿子我没有白认，好好表现，这个家总不会亏待你的。而乔家这边，那些缺角的桌椅呀，全都劈了烧火，打补丁的被褥床单也都拆了换上新的，酸菜熏肉全都挂起来，那个米面跪在凉房里。等到天快黑的时候，男人们回来了。娘，这东西啥时候添置的？哼，宋家人以为咱们家男人都死了，要来抢东西吃绝户呢。我想着总是咽不下这口气，他们能抢我们怎么不能去抢他们了？没错，我们就去宋家把这些东西搬过来了啊！大伯，他们都被我们打残了，至少也要休息7、8天，现在走路都用爬的。哼，就该这样做。宋家搬干净没有？没有搬干净，我们还去搬。熏肉干菜、油盐凉面、被褥桌椅都搬过来了，差点放不下。都坐下吃吧，你们在外头好好干活，我们在家里也不怕有人来生事。躺床上的时候啊，莲儿，娘怎么觉得你有的时候懵懵的呆呆的，好像在走神一样呢？娘，我在给家里想挣钱的法子呢。最近算是有点平稳，你别是劳心费神的了，早点睡吧。娘，我睡啦。哎，怎么不见你家小姐？她是不是有什么事耽搁了？沈公子，我也不知道，这2日我一直伺候你呢，没回石家去。啊，劳烦你回趟石家，跟你家小姐偷偷说一声，就说我想要见她。等了一会儿，外面传过来动静。柔儿，你终于来了，是不是你家里人为难你了？这2天我想你想得好苦啊。若换作平时，石梦柔听到这样的话，早感动得眼泪汪汪了。可是现在
他完全无动于衷啊，甚至眼中带着一丝厌恶。柔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现在到我这里了，你有什么委屈就尽管跟我说就是了。你别过来。柔儿，你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我感到你今天跟以前很不一样，好像你变了。不是我变了，是我看清了你这个人。沈良，你从一开始接近我就是抱着不良的目的，你是怎么想的你心里面最清楚。我今天来是告诉你一声，从此我们再也没有瓜葛，再也没有关系。柔儿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对你的心意你还不明白吗？我抱有什么目的了？如果说我有什么目的，那就是想让你做我的妻子，我想爱护你一生一世啊。你想吞我家财产，吃我家绝户，这是你家里人亲口说的。你娶了我还不够，还要再纳一个小妾，这是你家里人去乔家跟乔家提的。为了快点达到这些目的，你去跟捕蛇人家买毒蛇来咬你自己，装成是为了救我。你连自己都可以伤害，你又怎么会爱护我？不是这样的，一定是对我有了误会。柔儿，你听我说。够了，现在你能好好站在这里，你应该庆幸。我爷爷我爹娘已经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，他们想杀了你的心都有，最不济也要把你变残废。是我看在以前的情分上拦住了他们，我跟他们保证再也不会和你来往，不会让你有伤害我的机会。你保住了一条命，安然无恙，已经算是你算计我们石家最好的结果了。沈良，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要见到你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柔儿，你别走！柔儿，你走了，你让我怎么活呀？希儿，沈良大哥这是怎么了？好像很不如意的样子。没事，最近学业上有点，学的知识开始复杂了，我努力跟上就是。希儿，我知道那天石姑娘到村里来了，她说的那些话让你不高兴了，我们两家也因此退了婚。可是我现在想开了，我想娶的只有你，我也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，所以我和石慕柔断了关系，以后全心全意的对你。希儿，你就原谅我曾经的糊涂吧。沈良，是石姑娘不要你了吧？分明是我不要她，你不是没有见过她，她如何能和你比？纵然我年少糊涂，也总有清醒的时候，难道你就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如果不是石家嫌弃你，你又怎么会重新找上我？石家的荣华富贵，你如何能抛得下？如果你抛得下，就不会有一开始的时候。不管现在你和石姑娘是什么样子，你们毕竟互相珍惜过，现在你却到我面前说她不好。石良，你这样的行为，我看不起你。莲儿妹妹，你告诉我，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？希儿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呀。你还给我装糊涂呀？沈良和石慕柔好好的，突然就生出了这么深的裂缝，这其中肯定发生了什么事。希儿姐，你真的想听？我是想听，但不是对沈良抱着什么幻想。我觉得一定很有趣，就跟听话本一样。他把事情前前后后的全都告诉乔希儿了。想不到沈良对自己这样狠，想不到沈家会有这么阴险的算计。好在早一点看清他们，不然以后可怎么办呢？希儿姐，你的福气在后头呢。我也不是说要嫁得多好，只要有一颗赤诚的心，只要齐勉待我好，对我来说就够了。沈良一回沈家便大动肝火。你们不知道，沈良突然拿起菜刀就要往沈家人身上砍，一个个的着急忙慌的躲，撞墙的撞墙，撞柱子的撞柱子。哼，活该！沈家人啊，本来想着攀上了富贵人家的独女啦，要去吃人家的绝户，霸占人家的家产，以后等着3代还宗。
哪里想到沈家这样沉不住气，竟然是把这种心思宣扬了出去，还去乔家说叫人家把闺女嫁给沈良当妾。哎呦，让石家的小姐给知道了，石小姐怎么能容忍啊？说到底呀，还是太张扬了。小门小户出身，老天给了泼天的富贵也把持不住。师姐，咱们在河边走走吧。莲儿妹妹，河边有啥好走的呀？一不小心还会摔下去。防洪一座桥梁并不够，还要配合其他的手段。这前面呢，乔莲儿就发觉身后有人。咋了？宋瑞儿跟着我们呢，我给他一点教训。又是这个臭小子，贼心不改。果然，算着两人继续往前走了吧，宋瑞儿冒出头来。死丫头，你拿石头砸我！我就是在砸狗。乔莲儿，别以为你赚了几个臭钱你就了不起了，你的这些钱以后不都还是我的？而赵理正呢，每天会来这边看一看。赵叔叔，哎，莲儿，你也来看看情况啊。赵叔叔，我们这边说话。你说吧。其实赵叔叔心里也清楚，要从根上防范洪水的话，光靠一座桥梁不现实。唉，是啊，只是如果要造堤坝，那么要拓宽河道；如果修建水库，也要建造一个能够容量大量洪水的水库，需要更宽阔的河道。这一条大河所经之处狭窄，更没有满足的地段。防洪很多情况下是水库和堤坝两者结合，要做到的话，耗资巨大，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不计其数，不知道多久才能够完成。所以我当时想到的是在一个比较宽的河面上造桥，这是耗资最少、时间最短，也尽可能有效的法子。但是桥梁主要起缓冲作用，分洪泄洪的作用不是很大，因为水流的总量是不会变的。我们还要再想办法。莲儿啊，我本来是想着那些庄稼挽救个6、7成就可以了，经过这一道缓冲，有的甚至能全保。这个结果也算是你的这个计划有效，我绝不会让你娘再回到宋家，所以你放心。赵叔叔，我又不全是为了我娘，我是希望大家尽可能的能保住更多的粮食，毕竟一年到头就盼着地里的这点儿呢。我也不是要赵叔叔你再去官府走一趟，再去跟那些地主乡绅要救济银，只是把实际情况分析一下。哎呀，你这丫头，不是我不愿，而是别人身上的银子很难掏出来呀。掏过了一道，至少要隔几年再去，现在再去，只怕人家要关门谢客喽。不过，你都这样说了，肯定是又有了主意，快说来听听。我从下面上来，发现这条河里因为常年发洪灾的缘故，河底有很多沉积的沙，抬高了河床。如果把这一段的沙挖出来，加深河道，那么就可以容纳更多的洪水，减轻泛滥到水田里的水量。继续说下去。那里有一个大洼地，连接着几条大裂缝通向群山，可以开挖一条分流道，把一部分的洪水引向洼地，再流入裂缝里。在洼地的那一片并没有农田，所以这样做不会影响到水道，而这一片洼地几乎在所有水田的上方，这一分流，下方的水田压力就小了许多，再加上河道加深，桥梁又缓解了冲击，基本上对水道无害了。哎呀，这些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大家只顾着加高农田的坎儿，可是那些坎儿洪水一冲就倒了。你说的这些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啊！家家户户全出动，还剩下半个月的时间，完全够用了。好，我这就去发动全村，按你说的这样做。现在很多人都不在家里，
今天就先准备好，明天相互转告，一起拿家伙。莲儿啊，等到时候见了效，我要把你的功劳报到县城，然后报到州府，或许还要再报上去，你会得到奖励的。嘿嘿，赵叔叔，有奖励是好，没奖励可以挽救这么多农田，对于我来说也算是行善积德啦。好孩子。很快，赵立正就把全村的人召集在坝子上。12岁以上的都要下河道干活，都要开挖分流道，大家齐心协力对付半个月后即将到来的洪涝灾害。这个法子听起来是好，但是地里的活儿也多着呢，天天耗在这条河里，家里的活儿咋办？是啊，我以为桥梁要建起来了，可以做到完全防洪，怎么又来这么多事儿啊？谁告诉你们可以完全防范了？当初莲儿也说了，是抵御洪水，可不是完全救你们的庄稼。桥梁主要是缓冲作用，暴雨季来水量那么大，庄稼还是要被冲倒一部分。不加深河道不分流，损失没有往年那么严重，起码也有2-3成。2-3成就不是你们的命了，缴税缴的就是这2-3成。还有建造这一座桥梁，建筑料子、工匠都是县府出，还跟那些善人筹措了不少钱款，就为了给我们村子造桥抵御洪灾，我们什么都不做，这像话吗？想要防洪取得最大的成功，靠的是各方人士、各方力量。咱们村子是得到最多好处的，也要出力。这么说来，是乔莲儿把大家都骗了，就说他没有爹管不像样子吧？是啊，当时信誓旦旦的样子，还以为建一座桥就万事大吉了呢，哪里想到还要村子里出人出力的。哎，乡亲们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那丫头吹牛呢！你们都给我住口！就问问你们，莲儿要你们出过1分钱没有？我要你们出过1分钱没有？你们付出了什么？莲儿当时把话说绝了吗？说只用造一座桥就可以了吗？说建一座桥就能完全解决问题了吗？都没有。防洪是大事儿，要方方面面做到位，有前面要解决的问题，也有后面要解决的问题。造桥梁只是打头阵，每一个人都要拿出努力，拿出贡献。大桥再造，你们就光等着好事儿，出劳力挖一下河道分流道，就怨声载道。我就问问你们，那座桥造来是做什么？挖河道是为什么？不是为了别的，是为了你们家里的地呀。如果都不想挖了，那就都不用挖了，等着受灾吧。我要说，光这座桥可以替你们挡6-7成灾了，这是前所未有的功劳。我前面说的话算数，乔家的和离书完全有效，不会有啥改变。报到县衙门去，县太爷也是支持的。这样好的结果，县衙门可是从来没有见过呢。就是全部都下了河，家里的事情没人打理，可不可以家家户户留几个人，鸡鸭猪都要吃食，杂草虫害也要去地里除，还有打柴啥的。哎呦，是啊是啊，也不能都去了呀，家里没人管呢。这个是我欠考虑，那就每家就留3人，留女人，男人都要下河道。你们商量一下，留在家里的都到王秀在那里登记，最晚到天黑之前去挖河道挖分流道的，到时候要点名。还剩下半个月，谁也不能偷懒。如果有特殊事由，实在需要人手去做的，再来跟我报一声。千说万说，都是乔莲儿一开始考虑不当，缺人管教，所以出了疏漏。乔云妮和离出宋家那一天，乔莲儿已经算作我的女儿。赵立正，希望你能够支持我，让我好好的管教她。
乔莲儿姓乔，你姓宋，她不是你的女儿。莲儿是咱们村里的福宝，你敢动她试试？而家里，好险啊！老头子，你又在说啥呢？嘀嘀咕咕的。这件事情太冒险了，不说村里人，就连我都以为莲儿一开始拿出来的解决法子是完美的，没想到还有后续。要不是赵礼正镇场，坚决站在莲儿这一边，也不知道要怎么收场呢。老头子，当时莲儿为了尽快给云妮脱身，没有办法才下了这个承诺。你也知道，女人出嫁以后想和离回娘家那有多难，要不是莲儿拿出这个诱人的条件，赵礼正怕是也不能做到完全支持乔家的主张。好在莲儿没有把话说死，也算是留了后路，让大家无话可说。你说好在是有赵礼正，你换个角度想，正是因为有赵礼正这样正直公道又讲理的人，莲儿才会拿出这个法子来。凡事啊，都是相互影响的，这个缘由那个缘由的，就有了今天的局面。要我说呀，不是庆幸，这是注定的结果。所以呀，也不用担心，更不用害怕。但还是觉得有点危险啊。富贵险中求，这样大的事情也是。想想我们这些日子，找金子换银子，走镖，哪一件事情不是呢？这都提心吊胆畏畏缩缩的，那就守着这个破草屋子过一辈子吧。我们的女儿也不用回来了。尽人事听天命，我们做了该做的，付出了努力，安分守己不害人，老天爷也会眷顾我们的。老婆子，我错了，这是我的毛病啊，我改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奶，咱们家里留哪几个呢？留我们2个老的打理家里，莲儿你也留下，让他们全下河里去。男人们回来了，明天就不用去了啊，都去河道挖沉沙。老头将事儿跟大伙说了一下。哇，挖河道，这可是一个壮举啊！还能够拯救水田，拯救庄稼，得拿出咱们乔家人的力气来。没错，就让村里人看看，咱们大伙一起干活，乔家人是最有能耐的。2天一大早，哎，快放下！这么大一块石头，不是你能搬得动的。天哪，这是真的吗？乔家妮妹子，你的力气竟然这么大！哎，大家快看乔家男人，他们搬起来的石头更加大呀！哎呦，难怪乔家男人能在林子里和野兽搏斗，难怪他们能去走镖，难怪他们去县城能用苦力赚到钱呢。他们身上这种天生的力气，那就是老天赏饭吃。看看西西和芝芝2个女娃子，也是大箩筐小箩筐的土挑出来。天哪，乔老太和乔老头真会生，太了不得了。你力气大，但也要小心一些，举稳一些，千万不要踩滑。放心好了，金大哥，你也去忙吧。至于宋家人，你们不干活可以，但是要交3两银子的罚金，作为村子的公用。哎呦，赵礼正啊，还有这样道理呢？哎呦，不是我们宋家不想下河，你看看我们被乔家打成这副样子，都是他们家害的。要罚金的话，你们跟乔家人要去。哼，以为我不晓得，你们宋家人之所以被打，是以为人家男人回不来了，迫不及待要到人家去抢东西吃绝户，结果反而被抢。有因就有果，你们是因，遭来了报应，那是你们的果，是你们活该。3两银子拿来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要进屋找了。你看我们院子里屋子里都是空落落的，
全部的东西都被乔家人抢光了，钱也被他们抢走了，我们哪里还有钱呢？乔家人说了，是把你们家东西搬空了，可是银子1两也没有拿，真不交出来。等我们养好了自然会下河，现在就来要罚金，不合理。你们这个样子起码要养10天半个月吧，到时候河道早就清理干净了，分流道也挖好了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苍天呐，大老爷呀，为何这般对我们宋家？我们宋家到底做错了什么呀？你们先下去，照着那些贵一点的东西搬。死丫头追上来的话，也不要跑得太快，和她打起来也没关系，就当做是给她的一点教训。她打不过你们的。等找到钱了，我会按照说好的，每人给你们3两。瑞儿哥，能不能多给我们一些啊？听说他们乔家可是有100-200两银子呢。是啊，一个人3两太少了，我们可是为你出生入死。再说了，大家一起偷钱，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啊。我是乔家的外孙，那些钱理应是属于我的，我不过是用一点技巧先得到而已，不是我们一起偷钱，这是我给你们的奖励，要分清楚了。3两够你们1年的零花钱了，想吃啥零嘴都有，想买啥玩具都可以，不愿意的话就回去。好嘛，那行动吧。随即几个混小子一起跳下去。好痛啊，痛死我了，流血了，救命啊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们踩中了夹子，都是血。啊，宋瑞儿，你这个坑货，你让我们来偷钱，怎么不打探好这里的情况？没错，这下害了我们，你这个扫把星！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是你们自己要来偷东西，说是我让你们来的，你们有证据吗？我回家去了，你们自己想办法吧。宋瑞儿，你去哪儿？你出的主意，我们被夹子夹住了，你至少要帮我们吧。是啊，你抛下我们就走，让我们留在这里，我们怎么办？你这个人也太没有良心了吧！还不是你们贪心啊！哎，可不能怨在我头上啊！我又不知道下面还埋着夹子呢，要是我跳下去被夹住，那又有啥意思啊？还到我家偷东西吗？小子们本来发白的脸色更加白了。你不会吃人，可是你们家放的夹子会吃人。你们到我家里来偷东西，应该是要剁掉一个手指头的。灵儿姐姐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都是被宋瑞儿怂恿的，我们原来没有想过来你们家偷东西。是啊，宋瑞儿说了，我们跟着来偷的话，给我们3两银子，我们也只是想要钱买零嘴儿。我可以放过你们，不过以后你们要给我做事，你们做的不错的话，我会给你们零嘴吃。啊，真的？言出法随，但是我交代的事情你们要做的。莲儿姐姐，你说，只要我们能做的，就去给你办。我要你们贾谊和宋瑞儿好，他有啥动静都要来汇报给我听。当然，我还有别的让你们去做的事情，到时候再说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我也答应你，上刀山下火海。把你们的名字年龄报给我。我9岁，叫浮生。我11岁，我叫永禄。我10岁，叫乐良。我也10岁，叫阿仓。对了，你们的甲后面还需要用药，是宋瑞儿让你们来的，你们就带上父母去他们家里要医药费。可是莲儿姐，你不是要我们贾谊和宋瑞儿好，这样的话宋瑞儿还愿意和我们处吗？愿意，只要你们表现出听他话的样子。但你们要记住一点，跟着他只会祸害你们，有啥危险就先牺牲你们，跟着我有糖吃，保你们平安。希儿，今天做了这么多的活，你累不累啊？哎，干嘛呢？
离我们家远一点，我们家攀不上你们家，以免被人瞧见，说我们乔家攀附你们沈家，还抱着非分之想。何至于说的这么难听吗？希儿，你停下来，我们说两句。哎，我姐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你再敢纠缠我姐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哎，我是真的有事要和你们说的。你说吧，我听着。那天石小姐来村里闹，我并不知道这个情况，没有来护着希儿，这是我的错，导致两家断了亲事，更是我的遗憾。前面石小姐追求我，追求的猛烈，我就一时犯了糊涂，是动摇了一阵子。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石小姐不适合我，如今我也与她说清楚，和她再也不来往。我和她也不过是场相遇相识罢了，就像普通的男女一样，哪里能够比得上我和希儿这么多年的相互等待呢？我宁愿不要那富贵，要一份赤诚的真情，或许这才是人活在这世上最重要的东西啊。沈良，你到底想说啥？我和那个石小姐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不会娶她，我只想要希儿，我会给希儿妻子的身份，而不是妾。希儿，你以后就是我明媒正娶的。那乔家人做退路，做梦去吧你！好在之前莲儿拆穿沈家的招数，不然压根就不知道沈良已有新欢。而现在呢，石家不要沈良了，沈良再次回来表决心，赌他们会感动呢。赔我家孩子的医药费！哎，谁呀？赔谁医药费了？我们宋家欠谁医药费了啊？哼，真是奇怪，你们家小子瘸了，管我们家要医药费干嘛呀？这啥道理啊？宋大娘，你觉得我们会平白无故来管你们家要医药费？我家阿昌变成这个样子，还不是怪你们家宋瑞儿？我们瑞儿怎么了？啊，他用石头砸你们家儿子脚了？不可能！福生大伯上前怂恿我们家的孩子去乔家偷东西，说事成给他们3两银子，还让他们几个打头阵。他们跳下院墙的时候，不小心踩到捕兽夹，脚被夹伤了，伤到了骨头，每天都要用药，都要包扎。哎，这个宋瑞儿倒好，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跑了，自私自利，不负责任。宋家不赔，谁来赔呀？起码每家赔1两。你们要是不赔啊，我们就不罢休，不走了，一直等到你们赔为止。再不把赔偿银拿出来，我们就进去屋里翻了。好你个宋瑞儿啊，趁家里只有老人小孩在，宋瑞儿带着人去捣乱了，你个没心肝的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又去我们乔家偷东西，皮肉痒了，那就让你奶好好收拾你。你这个兔崽子，你又害宋家啊！我让你跑，你跑哪儿去啊？你再给我跑，再跑你就不要回来，我打废你，我让你再也不能生事。哎，闻着色香俱全，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呢？看起来好看就可以了，闻着香就可以了，要求那么多，莲儿把菜做得这样好看，不费心不费神。大家劳累一天了，快吃吧。对，快吃，肚子都不知道叫了多少声呢。莲儿，你告诉奶奶，你是怎么把菜做得这么好吃的？以前没怎么见你下过厨啊。莲儿，你这手艺比我们在县城里吃的酒楼大厨做的还要好吃呢。哎呦，都说我做的饭好吃，莲儿做的比我做的好吃1000倍万倍呢。莲儿，你这本事从哪里学来的呀？是不是神仙教的？那这段时间大家下河，我天天做给大家吃。哎，好啊！想到有这样的好饭好菜吃，干活都更有力气了呢。那我们真是太有口福了，莲儿的手艺这样好，等到忙完了这段时间，我跟莲儿学习学习。奶，马车可以租吗？莲儿，你想租马车？买马车太贵了，所以我想租一辆，如果可以租的话。租是可以租，咱们镇子上就有一家马饲，一般点儿的3两银子1个月，好一点的话得5两，一般人家可租不起。所以呀，
很少有人租马车的，那些跑马车的主要是马寺的伙计，不然的话根本赚不回成本租金的。过了这阵子，他们要是去县城找活做，但租马车不值当啊。就算是1个月连着去，那乘坐马车的花费也没有租金那么多。奶，不是为了这个，我租马车另有用途。莲儿，你又有了啥主意了？就是赚钱的主意。这几天得买一些东西，包括把马车租下来，他们下河干活，这些事咱们在家里应付。好，要做啥你只管去做，奶奶都支持你。第2日，你是宁县大田村的人，要来这里摆摊？是的，因为永关县离我们那里比较近。大田村那一带已经有好几个人要来这里摆摊，可这里毕竟不是你们的辖县，这事儿原则上不好办呐。乔莲听明白了，这原则上不好办的事儿给钱就可以不讲原则，就痛快地往司令手中塞了10两银子。1个月后到期再续啊，你就到8号摊位摆摊吧啊。莲儿，你吃过饭了没有啊？中午给你留了饭菜，放在锅里热着的。吃过了呢，我这要去镇子上租马车。啊，今天就要租啊？难道明天就要去买东西了？不是的，先租下来，熟练一下赶马车。买呀买，真想把你买下来，可是你家老板说你得150两呢，我买不起呀。以后要租就租你啦，放心，只要你好好表现，我给你喂最好的草料。哎呀，我忘记了，莲儿租了马是要赶着马回来呀，他又不会赶马，万一马儿发了性。二老赶忙锁上院门，等到村口之后，爷奶，你们先回家去吧，我再练一会儿。我和你奶不是怕莲儿赶得不好，是家里人从来没有赶过马车，所以来看个稀奇呢。是啊，莲儿赶马车赶得多好啊，越来越好了。咱们莲儿就是厉害，没有学过的这么快就学会了。爷奶上车吧，我们回家做饭去。这样好的马，这样大的马车，买下来不知道要多少钱呢。现在不想这些，先把房子盖起来吧，等以后有钱了，咱们家也买一辆大马车，去哪里都方便。一天的活结束了，乔家人回了家，看家里多了好多东西来。咱们家里要做小吃了，已经拿到了市监的文书，摊位也都定好了。马车呀，是从镇子上的马寺租来的，方便运送东西。做啥小吃啊？咱们家里有啥可以拿去卖的？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莲儿说能赚钱，那就绝对能赚钱。娘啊，莲儿说做啥营生了没有？你着急忙慌的做什么？先别着急问，莲儿是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呢。娘，大猛哥、小猛哥、芝芝姐，明天咱们一起去县城。怕什么？早晚的事儿，等你们回来之后，我们都知道了。到了县城了，莲儿让你们做啥你们就做啥。要是我知道谁跟莲儿犟着来，误了事情，我就收拾谁。奶，你就放心吧，莲儿要让我们做的事，我们只怕动作慢了呢。乔莲儿却没有睡。目前金币数量已足够解锁2级物类，是否解锁？恭喜主人成功解锁2级物类。2级物类主要是这个时代没有的作物和水果，土豆、红薯、辣椒、西红柿、玉米、花生、草莓等，将为主人带来更大的价值。请主人再接再厉，财源滚滚。万事早早起来。要说不做包子馒头的，
还要提早起来醒面，你看你都睡不够。要是吃白天有闲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做来吃啊。娘，就这么一次，他们要去县城摆小吃摊，这些包子又圆又大，寓意着圆满顺利，图个好兆头。能卖钱倒是好事儿，但是卖不到啊，也别有别的想法。咱们家现在不缺钱用，也不缺来钱的门路。奶，虽然话是这样说的，但我怎么有一种感觉，今天一定能赚到钱呢？莲儿妹妹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跟你一起。芝芝姐，你就在摊位这里，我去把要买的东西拉来，就在附近，很快的，不用担心。等乔莲儿回来，莲儿，这是啥呀？从来没有见过呀。这个圆圆的，这个长长的，这个小小的像大拇指。咱们就卖客人没有见过、别人没有卖的东西，避开和别人的竞争。这个东西啊，叫做玉米，拿起来这样剥，上面的穗子也去掉，直接放在锅里煮。这个是花生，可以生吃，可以炸着吃，也可以煮着吃。但是炒吃煮吃更加好吃，煮之前要洗得干干净净，带着壳一起煮，然后一部分要拿来炒。大家这样一粒粒剥出来。这种东西叫土豆，有各种各样的吃法，可以烤着吃，可以切块炸了吃，可以切条做成薯条吃，也可以煮了吃，还可以捣碎成泥吃。这是红薯，可以煮着吃，也可以烤着吃。这个叫辣椒，是一种有辣味的增味佐料，比芥末、姜末要好用得多。我们把它炒干了捣碎，客人有需要的时候撒在炸土豆块里。哎，干活吧，今天的活多着呢。莲儿，你看这样可以了不？再焦黄一点，然后用漏勺舀起来，装在这个大盆里。莲儿，你买烤架子做啥呀？当然是烤土豆红薯啦，烤出来可香啦，特别是红薯，这种是烟薯，烤出来会冒糖油。拿来下酒刚刚好。哎呀，糟了，忘了，准备卖小吃了。没有卖完，都被我们吃完了。乔家人等客人询问价格，大伙都是满脸期待，这食物好吃啊，他们很有信心。可这事情的发展没有想象中顺利呀。那些路过的行人看了看之后，是满脸陌生和不解，还没问呢，直接走了。买来尝尝吧，我们家卖的这些东西可好吃了，保证不会叫您失望。这都是些啥呀？没见过。大叔，你看看我们家卖的小吃，样样味道都好，糯的糯，脆的脆。大叔看了眼吃的，没兴趣，直接走了。新上市的小吃，从单区国进的货，免费试吃，不好吃不要钱了。新上市的小吃，免费试吃，不好吃不要钱了。哎呀，这些都是啥呀？真是吃的，没见过。哎，我来试试。哎，我也试试。不好吃，可别让我们付钱呀。每样东西现拿一样，多拿的要按照正常价付钱。哦，好吃，又香又辣又脆，外焦里嫩，这种辣味儿从来没有尝过呢。比芥末适口多了。那大哥，我想要吃这种东西，怎么卖呀？这个又咋卖呀？还有这个小颗小颗的，脆香脆香的。这个剥了壳再吃的香啊！我要这个。大娘，这种玉米棒子5文钱一根，其他的像煮花生和炸土豆都是5文钱一份，炸花生米是10文钱一碟。我要1根玉米棒子。我要3根。我要2份炸土豆。我要1份炸花生，1份煮花生，2个玉米棒子，2份炸土豆。哎呀，你们的动作太慢了，我们都等了这么久了。哎呀，是啊，你们卖这么多的东西，怎么家里不多来2个人呢？哎呀，莲儿，咋办呢？万一客人回去说咱们家的东西好吃是好吃，但是忙不过来，
要等很久也是要影响口碑的。我想想办法。大叔，行行好吧，给我们点吃的，我们都饿了2天了。大娘，行行好吧，给我们点吃的，我们都饿了2、3天了。大爷，行行好吧，祝您平安喜乐，福寿安康，给2个铜板吧。你们想吃饱肚子吗？废话，不吃饭就会饿死，谁想死啊？哎，你让开，别挡着我们吃午饭。你们看到那个8号摊位没有？我是摊主，你们给我干活，我可以给你们吃的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帮摊主看见我们都会赶我们走，你不要骗我们。不骗你们，不过你们得收拾一下。你们跟我来。老大，我们要跟着他去吗？去吧，她一个女娃子能拿我们怎么样？反正我们是一文不值的乞丐，即便是被卖了，卖到哪户人家去，也有口吃的。你们先在这里把脸把头洗了，在摊位干活还是要干净一点的好。洗好了在这里等我。你说话要算话，不能扔下我们不管。你说了要管我们饭吃。放心吧，我摊位在那里，还怕你们去闹呢。来，都换上，然后就可以去干活了。乞丐们接过衣服，满脸不敢置信。哎呦，怎么啦？一个个的，是不是谁欺负你们啦？5岁成了孤儿，乞讨到现在才12岁，穿的衣服都是捡别人不要的烂衣服，从来没有人给我买过新衣服。姐姐，你人太好了，我会一辈子记得你的，一辈子为你祈福。我帮不了你们太多，你们给我干活，我给你们一口吃的，你们把活干好就好，也不用感激我，不用记得我，快去把衣服换上吧。对了，这是头绳，你们把头发也擦一下。吃吧，吃饱了教你们干活。不着急，吃慢一点，不过还有呢。莲儿，他们是你找来的小伙计啊？咱们实在是忙不过来，让他们搭把手，给他们吃的，再结算一点工钱。还有工钱拿？等到傍晚收摊，每人给你们30文，咋样？莲儿妹妹，我们定好好给你干活。叫啥妹妹？我12岁多了，叫姐。啊，可你看着只有7、8岁的样子。我只是暂时没有长高，但我就是比你们大。对了，你们叫什么名字呀？我们没名字，我们按照年龄排序的，分别叫阿大、阿2、阿3、阿4和阿5。好的，阿大到阿5。还有些客人陆续赶了过来。没有了，都卖光了，明天再来吧。如果用得到你们，明天再喊你们。谢谢莲儿姐姐。而这时呢，妹子，你们卖的那些东西我见都没见过，是打哪儿来的呀？这个是从外国来的，专门给我们供货。那能不能把外国的供货商也介绍给我呀？有钱大家一起赚呗。大叔，跟谁拿货，找到什么门路拿货，全看自己的本事。我们辛辛苦苦找到的人，总不可能就这样告诉你吧？有钱大家一起赚没错，但大街朝天，你赚你的，我赚我们的，互不打搅。你们卖一样也就算了，卖好几样，客人都到你们摊前吃饱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今天卖出去的糖炒栗子还不足前面的1/3，还不就是因为你们卖的这些东西？而这时，是呗，今天我的煎饼果子卖掉的只有以前的1半，还不是因为你们来卖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突然冒出这些没见过的，跟歪门邪道似的。刚开始客人们图个新奇，我们这里的生意是会好一点，等过些日子就会跟别的摊位一样。作为一种普通的吃食，你们的客流也会恢复。哪一种新鲜的小吃刚出来不是这个情况？哟呵，听着是有道理，可你们卖的东西这么多，跟好几个摊子摆在一起似的，客人买了这样，买另一样，
我们要等到啥时候客人才吃腻你们的东西啊？好，明天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，一个解决的法子。我相信到时候大家就再也没有疑问了。切，你们要拿出啥交代？等到明天大家就知道了。我们回家去会好好商量，争取拿出一个让双方都没有意见的解决办法。诸位，和气生财，大家都是做小吃生意的，心平气和才是营生之道，不然客人看着我们在这里吵架，像啥话呢？各位叔叔婶婶们、大哥大姐们，我们家里穷，难得一次赚这么多的钱，也是因为大家海涵，我们对大家感激不尽，希望大家财源滚滚，财源滚滚啊！老逼灯们，生意比不过就排挤打压，简直卑鄙无耻。好，那我们就等着你们的解决之道。我可以给你们指2条明路，要么是告诉我们货源，让我们联系上国外供货的人，要么是你们每天卖到的钱分我们一部分，我们才可以不跟你们计较。我的办法比大娘说的要更好呢。哼，实在是欺人太甚，眼红我们赚这么多的钱，就不想让我们做这个生意，哪来的道理啊？就是啊，我们有合法的手续，我们卖的东西好吃，客人喜欢跟我们买，咋了？想让我们退出？门都没有。小莲儿向远处阿大挥挥手，莲儿姐有什么吩咐？你们去找世间，还有我这8号摊位也给盯着点儿。你们就放心回去吧。莲儿姐，你让我们吃饱肚子，别说这么点小事了，上刀山下火海我们都愿意。今晚我们就睡在这儿了，谁要是敢做手脚，我们哥几个让他好看。收摊早，回到家的时候啊，天还没黑呢。奶奶，我们的小吃摊卖了11两呢。哎呦，卖啥吃的呀？有这么多？是啊，到底卖啥了？今天可以透露给大家听了吧？卖的就是这些，大家尝尝。这是什么呀？从来没有见过。好好吃啊！我这个也好吃，又糯又香啊。哎，这个脆脆的，香香的，像豆子一样啊。还有这个一块一块的，有点辣，外焦里沙，这也太香了。这个叫玉米，这个叫花生，这个叫红薯。哎，莲儿啊，这些东西这么好吃，还没有见过，你是从哪里弄来的呀？这是从外国来的货源，咱们本土没有，只有咱们家卖这些东西。哎，发财了，又要发财了。走标摆摊儿，这些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！莲儿，有莲儿就是好，莲儿就是有主意，莲儿是咱们家的大福宝。明天家里的男人都去县城，河里的活儿，大伯母你们去下吧。哎，为啥呀，莲儿？他们男人手粗脚粗的，打理摊子照应客人，那哪有我们女人细致啊？因为要打架了。有的摊主看到我们家的生意好，在我们收摊的时候聚集起来刁难，不准我们卖这么多东西，要么就是告诉他们货源，或者把卖的银子分给他们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会给他们一个交代，对于我们乔家人来说，解决的法子就是拳头。哎，说得好，对待这群王八蛋，除了动拳头，我还真想不到别的办法了。乔家男人齐上阵，看看那些人还敢不敢嚣张了。生意做不过别人就想耍赖，不给他们一点好果子吃，他们不长教训。这河里的分流道里的活儿，还有2、3天就做完了。小麦也熟了，我们今天去地里看了一下，又有了一些虫子，还要再喷1次药。等村里的活结束了，就去收回家。水田里的稻谷应该还要再打2次药。奶，你们腾得出手的话，就去给小麦稻谷打药。像这么多的药量，配这么多的水。成，我都记住了。你们去县里卖小吃，家里还剩8个人，6个人去河道，2个人忙地里忙家里，也是忙得过来的。
就是出门在外的，不比村子里，一切都要谨慎稳妥。遇到事情不能一味软弱，也不能一味强硬。莲儿，你今天处理的就特别好，以退为进，等待时机再给那些人颜色瞧。不过如果实在是惹不起的话，咱们不赚那个钱也没关系，平平安安的就好。奶，我知道的，不仅仅是我自己，我的肩头上是整个乔家，我会对大家负责。莲儿，你辛苦了。莲儿姐，我们昨晚睡在这里的，就那个人趁半夜3更来你们这边撒尿，被我们看到了，直接打走了。是啊，还说用尿味把你们的客人熏走呢。还有那个扛了一个锤子来，想把你们摊位的地砸塌陷，让你们不好摆摊。我们也把他赶走了，我还在他腿上咬了一口呢。小丫头，想到啥解决法子了？就昨天3号摊的大姐说的话，你认哪一条？是啊，你们咋说？毕竟钱都被你们挣去了。交代你去做的事情做了吗？做了，杨大人很快就过来。谁不允许我们家在这里摆摊儿？都站出来！打赢了我们马上收拾摊子走人。来啊，1打1轮着来，但凡赢了我们7人中的3个，我们就认输。但是你们输了，你们也得退出，以后就不准到这条街上卖东西。小丫头，这就是你说的解决法子？是啊，不把你们打服，就算给你们好处，以后你们还要来为难我们，还是用拳头说话吧。你们也太嚣张了，太猖狂了，抢了我们的生意还要动拳头，这天下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大家都是光明正大做生意，喜欢吃哪家客人就去哪家买，公平竞争的，怎么还成了我们抢你们的生意了？到底谁没有王法？哎呀，来，啥也不要说了，就打个输赢出来，我们还要忙着开摊呢。哼，一个个的没骨气，客人都被人家抢走了，你们还埋头干个啥呀？辛苦一天是白忙活，还不如同心协力把他们都给赶走，我们才能像以前那样挣钱呢。是啊，你们这样大度，就等于是把客流让给他们了。你们不为你们自己争取，不团结起来，等到生意做不下去了，你们家里的人咋养活？客人的肚子是有限的，他们家卖那么多东西，在他们那里吃饱了，就不会来跟我们买了。作什么？一大早的，不好好做生意，在这里对峙，想要反官府反朝廷啊？大人，我们昨天在这里摆摊赚了些钱，因为是初来乍到，他们容不下我们，说我们抢走了客流，想要我们退出，有这样的道理吗？做生意赚多少钱全凭本事，哪有看到别人生意好就想着把人赶走的？可是大人，他们卖好几样东西呢，炸的、煮的、烤的都有，客人在他们那里选择太多了，吃饱了肚子，我们的东西就没法卖出去了呀。嘿嘿，哎呀，大妹子，你看看你的摊上，除了煎饼果子，还有烤冷面，还有炸白菜、煸豆角，你不也是卖了好几样？还有你卖糖炒栗子的，你不也在卖煮木薯，卖家里腌制的咸菜？至于你，不只卖糯米血肠，你脚边那2担炭也是拿来卖的吧？不然哪里用得了这么多？还有那个箩筐里，是你婆娘做的帕子吧？嘿，你们一个个的，又不是卖那么1、2样，能卖的都拿出来卖。既然这样，有什么脸面来计较人家卖几样吃的啊？就因为人家生意比你们的好，还想为难人家，把人家赶走，眼中无天理无王法，是当我这个市令不做了啊，还是当这里没人管了？都给我回去你们的摊位，谁要是再敢闹事儿，就把谁抓起来罚款，没收摊位上的东西，
以后永远都不准摆小吃摊，家里谁都不能出来摆。哼，这一次就饶过你们，再有下一次，仔细你们的皮。你们两个在这里看着，有谁不安分的，立刻去报给我听。你们也要老实本分一些啊，别动不动就想动手动脚的。他们再怎么样都有本官管着，有法律管着，还轮不到你们做主。知道就好，真打起来了，闹哄哄的，谁都不要想做生意了，客人也跑了，这条街有我，就不会让谁为非作歹。大庸哥，这条街是杨司令管着，只要他没有损害我们的利益，说什么我们听着就是了，没必要和他过不去。万一真不让我们摆摊了，我们还咋赚这个钱？而且人家的确也是给我们主持公道了。老大，你也是的，也不看看面对的是啥人，万一闯了祸，一家子都被抓起来，那就啥都不想要了，那就啥都不要想了。对不起，我再也不会了。我刚才只是觉得有点委屈。出门在外，哪能不受点委屈啊？而且我们家的男人个个这样健壮，一拳就能打死一个人。杨司令怕出了乱子，提醒一下也是应该的。我知错就改，以后三思而后行。二姐姐，我们来帮你，我们都不要钱，也不要吃的，只想帮你做事。等一下有任务交给你们，今天也给你们吃，给你们算工钱。灵儿妹妹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灵儿是去进货呢，就是那些食材要跟别人拿。灵儿还说了，成本很低呢。有这样的好事？是啊，成本低还赚这么多，啥好事都落到咱们灵儿头上了，也落到咱们家头上了。难怪奶奶总说呢，灵儿是福星转世。你们带着这些吃的走街串巷，让人免费试吃，有人来了兴趣就告诉他们摊位地址。我要10个玉米棒子，我要5份炸土豆，我要2份煮花生。先来后到排好队啊，我们人手多，马上就轮到了，不要抢不要挤，要是为了一口吃的还搭上了医药费，那就不值得了。有一家酒馆老板看着很面善，他走了过去。小丫头，你是来……大叔好，我这里有一种东西特别好吃，特别下酒，你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味道是不错，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。哎呀，小丫头，你是从哪里弄来的呀？跟外国人买的，他只供货给我，我不可能把这个来源泄露出去，但我的价格也公道就是了。原来是外国来的，难怪。你说说怎么卖？我家就在长青街8号摊位摆摊，这种东西叫花生，是我家卖的小吃的一种，一碟8文钱，有2两的分量。如果掌柜需要的话，便按照7文钱算。当然，我们提供的是生货。也就是说，1斤35文钱，这可比肉还要贵许多呢。物以稀为贵嘛，这么好的下酒菜，你们赚双倍的钱都可以。能不能少要一点儿？如果卖得好的话，就跟你大批量进货。不能少了，我跟外国商人拿货也是需要成本的。外国商人到咱们大泽国来，经过迢迢远路，这其中的吃住、路途成本不知道要多少，价格当然也是不低的。我还要回去忙，大叔如果愿意做这个生意就去找我，不想做的话也没关系，这一碟花生就留给你们。哎呀，小丫头，你别着急走嘛。你想啊，猪肥肉15文钱一斤，猪瘦肉12文钱一斤，这样素的1斤就要35文钱。固然有几道成本在，但也着实是夸张了些。哎呀，大叔，你相信我，这个东西不愁卖。大叔应该只关心能赚到多少，而不是要花多少成本。而且大叔你不知道，这种东西是有壳的，我们还要人手剥出来，也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。还有壳？
是呢。你带我去看看。再核对2遍，没有问题就暂时封柜了。1斤带壳花生出7两花生米，也就是大约1斤4两的带壳花生出1斤花生米，算下来就是1斤带壳的花生25文钱。胡掌柜，这样算是不是觉得价格不过分啦？我要带壳的，先卖给我100斤吧，如果销量好再来跟你们买。好，100斤有的，这2斤就送胡掌柜了。小丫头，希望我们后续还有合作啊！一定会的。莲儿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小猛哥，咱们家刚才卖出了那么多花生，其他的食材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大量卖出去。是啊，这样的话咱们能赚得更多呢。只是莲儿，这食材能供应得上来吗？供应得上来。那个外国商人长啥样，他偏偏只肯把食材卖给我们乔家，说明有缘分，还真想见一眼呢。大伯，人家只肯见我，其他人都不见。况且见到的人多了，万一走漏了消息出去，有人要打外国商人的主意，把人家吓跑了怎么办？你们没有听见那些摊主说吗？让我们交出货源。也是，这种事情还是让莲儿来，大家都放心。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呢，当然得捂得严严实实的。掌柜的柜前忙碌着。大叔，你们家老板是不是在跟人说话的那一位？他姓什么呀？正是，老板姓蔡。哎，小丫头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这是一种新食材，做成菜十分好吃。蔡老板，你尝尝。好像真的没有见过，还散发着一种诱人的香味儿。哎，小丫头，这叫啥呀？打哪里来的呀？跟外国商人买的，我们本土没有。那你这个原本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家就在长青街的8号摊位摆摊，这种东西叫土豆，我们是炸了卖，不过做法多样，在酒楼里可以切丝炒，可以做干锅，有几十种吃法呢。哎，好，你带我去看看。一个就够1盘了吧？没问题的。价格怎么样？我们炸成土豆块卖，2两是5文钱，1斤是10两，就是25文钱。素菜25文钱1斤，能不能少一点？多买的话可以在总价上少一点。哎，可以放多久啊？1个月没问题。那给我来300斤吧。好嘞，200斤正好是7两半吊银子，不好抹零，那就多给蔡老板10斤。蔡老板，还有这种叫玉米的，炒出来也很香，要不要也买一点？你炒来我尝尝。蔡老板，玉米要用勺子舀着吃，更好吃。是好吃，这又是什么个价格？我们是按个煮或者烤来卖，一个5文钱，一个就有半斤左右。这样吧，1斤按照10文钱算。这个可以放多久？从新鲜度来说的话，玉米可以保存5天。好，那来个100斤吧。大猛哥、小猛哥，咱们帮着蔡老板把这些东西扛回去。哎，成。蔡老板，关于土豆有几十种做法呢，如果靠自己摸索的话，可能要折腾1、2年呢。哦，哎，说来听听。几十个食方方子，就这样白给蔡老板呀？哦，你这丫头不仅卖我食材，还要卖我菜方啊！大家都是生意人，蔡老板是，我也是。虽然我家摆的是小摊，菜方能够给蔡老板带来利润，对于我们来说都大有好处。那你说说，打算怎么卖？我的要求也不高，1个方子5两银子就可以。我写20道最欢迎、最好吃的菜方，酒楼变着花样做，保证客源滚滚。菜方子卖5两银子，价格并不高，但一下子来20道菜，我暂时也要不了那么多。这样吧，你先卖3道给我，如果好卖，后边再说。好呢。回到酒楼，你们先等一等，没问题的话就给你们结算。
果然，蔡老板尝过之后，吩咐账房取出15两银票，交给乔莲儿。祝蔡老板客源滚滚，生意兴隆。哎呀，也祝你们的小吃摊天天好生意。我等着这些食材食方发挥作用呢，希望以后咱们能继续合作。蔡老板，新菜样出来的时候，让客人都免费尝一尝，先把名声打开出去。好，听你的。啊，钱这样好赚啊？就动动嘴皮子，动动笔。哈哈哈哈！这是咱们乔家莲儿的本事。是啊，酒楼买了这些食材，拿了咱家莲儿的方子，到时候赚的比花出来的不知道有多少呢。不用等走标，说不定就能盖房子了。但愿吧，明天的事情还不知道呢。大伙在摊位这边吃饭。你怎么哭了？我从小到大，我还没有吃过肉呢。原来肉是这样的滋味。一个个的这样，当心我们把肉都吃了，你们可就吃不到了啊！莲儿带阿大几人去买东西。姐姐，这东西家里没有吗？怎么还要买啊？这是给你们买的。给我吗？以后你们就去那个废院里住下，平时买点菜自己做来吃，这样的话省钱。你们现在换了干净的衣服，记得每天要洗澡洗头。如果不到我们摊位干活，你们就去做短工，钱少一点没有关系，只要能够赚到。莲儿姐，以后有什么吩咐，只管开口。我们都听莲儿姐的。回家之后，是18两？不是18两，是48两。哎呀，48两呢！摆小吃摊赚48两，这是怎么赚的呀？哎呦，这太难想象了。莲儿，你告诉奶奶，那些食材，那个外国商人可以供应到啥时候啊？一直供应都没问题，说不定以后还有更好的货。3年、5年、10年都没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饭菜做好了。福生，什么事啊？你吃过饭了没有？吃过了呢，我有点事情想说。看莲儿姐家快要吃饭了，不好叫你。你说。我刚才在家里看到宋瑞儿朝这边跑过来了，我就跟着她来，看到她躲在你家院墙后面贴着耳朵听，然后现在又跑回去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做得不错。而这时，奶娘不好了！有啥不好啦？你又闯祸啦？奶娘，我去乔家那边，你们猜我听到了啥呀？不得了了，乔家要大发了！哼，怎么大发了？又接标了？哼，让他们接，山道全都是土匪。他们乔家挣这个钱呐，是将脑袋拴裤腰带上，啥时候掉还不知道呢。哼！哎呀，不是走标，他们摆小吃摊，今天就赚了快要50两银子啦。啥？你再说一遍，多少？50两银子？还不是摆个摊能挣这么多钱呢？还不可能，5两都够呛的，还50两，顶多500文，别跟他瞎说。哎呀，奶，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乔家人也跟乔莲儿确认了好几遍呢，所以我们要把握好这个机会，不能光看着乔家人赚钱呐。那你说说我们怎么做？奶，我要跟着到县城去看看情况，看看他们卖的是什么，又是怎么卖的，然后咱们家也有样学样。那好吧，那明天你跟着去。可是我要乘马车，要吃饭，都要点钱呐。哼，还坐马车吃饭呢？我告诉你，你是乔家的外孙，你这样，你和他们一块儿去，你跟上乔家人，和他们一起坐马车，马车上呢都打听打听他们卖的啥，赚多少钱，这么简单的事情根本就不用花钱。
我上次要跟他们去县城，他们把我踹出了马车，他们是不会让我上马车的，所以只能偷偷来。哎，好啦，我给你50文钱。但有一点，明天你回来，把你从乔家那边知道的好好跟我说说。哼，可怜的乔家，我们宋家每年靠着卖粮，就等赚那么点银子呢。他们倒好了啊，搞点歪门邪道还赶上我们家了。哼！乔家这里吃好饭，福生又来了。咋啦？莲儿姐，我偷听到了，明天宋瑞儿也要去县城，看看你们在做什么，你还是当心一点吧。好。而院子里，莲儿姐你来了，我们熬了粥，你跟我们一起吃点吧。我在家里已经吃过了，有件事情交代你们去做。莲儿姐，快吩咐，我们就怕今天没活做呢。有一个孩子跟着我，像你这么高，下巴上有一颗痣，大概10岁左右。你们今天就负责盯紧他，跟我汇报他的行踪。必要的时候，我还会让你们做别的。都快吃吧，等吃好饭，咱们给莲儿姐做事去。莲儿姐方才说一早进城来，说有人跟着，那许在进城的方向。这样，我们分3个人往城门方向去找，至于其他几人去别处看一看，以免那个臭小子已经进来了。行动吧。小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鬼鬼祟祟的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让开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挡着我做什么？这条大街是你们开的，还不能让我走在上面啦？哟，脾气还挺大的嘛，就看不惯你怎么着，就不想你来这里跟个二混子一样晃悠。2位哥哥，我是来找我的父母的，我跟他们走丢了，我现在正着急呢，你们不要挡着我好不好啊？哼，在我面前耍花招，你看我会信你吗？那你们要我怎么做嘛？我也没有钱，身上只有一点马车费，剩余的就够买2个包子了。你看我们像抢钱的人吗？我看你更像小偷一点。那这样吧，这条巷子老鼠多，你留在这里捉3只老鼠，什么时候捉够了，我就放你走。可是我真的忙着找我的父母呀。这样吧，等我找到他们，再来给你们捉老鼠。别废话，现在就捉。阿四到乔莲儿跟前，和他禀报这件事情。只一点，我开着马车去进货的时候，你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跟着我，其他的时候随你们怎么来都可以。你们可以放过我了吧？你可以滚了。乔莲儿啊，乔莲儿，你再是辛苦，挣再多钱，终会到他的手上。哎呦，胡掌柜！哟，这不是蔡老板？我说呢啊，看着酒味楼比富贵楼更热闹。我说蔡老板呐，如果我也买这些食材，你会不会跟我计较啊？啊8号摊位就在这里，这些食材都可以看得见。我的酒味楼就从这里买食材，哪里瞒得住同行啊？瞒得住1、2天，也瞒不过长久啊。酒楼做生意抢客源，重要的不仅是食材，还有厨师的厨艺以及招待客人的手段。食材只是最基本的东西，我要是怕你们知道啊，说明我也太没有底气了。酒楼不必再开下去了。不仅仅是胡掌柜你，最多用不了3天，其他酒楼也会知道我来这里进货。到时候啊，咱们就要比厨艺和待客之道了。都是大酒楼，还怕比厨艺和对客人的诚心？哼，蔡老板你就等着吧，我那里才不会输给你呢。丫头，也给我来100斤玉米，200斤土豆。丫头，我要100斤花生。好嘞，1斤带壳花生25文钱，1斤土豆25文钱，1斤玉米10文钱。小子，你来做什么？又想捣乱？大舅，我也来县城上街呀，我奶让我来买东西，正好就看到你们在这里卖吃的。你买你的东西，不要待在这里。三舅，我肚子饿，我什么都没有吃。这些东西要留着卖呢，没你的份儿。去，
赶紧把东西买了回去，被人拐了去我们可不管啊！大舅、二舅、三舅、大表哥、二表哥、三表哥，我是你们的外甥和表弟呀！你们这里卖这么多吃的，我都快要饿死了，你们却不肯给我吃一口。哎，不知道哪里跑来的野孩子，到处管人叫舅舅叫表哥，要人对他负责，给他钱给他吃的，想要不知情的跟着他一起起哄。听说早上还在西街东街闹了一通呢。大家照常啊！我这就去给孩子找爹娘去。原来是个患了失心疯的孩子呀，还以为真的是你们的外甥呢。这么说来，这个孩子也挺可怜的，爹娘找不到了，脑子都变得不清楚了。乔大佑，你放开我！我不过就是跟你们要一口吃的，你们这样小气，你们都赚了那么多的钱了。你这个臭小子，想来影响我们家的生意，就你这点伎俩，还是省省吧你！你再出现在我们摊子上，再想生事，不把你的屎给打出来！啊，我可以不去那里闹事，但是你要告诉我，你们那些食材是哪里买的，跟谁买的？跟外国人买的，单曲果，知道吧？既然是国外，那离这里很远了。可是你们并没有离开县城到很远的地方去啊，一定是有人来这里卖给你们的。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，我也要跟他买。这个生意你们能做，我们宋家也能做。你们不能这样自私，光想着你们赚钱就不让别人赚了。这个嘛，无可奉告。哼，有本事你自己找去。还有，你这臭小子最好给我老实一点，再有下次，可不会这么轻巧的放过你。而突然的，有人挡了过来。那个死丫头给你们钱了，你们才对她死心塌地的，是不是？我也可以给你们钱。哼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们就想揍你。而摊位那边，诶，你这不是8号摊位的那个小丫头啊？你们有了一个铁炉灶，2个煮锅，1个铁锅还不够？我们家用来摆摊是够了，就是这几个孩子，他们刚有了安置，住在一个没人的破落院子里，需要一口铁锅做菜吃。大人，你看他们小小的几个，没爹没娘的，到处流浪多可怜呀！好吧，就1口啊，不许再来了啊！保证不来，要来也是给大人您交摊位钱的。阿大，你们把马车上的东西都搬下来。得嘞。这种辣椒叫小米辣，你们拿去洗一遍，然后在菜板上剁碎。这种干辣椒呢，咱们在锅里炒，我炒出来凉一会儿，等拿起来可以清脆掰断了，你们就放在石臼里冲成细末。好嘞。莲儿姐，现在我可以问了吗？咱们做的这个是啥呀？这东西叫辣椒酱，咱们做好了拿去售卖。这个留给你们下米粥吃。真的吗？谢谢莲儿姐。咱们收拾收拾，去摊位卖辣椒酱去。而那一头，小子，又看到你了。你们到底想干嘛呀？我没有招惹你们吧？捉弄了我这么久，也该有个限度吧？你没有招惹我们，你招惹莲儿姐了呀。我们才要问问你，你这样跟着她要做啥？打的啥坏主意？我说了，那是我亲姐，一个爹娘生的，我去找她咋了？谁会相信你？莲儿姐这么好，你这么坏，你们是一个爹娘生的才怪。吁，宋瑞儿，就说你这一天瞎折腾个啥呢？还不如去讨饭，也讨到几个铜板了。我要你告诉我货源，宋家也想摆摊。你是我姐，告诉我这个并不过分吧？有赚钱的法子，你就藏着掖着，真不做人。这会儿我就成你姐了呀？只要你告诉我，你就永远是我姐，不然我以后都不认你了，你就要失去我这个唯一的弟弟。告诉你资源呀，就在茅坑里，汤汤水水的都有，你自己拿一个大盆去装吧，卖不掉你们宋家人吃也是好的。你们别拦着我！宋瑞啊，为什么你姐像个人，你却不是个人呢？只能作罢。闻起来好香啊！原来你们是去弄这个啦！大家尝尝，还真不错哎。
要是用菜蘸一下，不敢想象有多美味。是啊，要是搁一勺在菜里炒一下，肯定也很好吃呢。来，大娘，您尝尝。这太辣了，太辣了，吃不惯的。不过很香啊，应该会对一些人的口味。大娘，你是哪里的人啊？我呀，我千里迢迢的北方嫁过来的，我们家都不爱吃辣，芥末不吃，姜末少放。这个要怎么卖？1份15文钱，炒菜或者拌凉菜吃，或者做蘸料吃都是可以的。行，直接给我装2份吧，我自己回去琢磨。这个够装了吧？够了。小丫头，你们这做辣酱的料子是从哪里来的呀？大叔，你是？哦，我是明月楼的主厨，我姓苏。我知道你的辣椒酱是怎么个做法。那大叔，你说说是怎么做的呀？这油原本是菜籽油，然后你是用小葱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花椒炼出香油打底，接着下姜葱末，还有其中一种生辣椒控干水分，再下这种干辣椒，同时搁入生抽、盐、白糖、黄豆酱、芝麻、13香粉，就做出了辣酱了。真的呀，用料和前后顺序丝毫不差，不愧是大厨啊！而且对方刚才一来便问原材料，而不是买辣椒酱，这是个上道的呀，根本不用他多讲，倒省功夫了。辣椒有的，都在马车里，每一样各有200斤。苏大叔，你打算要多少呀？还是让我先验验货吧。怎么卖啊？这种干的1斤20文钱，这种小米辣10文钱1斤。这样吧，我呢每一样各买50斤，如果效果好，我再来跟你买，行不行？行，大叔你就放心吧，保证没问题。你也看到了，这里的人喜欢吃辣。今天卖其他吃的，卖了20两，辣椒酱卖了3两，土豆、花生、辣椒批发加起来整整10两，算下来33两。那家里现在有320两了。虽然其实呢，他们的客流回暖很快，因为来这边逛小吃街的买啥都有啊，可他们总觉辣眼睛，心里堵得慌，酸。我的那个发小占据的山头，正好是往大田村去的方向，嘿嘿，这不正好吗？所以他们来找茬，纯粹因为嫉妒啊，嫉妒乔家生意好。可现在这么早走了，好像忙着干什么事儿去一般。咱们在路上的时候小心观察四周啊。莲儿，咋了？是有什么危险吗？我也不太确定，反正小心为上吧。而不远处，老大，咱们要把那个小子拦下来吗？不用了，他们是姐弟，家在一处的。这小子应该是回家。再说了，乔家那么多人在呢，收拾他像收拾小鸡一样，咱不用担心。咱们只用守好摊子，不让那些阿猫阿狗去那边捣乱。每晚2个人轮着守，有不对劲就大声喊。反正那离咱们的院子也不远。大猛哥稳一点，咱们不着急回家。放心。咱们马车上有些趁手的工具，等一下如果有什么，大家就使用这些工具。莲儿，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呀？咱们家哪里买得来这么多的农具啊？不管这么多，咱们到家里也不拿出来，就放在这后面，方便路上使用。走吧。越往前走越狭窄，有一个位置只容1辆马车经过，平时2辆马车对向行驶的时候，有1辆得退到宽阔的地带。如果有人在那里推石头下冷箭，我们只能忙成一团，避无可避。莲儿，怎么停了？准备拿好武器，咱们冲上山去，冲左边山坡。哼，找到了，位置在这儿，大概5丈。杀！妈的，被他们发现了！老子这些大石头白白准备了，兄弟们跟我上！去把那个丫头给我抓了，把她制住，还怕他们不就范吗？哎
我的眼睛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乔莲儿，你杀人了！我亲眼看到的，抵赖不得。你给我200两银子，我就放过你，我啥也不说。老人家不要害怕，这些人是山上的匪贼，他们打算抢掠过路行人的财物。我们把这一条道给大家清理干净。后面又有马车过来。小丫头，原来你是见义勇为呀！既然是这样，你们家人为了保护行人豁出命去，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。是啊，万一你们家人为了保护过往路人，有了个好歹，那便是我们欠你们的。素未相识，我们不能欠这么大的人情，我们也要出份力。当家，你去。走，手上没有武器，咱们就捡石头，就拿木棍。我们刚买了地里用的锄头、铁耙，还有这2把刀剑，大家拿去用吧。我们来帮你们。姐，你不上去帮一下忙啊？这里我就给你看着吧，你不要担心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待在这里吗？为什么呀？就是为了防备像你这样的人。哼，乔莲儿，你装的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实际上你们不是为了行人跟这些山贼打斗，你们是为了你们自己。这些山贼是冲着你们来的。你要清楚什么是山贼。固然这一次主要针对的是乔家，可他们驻扎在山头上，就是对所有行人潜在的威胁。以后行人经过这里都不安全。像你宋瑞儿这样的人被山贼杀死了当然没有关系，可其他无辜的路人呢？小妹妹，需要我做点什么事吗？咱们一起把这2个人的尸体扔到山坡下面去。你抬一下脚。姐姐，你害怕呀？谁说我怕？我才不怕。小妹妹，这样不怕尸体发臭吗？那路过的时候……放心，山中的狼闻到血腥味，晚上成群结队就出来了，会啃得干干净净。那就好。宋瑞儿一心想赶马车离开，脸上带几分焦急，完全没注意到乔莲儿已经回来了，只想着马上这匹马和马车都是宋家的。瑞儿啊，这马车轮子下垫着东西呢，你怎么赶得走呢？我没有赶过马车，我试一下罢了。哦，是这样的吗？去告官是吧？想要偷马车是吧？我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！你别打我，别打我！这是咋了？大叔，这个小孩说你们杀人了，要报官，还要跟你们敲诈200两，然后又要赶走你们的马车。妈的小兔崽子，莲儿打得好！有人给你通风报信？哼，什么通风报信儿，我听不懂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谋财害命，你还挺硬气。不是硬气，是晦气。一来就遇到你们这家子。切，打不过就晦气啊！我们好好赶我们的路，遇到你们这些山贼，到底是谁晦气啊？你不肯交代也没关系，我们这就送你到衙门严刑拷打，你总会说实话的。你们就在城里歇下，明天早上我们来。成，爹，你们路上小心一点。而另一边，我们老百姓哪敢留这些东西啊？这要是被发现了，可是个大麻烦。拿走，咱们家里人把嘴巴严实一点，平时绝不拿出来，除非遇到贼子。大家能够保证平时绝不吐露一个字，也不拿出来吗？莲儿，你放心，我们才不是傻子，要让人发现，把全家置于危险的境地啊。好，那等回到家，咱们撬开一块地面，都藏进去。你们家人在回来的路上遭遇山贼了。什么山贼？哎，你说清楚一点。山贼，他们遇到山贼了。山贼手里有刀有剑的，他们会不会有事啊？哎呀，他们虽然能打架，可是赤手空拳的，这天又黑了。可要平安回来呀，可要平安回来呀。
谁让他们乔家待他不好了？有赚钱的法子不跟他讲。他现在不敢回宋家来，以免被宋老二和陈氏责骂。他肚子饥肠辘辘，不断咕咕地叫着，心里是又恨又气呀。这家里人在挂念，乔莲儿把车赶得很快。你们回来了，1个、2个、3个，大成大用他们2个呢？是啊，他们怎么没回来啊？奶，大伯娘，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山贼，全部都收拾干净了。大用大成哥押送山贼头子去县衙门了。爹娘，我们这些押镖的、打猎的，害怕遇到山贼吗？哎呀，话虽如此，可是不知道谁在院子外头喊了一句，说你们遇上山贼了。我想多问几句，对方早就跑没影了。你说这没前没后的，让人不害怕都难。肯定是宋瑞儿那个坏种，拿这件事跟别人嚼舌根儿，也不说个前因后果，故意使坏。咋？宋瑞儿也去县城了？啊，跟着我们去，想看我们做啥营生？这臭小子，别让我逮到他。回来了好，回来了好啊！家里饭菜在热着呢，你们都饿坏了吧？快回去吃饭。见厨房俩人背对着外面忙碌着，宋瑞儿知道机会来了，刚想有所行动。要干坏事被抓住了吧？活该！一肚子坏水，连自己的外公外婆家都偷。等乔大伯他们回来，不把你的屎都打出来。哼，我正好经过这里而已，你们逮到我偷东西了？宋瑞儿，你还真是死性不改啊！我就是路过，你们别想给我泼脏水，做人要讲良心。找个地方好好收拾一下。得嘞，乔莲儿，你偏心，你是我姐，给别人吃糖都不给我吃。他不明白，想当初他无非做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罢了，这为何在乔莲儿的眼中就大错特错了，竟是如此不可饶恕呢？过了吧，他只希望过得好一点，再好一点。